男人还没死就给自己烧了10万亿的冥币，然后又花了5000万给自己立了个纯金墓碑，接着还把老爹的股份、别墅、豪车全给低价卖了，全部换成了冥币。他好心提示别人没事囤点冥币，却被人大笑憨包疯子。男人并没有疯，只因他知道现在有再多的钱都没有意义。3个月后，全球末世诡异就会降临，到时候只有冥币才有真正的价值。然而，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印刷冥币根本没用，必须得是传统手工炼制的才能在诡异的世界流通。因此，蒙大来到了专门制作冥币的赤坑村。老板，我要买冥钞，越多越好。哪里来的小兄弟，跑到白事店来消遣小老头？我这店里的冥币就得好几万了。蒙大微微一笑，直接掏出手机开始转账。支付宝到账100万元。卧槽，大哥，你想要多少冥币？我立马给你做。我要20亿冥币，3个月内做完。我的天，老李头，我活那么大岁数还没做过这么多冥币呢。20亿只是冥币，得好几百万呢。小伙子，我这里暂时没这么多，得去其他店匀一点。你理解错了，我预计用20亿的资金在赤坑村采购10万亿的冥钞。听到20亿不是冥币，而是现金，老李头直接呆住了，这已经超脱了他的理解。20亿后面是多少个零啊？有这么多钱，就是拿100元现钞擦屁股，铁屁股都得擦烂了都行。这个产量太过庞大，我一个人绝对吃不下。村长，好消息啊，有大老板要做20亿的冥钞。大手笔，20亿顶我们全村大半年的产量，这个订单得我们全村忙活一阵子了。不是啊，村长，是20亿现钞全来买冥币。我操，20亿现钞，此话当真？诚意金已到账。立刻通知下去，村里能动的老家伙全抬出来，出去打工的全喊回来，全村人回来做冥币，我们赤坑村要起飞了。乖孙，赶紧回家制作冥钞了，我们村要发达了。好的，你们回来给我打下手做冥币，赚钱直接换大马轿车。好大女，回来做冥钞吧，努力拼搏3个月，直接全款盖洋楼。阿花呀，把你老公一家人都喊回来吧，回村捡钱了。在镇上私立1个月私5000块工资，回村制作冥钞赚那么点钱，老爹你糊涂咧？你个臭大女，村子拿下冥币大单子了，你不回来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呵呵，能有多大？20亿现金。一时间，前往村子的大巴车辆爆满，公交车站挤满了人，司机更是一脸懵逼。这是怎么回事？今天人怎么这么多？这不是回乡村的车子吗？难不成是村里下钞票雨了？随后，大蒙亲自坐镇焚烧厂，焚烧有序运来制作好的冥币，并且挂出招聘请人烧冥币，否则自己要烧这么多冥币，不知道的烧到猴年马月。年轻男子看着招聘，吐了口唾沫。呸！真晦气，还烧冥币，这钱谁会赚？什么日薪1万，先付后烧？我操，大佬牛皮！别说烧这些冥币了，就是把我烧了都行。全部安排下去后，大蒙接下来就是安静的等待末世降临，到时候直接王炸开局，阎王见着了都得管他叫一声爷。此时的赤坑村，老老少少全村出动，全在印冥币，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横幅。努力拼搏3个月，幸福美满一辈子。年少不做冥币，老大徒伤悲。欢迎蒙老板视察冥币制作工作。不错，进展很快。接下来，冥币每做好一批，就全部拉去火葬场烧掉。一辆辆大货车犹若一条车队，直往焚烧厂而去。这烧的是冥钞吗？这烧的就是一车一车的钱呀！村长，你说他印这么多冥币干嘛用啊？难不成是怕自己以后下去了没钱花吗？你这就不懂了，脑子正常的人呸，说错了，能一次性拿出20个亿的人能是普通家庭的吗？会缺这点钱吗？我猜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家人去世了，能少是个大孝子啊。孝子嘛，就算真的有地下一说，这10万亿砸下去，会不会造成下面大量的冥币贬值？你们别多嘴了，赶紧加快速度，这每1秒就是钱呐。对，我已经使出我单身80年的黄金右手了，分分钟10张冥币不在话下。焚烧厂这边10几个焚烧工人马力全开，加班加点焚烧。恭迎蒙少回家。蒙少，上一批的冥币经过我们加班加点3天，终于快烧完了。很不错，刚才新到了1万亿冥钞，这次烧的比较多，可能得辛苦你们一下了。不就1万亿吗？简简单单。什么多少亿来着？1万亿，烧不了。蒙少，我们的工人已经3天没合眼了。哈哈哈！支付宝到账500万元。卧槽，大哥，可以烧，兄弟们抓紧了，为蒙少而战，保证完成任务。时间过得很快，转眼3个月过去，10万亿冥币尽数交付，并且焚烧完成。今晚12点一到，末世降临，诡异即将复苏。蒙大站在本市最为高档的商业大厦奢华酒店，订了一个最高规格的总统套房，静静看着时钟等待。一阵欢快的铃声响起，闹钟震动，手机上显示的日期从3月31日变成了4月1日。与此同时，一股渗人的阴寒冷意放，像是冷风吹过脖子，让他不禁一缩。看着外面的城市，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可是蒙大知道，子时已到，恐怖降临了。
正对面一栋华丽的商业大厦顶上有7位男女正在跳格子，可是跳着跳着就从商业大厦的天台边缘跳了下去。旁边的办公楼内，刚才还在拼命加班的打工人诡异的开始玩起荡秋千，挂着自己的脖子摇摇晃晃。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即使我王炸开局，也不得不小心应对。这时，一张散发紫光的卡片缓缓显现在蒙大面前。卧槽，竟然是民航卡！这可是我上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要知道，民航卡是要拥有冥币达到1个亿才有资格办理的。上辈子有这种卡的人都是诡异世界顶尖的存在。只见民航卡的正面浮现一串数字10000000000000，一连串的零令人眼花缭乱，不多不少，正好10万亿。蒙大心意一动，便有2万冥钞出现到手中，还真方便，2万应付一下前期诡异应该是够了。就在这时候，敲门声响起，在半夜里显得格外瘆人。先生你好，客房服务。半夜3更哪里来的什么客房服务？这么高规格的酒店，半夜会有人敲门打扰客人休息吗？蒙大透过猫眼看到了门口的诡异，是一个推着推车的老婆婆，车上摆着乱七八糟吃的，她正呆呆地看着房门。我不开门买点东西，她是不会走的。如今诡异世界与现实世界交融，而想在这个世界安全，一是前往寺庙、道观、教堂等有信仰庇护的地方，二是熟悉诡异的规则，从而与诡异共存。第三个就是有超能力。诡异世界的所有规则几乎都与冥钞有关，因为冥钞能提升他们的诡异之力，所以有冥钞在手。蒙大虽然心中有点紧张，但是不至于害怕，于是淡定地开了门。先生，需要来点吃的吗？来包辣条。嘿嘿，来活了，等下这个人付不起冥币，那我就有食物了。先生，您的辣条一共400冥币，赶紧付吧，付不起可要付出代价的哟。他是一名底层诡异，他的规则便是有人买了他的东西，没有钱就得拿其他东西抵债，比如心肝生命等。给你1000，不用找了。什么？1000冥币？自己当服务员诡异1个月工资才100冥币，这个人出手就是1000。对了，你吃不吃辣条？卧槽，竟然分辣条给我吃！我当了500年诡异，还从来没吃过辣条，这是什么土豪啊？我真的可以吃你的辣条吗？当然，好吃的嘞。顺便打听一下，这个酒店如今有多少诡异？酒店如今职员全是诡异，我们的老大是4楼酒店经理。知道了，你走吧，这是500小费。谢大哥，大哥有事随时呼叫小妹。如今诡异世界与现实世界已经交融，单打独斗肯定危机重重，必须利用超能力建立自己的地盘，能对付诡异的只有诡异。走出楼道，原先的酒店已经变成人间炼狱，地上到处都是血污，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尸体，有3、4个人拿着手机还在不断的搜寻信号拨打求救电话，但打不出去。在他们背后缓缓浮现出一道身影，胸口有一块牌子写着酒店经理4个字。你是吗，先生们？住了酒店要给房费的，每人500。你很冷静，与其他的活人不同，所以你的房费也准备好了吗？总统套房1000冥币。谁说我没有呢？拿去，这是2000。我的天，一个人类竟然能随手拿出这么多的冥币，这难道是某个诡异的私生子吗？再说说正事，我想买下这里。什么？买下这血色酒店？人类你竟敢如此大胆！要想买下这里，说句实话，数百万冥钞都不一定够那等数了。侮辱诡异，将迎来诡异的纠缠。我没有开玩笑，先吃个辣条，我们细谈。什么？几百一包的辣条就这样请我吃了？但即使这样，想买下酒店依然是天方夜谭。人类，你太过痴心妄想了，你这点冥钞都不过在这里包几个房间，要想买下这里，代价很高，高的离谱。而且我不是酒店的老板，只有在酒店预存了10万冥钞，成了酒店贵宾，才有机会联系到我的老板。我的老板在这座城市都是有名的诡异。10万贵宾才能联系到老板，那充多少才能得到血色酒店老板的接待呢？50万，预存50万冥钞倒是不贵。蒙大拿出一张小小卡片，民航的标识就在卡片的正面。民航卡拿出来的瞬间，酒店经理瞬间呆住了。这是民航卡，这竟然是传说中的民航卡，这体系我都不敢直视，不愧为那传说中的民航才能够出具的产物。这位大爷真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新老板。对不起哈哥，刚才不好意思吓着你了。有一点吓住，来吧，办一张5星级别的会员卡。你闪开腾点位置，我要提名钞了。我的天，我们酒店终于要迎来第一位5星贵宾了。没事哥，钱砸我身上就行。蒙大心念一动，幽冥气息涌动，在民航卡上方化作一沓又一沓的冥钞，哗啦啦的落下，全砸在了酒店经理身上。被钱砸的感觉原来这么美妙。哥，您的5星卡，您收好，给你1万小费。记得向你们老板传达我的收购意愿，
好嘞哥，慢走。5星贵宾卡拥有特权，如果遇到危险可以直接开辟一条贵宾通道传送到血色酒店。走出酒店，回头看去酒店没有任何异常，而街上的人少了很多，只有零零散散几个摊贩与行人。估计细心的人已经察觉到了一些异常，早早躲回家中。如今的世界已经完全变了。小哥，来吃烤串吗？我的烤串又大又好吃。蒙大因为有民航卡在身，能感受到诡异气息，立刻感受到他是个诡异，于是并没有理会。哥哥你好，我迷路了，可以帮我找到回家的路吗？又是一个诡异。末世降临之初，竟然这么多诡异降临。这些诡异平时与常人无异，可是一旦普通人触发他们特定的诡异规则，就会变得无比危险。就在这时候，蒙大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1级警告，请还在外面的市民立刻回家，在家的市民夜间严禁外出，在家关好门窗，任何情况下不要开门，也不要与任何陌生人交谈，切记。看样子官方的速度很快，在家不出门确实是最安全的，因为不论是类似血色酒店这样的场景性诡异也好，还是外面游荡的单个诡异，都必须遵守诡异规则。在诡异世界，人类也并不是毫无反抗之力，部分人类熟悉了诡异规则，开始与诡异契约，甚至有人因此获得了诡异专属能力诡计。只是现在根本无人知道诡计的存在，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家里呼呼大睡，不知道诡异已经降临。如今血色酒店的老板还未答复，目前可以按照前世记忆，先去大面岭获取诡计幽灵鬼手。就在这时，路边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走了，发车了，有人上车吗？诡异公交吗？按照我上一世的记忆，幽灵公交刚好经过我的目的地大面岭山中木屋。小哥上车吗？外面没有车了，上来吧，赶紧上来吧。蒙大淡定看了一眼售票员，上了车。因为诡异公交只要付清车票代价，就不能限制乘客离开，而普通人没有明钞支付，就会付出惨烈的代价。公交车缓缓驶去。老头子，你在看什么呢？发什么呆？老伴啊，我刚刚看到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好像没有脚。老头子，你的老花眼更加严重了，我们赶紧回家吧。小哥，你要去哪里？该买票了。去大面岭，给你100，不用找了。100不够的哟，车票500。什么？100都不够？坐个公交不是几块钱吗？难道自己烧的太多，通货膨胀？自己前世没钱坐诡异公交，确实不知道物价。小哥，你不会没钱吧？谢谢你，是不是没钱？给你1000，我在大面岭下。什么？随手1000？这是什么土豪啊？坐得起公交的诡异都很少，没想到这个人类竟然随手1000。不要发呆了，我赶时间。窗外幽暗的月色覆盖大地，阴森可怖。随着一脚制动刹车，诡异公交停在大面岭。远处一个小屋若隐若现，显得格外诡异。上集说到，蒙大搭乘诡异公交前往林中小屋，而这是诡异场景残叶庄园的入口。这个木屋在末世降临前平平无奇，但恐怖降临之后，这边就不一样了。一旦踏入，就再无法逃离，只能被迫完成诡异试炼。蒙大轻车熟路推开了木门，一阵黑雾弥漫，他感觉无数无形的手在拉着自己。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场景。血色天空下，一个诡异庄园缓缓显现。欢迎来到残叶庄园。一个女仆模样的女人诡异开口，果然和前世一样，迎接闯入者的依然是残叶庄园的诡异女仆长。整个残叶庄园诡异场景由6个追命级诡异组成，分别是诡异女仆长、诡异厨师、诡异仆人、诡异女太太、诡异大少爷、诡异小少爷。这是一个不逊色于血色酒店的诡异场景，里面有以白骨和鲜血为肥料的白骨果园和红血果园，出产的白骨果和红血果能恢复诡异伤势。我们庄园要招待贵客，忙不过来了，可以请你去厨房帮一下忙吗？除了帮忙，我还有其他选择吗？不帮忙就选择死亡。我给钱，给你10万，不帮忙行吗？什么10万？我们庄园2个果园1年的收成加起来不过几十万冥币，这个人竟然一出手就是10万，这是多有钱？怎么了？是不太够吗？够了够了，富有的人类，你是我们庄园最尊贵的客人，请随我进来。我来这里是想找到诡异小少爷。小少爷是我们庄园最不受待见的诡异，平时被关在杂物间，没有得到诡异太太的允准，但不得离开。连我们这些仆人都从不关注他，他很危险，很自闭。我知道，你给我带路吧。别墅1楼的血色房间门，诡异小少爷就关在里面。小少爷就是蒙大此行的目的，他被哥哥斩断了一臂，并将手臂埋在了庄园的院子里。
只要挑战者能挖出来，给他带回去街上，就能获得与其契约的机会。一旦契约，就能觉醒幽灵鬼手，拥有诡计，在诡异末世下便拥有了极大的保障。因为明钞对诡异有效，但对于契约诡异的遇鬼者就无法限制了。末世下，只有遇鬼者才有发言权，否则即使拥有财富，也是待宰的肥美羔羊。杂物间内，一股极为细微、轻于蚊虫的哭泣声一阵阵从里面传了出来。我是外来的挑战者，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我的手丢了，你能帮我把我的手找回来吗？没问题，但完成后我想契约你，使用你的能力。可以，如果装上后不是我的手臂，那我就要你的手。上一世，蒙大就是因为这个诡异场景被断了一臂，现在拥有前世记忆，很轻松地找到了藏到院子里的手臂。我把你的手给带回来了。手臂没问题，你现在可以契约我，不过使用我的代价需要被我消耗血肉，根据持续时间、强度支付。诡异小少爷的诡计是幽灵鬼手，施展之后能够驱使肉眼所看不到、鼻子闻不到、耳朵听不到的权引之手，用以操弄工具、勘察探知，又或者直接攻击。而使用诡异之手的代价极其高昂，每一次使用代价就是自身几十斤血肉。你怎么没说明钞的替代价格？不是说诡异技能的使用代价能用明钞代替吗？什么？你竟然想用明钞代替？那种代价不是你一个普通人类能承受的。明钞可不少，起步500明钞，每分钟支付100明钞。先给我充10万明钞吧。什么？10万明钞？我没听错吧？10万明钞随手掏出使用，甚至都不留下一些备用，只能说男子的家底远远不止10万明钞。妈妈，你的崽出息了，不仅被人契约，还被人用钱砸。我接受与你的契约，请你闭上双眼。成功了，幽灵鬼手，这是我立足末世的开始。太土豪了吧！竟然使用幽灵鬼手关门，这个人究竟多有钱？尊敬的客人，诡异太太有请。今天是诡异降临第一晚，蒙大在残叶庄园契约了诡异小少爷，获得诡计幽灵鬼手，并且受到了诡异太太的邀请。快给贵客泡一个脑子喝。什么？泡脑子？这么刺激的吗？贵客不喜欢喝吗？那吃菜。我们庄园的特色菜美味人汤，这是清蒸长鞭，特地嘱咐仆人没有洗净，保留了一点原汁原味。还有我最拿手的肥肠刺身，同样保留了原本滋味。蒙先生动快吧。蒙先生是吃不惯原味吗？那我让厨师加点辣。太太，说实话，我不太习惯吃这里的食物。我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契约小少爷的，以及收购一批红血果和白骨果。红血果和白骨果我打算110枚收购，有多少要多少。别人不知道，他可是知道能恢复诡异伤势的道具有多稀缺。虽然血色酒店的房间也能恢复伤势，但毕竟不能移动，而红血果和白骨果在末世就相当于移动血包。110枚，我们家果子这么值钱吗？平时多的卖不出去，甚至要丢去喂猪。没想到碰上这么个土老板。没问题的，老板，我们送货上门。与诡异太太告别后，蒙大离开了残叶庄园。他掏出手机看一眼时间，已是凌晨6点多钟。从午夜12点开始，经历血色酒店、残叶庄园2个恐怖场景，已然过去5-6个小时。现在太阳升起，白天已至。一般来说，日出之后，诡异的能力会被压制，寻常诡异并不会出没。恫吓级暴露在烈日灼阳之下，有魂飞魄散的风险；追命级则会鬼体受损。就在这时候，手机提示音响起。兄弟呀，在不在？出大事了！最新一条消息发来，时间为凌晨5点半，就在半个多小时前。我的好兄弟，出大事了，我撞鬼了。发消息的是布衣老头，是末世后的鬼童拥有者，所以在末世降临前，蒙大一直给他提供帮助，并保持不错的交情，以便末世来临后拉拢这位鬼童拥有者。并不是蒙大自己不想获得鬼童，而是每一个诡计的契约都有条件限制。比如鬼手的获取条件是找到遗失的手臂，而鬼童的获得条件之一就是宿主必须是年迈体虚之人。出租车去第3公园旁的城中村。师傅，这么早出车，没遇到什么怪事吧？室内乱糟糟的，好像昨晚有什么狂热分子闹事。要说今天遇到最奇怪的事，怕是这么早遇到老板你吧。路边一个黑衣服披头散发的女人打着红伞不断的招手。没人，客满了。一路上不断有人招手要坐他的车，玩皮球的小孩，穿寿衣的老人，
还有贫血惨白的大汉，路上偶尔能见到1-2具尸体，零零散散有一些血迹。怎么今天生意这么好？昨晚那群狂热分子闹事也太疯狂了，晚上也不安全了，得少出门。如今大多数还未遭遇诡异之人，表现跟出租司机差不多。他们见此混乱一幕，情愿联想到狂热分子闹事，也不会联想到诡异之上。只不过距离官方证实全民皆知的日子不远了。到了城中村，一个小卖部门口，一个素衣老头神色凝重。蒙老弟，你可算来了，我遇到怪事了，说出来你可千万别以为我发疯。大半夜我见鬼了。布衣老头脱下上衣，脖梗处有个黑色手印。你说这个呀，问题不大啊，那就好。我网上查了，这个是血小板聚集症，只是像手掌印，我弄错了是吧？不是，你被鬼标记了。今天是诡异降临第一天，全城怪事频发。就在刚才，城中村的布衣老头告知蒙大自己身上出现神秘的黑色手掌印。老头，你被鬼标记了，不过问题不大。蒙老弟，被鬼标记了还问题不大？只是打上标记，不是还没索命吗？相当于排队叫号，会挨着次序来的。完了，我是不是要完了？不要急，还没轮到你。你回想一下最近去过哪里？红山公园。对，就是那里。我从那里回来之后，脖子上就开始出现这个黑色手掌印。果然和前世一样，红山公园是鬼童的场景试炼地，而被标记的人就是被选中的试炼者。老头，我们得去一趟红山公园。去红山公园干嘛？那里有能料理我身上诡异的大师吗？大师没有，但存在比你身上这个更强大的诡异。完了，我死定了！现在赶紧下单预定明天殡仪馆的好位置，并且让他们多准备几套寿衣。公园相比往常没啥变化，太阳已经彻底升起，觉察不到半分阴凉寒气。现在这么大太阳都能晃瞎我狗眼，就是真有诡异，还敢出来，是不是得半夜再来？看那条长椅，远处一个古朴的椅子，显得格外诡异。公园杂草茂密，而长椅四周却寸草不生，这应该就是鬼童所在场景的入口了，跟山中木屋的门一样。蒙大和布衣老头坐上长椅，一阵吸力涌来，一道古老沧桑的声音自二人耳边响起：此地名为夜半黑街。蒙大睁开眼睛，眼前是一条阴黑的巷子，往里面眺望而去，整个巷内没有半点灯光，唯有一盏盏灯笼高高挂起，散发微弱的烛光。一道身影与黑暗混作一体。怎么回事啊，老弟？老头子这是穿越了？不是穿越，我们到了鬼的世界。这里是夜半黑街，我是宝楼的伙计，现在够人数了，试炼可以开始了，请跟我来。兄弟，我观这人面色发黑，我算他有血光之灾，怕是命不久矣了。这个不用担心，他早就死了。死了就好，我还以为我又算错了。伙计领着两人穿过黑街，来到一个老人面前。老人眼睛里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瞳孔，而在大厅里还有3-4个活人，全部都是锁骨上留着黑色掌印。我是宝阁的掌柜，感谢各位接下寻宝的任务。这个老头身上穿的寿衣真不错，挺适合我的。你们每人各有3000明钞的数额，在夜半黑街内淘换物件，上交至宝阁去吧。淘不到宝贝就不用再回来了。这一次倒有一人很是出彩，是最侧边的年轻男人吧？不是他，是那位老先生。那位老先生全程一直在看我的衣服，区区人类而已，能看出掌柜所着衣物的奇特。所以那老先生不凡，必然是一位高人。离开宝楼后，蒙大又带着布衣老头来到了夜半黑街。伙计大哥，来根华子，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掌柜说，诡异也得恪守原则，抽华子容易堕落。我这有一条华子。掌柜也说，最大的原则就是将顾客当作阎王，用心招待。哥，你想问啥？通过一顿询问，蒙大了解到了不少信息。这个黑街一共20个店铺，除了宝楼，还有肉饭店、鬼奴店、血站等等，各自存在不同避讳，误入容易亡命。而在黑街深处，更是诡异的忌讳之地，那里藏着黑街暗室入口，也对应了宝楼的寻宝任务。人类怕了吧？一般的试炼者没找到暗室所在地就得亡命，就算找到暗室了，无法从一堆杂货废品中找出真品，那也得死。暗室入口位于店铺的第7间，后面的看你们自己了。不得不说，华子的滋味真是美妙啊！蒙大和老头很快找到了黑市第7间的店铺，店铺门口是个古朴的黑色大门。门一打开，里面挂着盏盏灯笼，其中的光亮比起巷道还要更强，各种身影来来往往，里面布置着数以20多个小摊位，摊主相互间不断交谈，而各道身影是各种死状可怕的诡异。老头，我们进入诡异窝了，至少不低于上百股。
蒙老弟，你陪我进入鬼地，以后就是我的真兄弟了。看这小葫芦好像不错，紫色的。我的天，您可太有眼光了，镇店之宝都被你挑到了，好东西，这真的好东西，里面可能封存了一尊灭城级诡异的力量。蒙老弟，你看这宝贝咋样？我看不懂，你觉得好便行？按照前世的走向，即使没有我的帮助，老头也能获得鬼瞳，何况我身上10万亿，足够买下无数个黑阶暗示，根本不怕买不到宝贝。这个好像也不错，有眼光，又挑到我们店的一个镇店之宝。摊主，这里到底有多少件是镇店之宝？就这一桌都是镇店之宝。这个黄纸是冥王诅咒过的，3000明钞不二价。300明钞行不行？就3000，我这可是好东西。那我退一步，280。你这人类心咋这么脏，还降价呢？280成交，当交个朋友。蒙老弟，我是不是亏了？摊主含泪血赚250明钞。不对，等等，这个黄纸在前世的印象里，似乎并非废纸，而是启示页，也称作启示黄纸。难怪老头前世能获得鬼瞳，这个启示页就是个大宝贝。启示黄纸没有品级，而且只能使用一次，但是作用堪比灭城级别。它能对未来一世进行告知，相当于预言，只需将鲜血变染黄纸绑定自身，再念出想要启示之事，鲜血浸染的黄纸之上便会自动浮现问询之事所设未来的情况。有这件道具，我甚至能去尝试契约鬼影。老头，这个物件与我有大用，我买下。买什么买？一张破纸而已，兄弟要就拿去。我出5万明钞买，这是它的历史最高价格。你拿着这些明钞再去淘一些宝贝。就这破黄纸，5万明钞，小伙子，吹牛也夸张了呀！我还不知道我卖的什么货色，5万明钞你可知道是多少？随着蒙大一张小小的卡片掏出，一股威严往四面八方流动蔓延。原本暗室之中诡异重重，各个摊位之间诡异交谈声音不断，可在这一刻，整个暗室彻底静了下来，鸦雀无声，一片死寂。这是民航卡，老身绝对没看错，一个活人竟然这么有钱，卡里至少100万，可能上1000万，甚至传说中的亿万身家。老头给你，这是5万。不得不说，兄弟你这一手戏法震惊了我，凭空造明钞，着实是神技。不多时，老头在暗室内兜兜转转，竟然又淘到一个宝贝双胎吊坠，让蒙大不得不感叹气运这个东西。回到宝阁的时候，发现除了他们2人，竟然还有一个女人也活着回来了。人齐了，请速速进去，开始鉴宝环节。你们终于到了，就等你们了。你先来吧。运气不错，追命级入门未能的物件，这死鬼的乞讨碗折合4000明钞左右。如果你愿意把此物提交给宝阁，超出部分为1000明钞数额，你分的5成，获得500明钞奖励，便可以离开了。女人听到自己活下来了，狂喜提交宝物后离开了黑街。老先生，你要提交何等物件？布衣老头在蒙大的示意下，掏出一张黄纸，正是那个启示页。就这就是一张废黄纸。呵呵，那你的眼力不过如此。人类，你不想活了？怀疑我们掌柜的鉴宝能力，我们掌柜的12鬼瞳已开5只，基本确定这件物品是个废品。掌柜的眼眸开始发出诡异的黑光。等等，这真是一个好宝贝，这竟然蕴含异似预言气息。这老先生果真不凡，一双肉眼竟比我12鬼瞳还要狠辣。老先生，是我看走眼了。此物折合明钞5万数额，超出部分依然是55分层。我没想将这个提交至宝楼，要提交的物件是这个。布衣老头拿出了后面淘到的一个吊坠，宝阁掌柜有些失望。这个吊坠虽然价格超过3000明钞，但是相比黄纸来说不值一提。想到这里，他的心念一动。老先生，你获得了我的认可，获得了契约我的一对鬼瞳的机会。这个机会的代价是5万明钞或者你的眼眸。5万明钞用黄叶和吊坠，这算也差不多等价。5万明钞太高，我还一口价，500明钞博一次，如何？低于5万便免谈吧。我答应。嘿嘿，无知的人类，我的鬼瞳哪那么容易选主契约？最终黄纸还不是会乖乖来我这里。开始吧，鬼瞳择主，进入鬼瞳异世界。鬼瞳一对一对显现，却丝毫没有契约老头的迹象，直到一对特殊眼眸出现。亏死鬼瞳，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情况？
掌柜的心在滴血，5万明钞失去一对鬼童，是他打死也不愿意的，只是因为他以为吃定了眼前的老人，可惜诡异规则不允许反悔。你得到了一对鬼童的承认，我另起与你契约，但驱使亏死鬼童的代价是每对一位生灵使用一次，皆会失去你的一部分实力，等你势力全无，便是死亡降临之日，也或者可以用1000明钞豁免代价。契约成功了，有获得鬼童的老头帮助，我就能尽早拿下鬼影，掌控破道级别的诡计，那基本是立于不败之地。伙计送客，把那老头和那小子拉入黑名单，永生不再接待。传送出黑街后，没想到诡异场景唯一存活的那个女人竟然等着自己。你们终于出来了，我知道你不是寻常人。刚刚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过不久你也会知道的，那是鬼的世界。是不是只要我小心些，不再进入恐怖场景，就不会再遇到那些该死的诡异了？错，世界已经封魔了，诡异在世间行走，躲得了一世躲不了一世的。我想投靠你可以吗？我不是圣人，但我可以提醒你，诡异末世已经来临，只有契约了诡计的人能称之为人，其他的都是口粮与草芥。当你有一天获得了诡计再来找我，我会考虑收你为仆从。在回去的路上，蒙大搭乘了一辆出租车。嘿，这世道不知道怎么了，车价翻5倍，都一堆人抢着要坐车，说什么要逃离原处越远越好，我就把他们全载到高铁站、飞机站了。一个下午挣了4、5千块，要不是6点开始全城封锁，我准备晚上也跑车的。晚上还跑车？师傅你不怕诡异？诡异？有个屁的诡异，没钱才是最诡异的。如今江海开始封锁，近乎90%饭馆酒店关门谢客。诡异降临第2天，街上明显冷清了好多。官方的反应也很迅速，明白此次诡异事件不是局部的，成立了紧急事态行动队，专门处理越发频繁的诡异事件。在恐怖降临的初期，官方的力量不可小觑，主要是初期降临的诡异不强，大多是恫吓级、追命级和破道级极少，更别提更高级的诡异。到了后期，官方作用效力已经很小，基本管控不住那些已经获得了诡计的契约者。要说诡异，服装城那边还真有诡异的事情。服装大厦已经封控了，聚集了很多道士和江湖奇人。什么？服装大厦？那不是鬼影的试炼地吗？难道被人捷足先登了？不应该呀，这个场景危险无比。在上一世末世诡异爆发1个多月后，才有人触发服装大厦场景。师傅，先去服装大厦，走到封锁线的边缘，抬头往前一望，已经能看到服装城的全貌。明明已是白天，阳光正盛，可整个大楼内部充斥着一股杂乱不堪、令人不安的阴气。虽受到阳光影响，阴气无法溢出大楼，可任何一面玻璃都透露着邪性，甚至多望几眼，仿佛看到似有人影在火光之中苦苦挣扎。兄弟，里面问题大哩！服饰城大楼之中果真藏着大恐怖。快走快走，里面不给进。里面发生什么了？为什么封锁？与你何干？想活命就赶紧走，里面有大恐怖，进了就出不来了。小兄弟，我是来处理这个事件的大师，我观你面色发黑，必有晦气缠身。原来是大师，里面聚集了很多大师，快请进。值守的男人正是警视队的队长，虽然他知道面前的2人可能是骗子，但是对服装城的诡异事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仅仅2夜功夫，本市已有2000余人丧命，1000余人失踪。面对这些，他们起不到半点作用，只能寄希望于江湖人士。在服装城大门充满着一股蛊惑人心的力量，好在蒙大和布衣老头都身怀诡计，能稳固心神。亏死鬼童，切！幽灵鬼手，切！在2人的感知下，服装大厦的阴气逐渐显现出来，他们眼中的服装大厦出现了熊熊大火，而诡异在大火里尖叫嘶吼。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火焰虚野？因为这里当年发生过火灾，蒙大回忆起当初闹得很大，甚至惊动全市乃至全省的大新闻。要知道，当年服饰城的生意极佳，每日人流客户量以万人计数，里面服装店铺一间隔一间全都堆满了服饰，满满当当。直至一把火出现，全楼皆是易燃品，火燃得极快，没几分钟便波及整个大楼。一部分人逃了出去，另一部分人则是被杂物堵在了里面，警戒被大火封死，难以逃脱。哪怕遥隔10里之地，仿佛都能听到来自服饰城的哭喊哀嚎。服饰城失火后，那时恐怖还未降临，诡异还未复苏，便早已有所传闻，说服饰城内时不时有哀嚎声传出，又时不时有鬼影在烈火中重燃。如今末世降临，诡异复苏，本就大凶之地的服饰城必然更加生猛。于灰烬里重燃，遇阴气与烈火而生，无穷无尽，这就是鬼影的试炼场。蒙老弟，你看那里好像有一个人，不对，应该只是展示衣服的塑料模特。
当日那把大火，塑料物件不可能保存至今，小心些，这地方很邪门。蒙大心念一动，右臂处形成一只肉眼无法捕捉的拳影之手，诡异之手刚触摸到那个，他的身体便散落成10多块，而切面整整齐齐。这种死状似乎是来自砍刀魔。蒙大突然回想这位前世凶无赫赫的诡异契约者，他契约了诡计鬼斩大刀，唯有那个诡计才能造成如此死状。这尸体的存在基本可以证明砍刀魔出现过，很可能还在浮世城大楼，甚至已经入了鬼影所在恐怖场景。我们需要更加小心了，除去原有的危险外，里面可能还藏着一位诡异契约者，他很危险。蒙老弟不要怕，我2兄弟联手还怕一个小小的诡异契约的不成？倒是这个鬼影试炼入口应该在哪里？所有的场景入口出现的都很诡异，比如山中出现有灯光的木屋，杂草丛生的公园里出现一个周围寸草不生的木椅，鬼影的入口地也会有这个特征。就在这时候，蒙大注意到了楼层深处的电影海报，再往前看，黑暗处散发着幽幽的红光，隐隐有电影院的雏形。浮世城竟然会出现电影院！蒙大和老头往那边靠近之后，只感觉一股寒意扑来。电影院的前台位置站着一位穿着制服的接待员，他衣服完好，可整个身体却如同焦炭一般，所有身体能够观察到的地方全部布满了被高温烧伤的痕迹。见有新人到来，前台诡异满是焦黑的脸上浮现几丝意外。还没轮到下一批，你们怎么上来了？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有眠电影院。蒙大往里面打量了一下，等待厅的位置有道道身影坐立不安，都是绝望神色，是被困在此处的活人。他们估计就是被困在浮世城所谓的处理诡异的大事了。不对，伊奇奇，他怎么在那里？伊奇奇是蒙大在末世降临前提醒周围的人囤冥币的时候，唯一相信蒙大并且把全部身家拿去换了冥币的一个朋友。虽然他的身家不如蒙大10万亿那么丰厚，但是估计也有上亿身家，只是不知道为啥能在这里遇见。这时候，伊奇奇也看到了蒙大，焦急地说话向蒙大使眼色，示意他不要进来。但是蒙大听不到声音，似乎影院外与影院内的世界被无形的力量隔绝了。电影快开始了，一张成人票300冥钞，若不足冥钞支付，可以使用血肉抵价。不管为了救伊奇奇，还是为了搞清楚鬼影之地入口所在，都必须进影院。这是600冥钞。进去吧，祝你们观影愉快。蒙大哥，你怎么进来了？进来了就根本出不去了，无论怎么跑，最终都会回到电影院里。出口可能就在电影院里。蒙大看向了伊奇奇旁边的猫和狗，竟然是契约的鬼宠。不知道这2只鬼宠是看上了伊奇奇的冥钞还是冥钞。现在是诡异降临第2天，的确有不少天选之人已经开始契约诡异。顾客们，人齐了，电影要开始了，进去吧，记得选择正确的位置入座。通过一条通向深处的走廊过道，微弱的光亮基本能够看清里面的布置，能看到一共就一个影厅，闪着诡异的红光。等会入了里面，先不急着入座。兄弟，发现问题了吗？蒙哥哥，外界所有影院都会这样提醒一句的。你们看电影票的票根，随着目光落在票根的票面上，发现上方只有永眠电影院的字样，除此之外空无一字，连最基本的位置信息都没有。没有票根却让我们选择正确的座位，我猜测和我们一同观影的不止这群人类神棍。没事，我来直接问问工作人员。哥们，向你打听点事。哥们，你能听见吗？我来吧，兄弟，来一根华子。我的天，蒙哥哥这是做啥呀？小姑娘，老头子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你还小不懂，这叫人情世故。兄弟，你一片好意，那我就领你这个情了。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正确的座位？问这个不太好吧，里面的具体情况我并不清楚。烟还我。兄弟且慢，我知晓一些信息，找到自己的座位才能开始观影。如果找错位置，便会与其他持票诡异发生冲突，被索命。找错位置坐下，不会受到来自场景的惩罚吧？什么场景？这里就是看电影的。蒙大有些失望，他得出了2个信息。第一个，一同观影的有诡异，站位会被索命。这个其实蒙大不太担心，因为他拥有鬼手，而老头拥有鬼瞳，一般的诡异只有魂飞魄散的命。他担心的是第2个信息，电影院还不是真正的鬼影试炼入口，那入口究竟在哪里？走吧，我们先去坐下。兄弟等等，你还没给我火。观影之地仿佛棺材，空间不大，四面红墙像是铺洒了一层浓厚的鲜血，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方半墙大小的幕布用来放映，中间有5排10座，每一张座位上皆弥漫一股浓厚的黑雾，根本看不真切里面所蕴含着怎样的存在。我们得选出正确的位置，选错就会被诡异袭击。老头，使用鬼瞳。亏死鬼瞳，切！1000冥钞作为代价，烟消云散，黑雾层层被揭开，一道道干枯的身影，骨瘦如柴，盘踞在座位之上。蒙老弟，冥钞消耗太快了，而且挨个看完太耗费时间。我这里有冥钞，蒙哥哥让我准备的冥钞，我这里还有很多。他从身上拿出一张卡片。卡身幽金暗黄，弥漫散发一股浓烈的幽冥气息，瞬间铺散在整个影厅之中，活人无感，但诡异已然觉得一股压迫感袭来，
所有黑雾烟消云散，影厅一阵无形震动。竟然是民航卡，任何一张民航卡都绝不简单，而且这竟然是一张顶级幽金民航卡，仅次于传说中的钻石卡以及至尊黑金卡。我的天，这几人到了影厅究竟要做什么？我们入座吧。三人来到幕布之下坐定，纯黑的幕布，深邃的像是一孔黑洞。这款是老式的幕布了，现在几乎新的电影院都不会用这种，除此之外倒是看不出其他。确实，幕布并没有几分特殊。快看，电影开始了，幕布闪动几丝雪花，像极了老款的箱子电视机没有信号时的表现。随后几丝光亮透出，一幕幕的画面闪动。一开始是无边无尽的黑暗，过了半晌时间，无尽黑暗渐渐消退，周围的场景也慢慢显现出来。刚刚明明是稳坐在影厅的沙发座位上，莫名其妙就变成了站立姿态。一个古式阁楼慢慢显现，前方古式阁楼上方挂有一块牌匾，雕琢龙飞凤舞4个大字，回魂戏院。往内看去，挂着白布条条，布置就有如灵堂一般。蒙大心念一动，回过头看去，一个四四方方的虚浮影厅的场景，一个个活人闭合着双眼，似乎睡眠入梦一样，毫无知觉。自己和布衣老头一起起三人的身影也在之中。这是来到了幕布之中，也就是电影中的世界了。一阵涟漪闪动，场景消融，一起起和布衣老头也传送了进来。你们也进来了？进来？我们不是在影厅吗？我们的身体还在影厅，但是我们的灵魂来到了幕布之中。蒙哥哥怎么办？我们还能出去吗？不要慌，琪琪把手给我。蒙哥哥，这样太快了吧？你想啥呢？我做个实验。兄弟，你真的一点不怜香惜玉。看这手掌印，同步反馈到了现实世界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中死了，在现实中就是真的死了。是的，而且我们现在才真正进入了试炼场景，估计不止我们这一批人在里面，还有其他的人。蒙大想到了进入商场遇到的死者，那是砍刀魔的手法。进入戏院之中，所有诡异齐刷刷抬头看向了蒙大三人。既然有新的表演者进来了，在回魂戏院，你们的任务是上台表演一出好戏，根据获得赏牌的数额得到奖励。那要是没有获得赏牌呢？嘿嘿嘿，你说呢？那估计我老头子得嘎在这里了。3000明钞打赏是离开这里的最低数额，超过的可以带8层走。要是不足3000赏牌，那就有眠于幕布之中吧。蒙老弟，我们秀才艺的时候到了。蒙哥哥，我觉得我也可以，我会任务哟。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诡异打赏的主观性太强，这个试炼会很难。当然，这只是对其他的试炼者来说，对于我们没啥难度，毕竟咱们有钱，大不了3000明钞为自己赎身即可。一人上台独角戏不好演哦。本次试炼上台演出并不限制人数，你们可以前往戏院后台早做准备。蒙哥哥，这个诡异是个好鬼，还知道提醒我们。想多了，3人同台就得9000赏牌，除了我们其他人基本上有死无生，这是给我们挖坑呢。上台表演无非就是被耍猴，我们有明钞能过，如今最要紧的是找到身怀鬼影的诡异。前世的自己太过弱小，只知道鬼影试炼，却不知道鬼影究竟在哪里。在2楼贵宾包间可能性很大，只是包间那么多，到底谁才是鬼影？琪琪，你的猫狗该派上用场了，让他们前去2楼探探路。就在这时候，旁边走来了几人。蒙大没在服饰城看到过，应该是上一批进来的人。又来新人了，小子有吃的喝的吗？分点给我们。没有，没有，这一老一少加一个女人，能有啥战斗力？兄弟们，给我上！我按住老头，你按住女人，把这男的做趴下，大家再来分东西吧。小崽子们别反抗，反抗等会手脚重了，把你们打死可就不好了。小美女长得不错，东西交出来，等会分你一份。就你们8人是吧？怕了吗？不过晚了，就算你现在求饶他们放过你了，我也要揍你一顿。你话最多，那就从你开始吧。鬼影之手。他不是人，只有诡异才有这些特殊的能力，他也是诡异。快跑！这些诡异是真的狗。哦，你们说谁狗呢？小子，他们可是戏院的收入来源，严禁自相残杀。你把他们打残了，他们表演不了节目，会是戏院的大损失，所以你们还要承担他们的份额。你们抓紧练习节目哦。诡异大娘走后，蒙大3人准备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快看，那3个诡异在吃东西，诡异也要吃东西的吗？刚刚确实被吓一跳，现在仔细看看，他的胸口高低起伏，明显正在呼吸。诡异可是不会呼吸的。他们也是活人，拥有超凡力量的活人。活人为何能够拥有诡异的超凡力量？难不成诡异出现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超凡的机会？这时候，剧院诡异伙计们开始准备起了表演道具：现代的吉他、扑克、魔术道具，古式的琵琶、古筝、舞扇，应有尽有。我看到了我年轻时玩过的。蒙眼飞道：老头，你还有这本事？本事还是有的。我年轻的时候，长期与医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兄弟信我，以前我近视，现在有了鬼瞳，我飞刀必然无误。好了，贵客们，表演开始了。
下面请第一个表演者上台。一个人满脸苦涩地走上台，面向诡异观众袭鞠了一躬。各位诡异大哥好，我为各位看官献上一曲学猫叫。我们一起学猫叫，猫猫猫猫猫。我们拙劣的表演者，你的试炼任务失败了。蒙哥哥，这些诡异真不是人，这样戏弄失恋者。姐呀，他们本来就不是人，只不过确实太残酷了。不是只有这里这么残酷，所有的恐怖场景都是这样残酷。这是末世，不是游戏。下一个表演节目的小可爱是谁呢？要我指定吗？第二场，我们3人一起来。3人就是9000赏牌的数额，你们既然想来，那就来吧。打起来，打起来，互相厮杀，我就开始打赏。我比较喜欢艺术性的，把你们的肠子抽出来打个蝴蝶结，我就打赏。给我闭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我的天，这人类竟然自己兑换了9000赏牌，这个人类是在侮辱我们吗？明明可以靠赏牌直接过关，却偏偏要假装上台表演冒犯我们。你们完成了任务，赶紧离开吧，要不是规则限制，我真想把你们当做晚餐。任务完成之后，那我们便不再是试炼者了。现在我想以客人身份光顾你们回魂戏院。光顾回魂戏院，愚蠢的人类，你简直大言不惭！你们诡异怎么都一个德行看不起人呢？我就单纯想进2楼包厢赏赏戏。想要登上2楼，还需要一次性打赏10万明钞。10万明钞倒是不贵。民航卡，我的天！能够登上2楼包厢的几位贵宾诡异手中也有民航卡，但大多都是墨玉配色、绿玉配色，所带来的威严感并不算强烈。这张民航卡所带有的威压无比强烈，绝对是顶级的民航卡，其中数额预测不低于1亿明钞。贵客，不对爹，要不我上台给你翻2个跟头赔礼道歉？不用，立刻安排我们上2楼就行。好的爹，马上安排。诡异大娘领着3人走上2楼，齐齐的2个鬼宠在一个包厢门口嗅来嗅去。您是戏院的贵客，今日无其他贵客占房，可以随意挑选一间，不过得注意一点，唯独4号房间不可选择，人鬼勿进。我怎么一看那道门就有心慌的感觉？兄弟，我看到那阴气很浓厚，阴邪气息远超以往所见，看样子里面的确有可怕的存在。4号房间有什么特殊？4号房间中封印着回魂戏院曾经的老板，他比我强大的太多，只是丧失掌控权能后被我接手了此地而已。所以是你把他赶下台，并封印在4号房间，取而代之。我没这个本事，他被封印一事我并不知晓，可我知道封印他的物件为3颗棺材钉，此物对诡异有极为强大的克制作用。除了4号包间，其他的空包厢都可以任选。祝大家赏戏愉快。兄弟，我刚刚使用鬼瞳勘测了你身上有死亡气息缠绕，很浓厚，且有一条明明阴线牵引，连接着4号房间。窥死鬼瞳下的死亡线，代表着进去必死。4号房间到底有什么隐秘？琪琪身上也有死亡线，不对，我身上也有，这条狗也有，这只猫竟然没有。先用启示黄叶看看是什么死亡危机，顺便问问鬼影所在。前世还未能接触到那般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只知道鬼影是炼体，其他信息全部无法接触，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启示黄叶。鲜血为引，黄叶线。黄叶，鬼影在何处？如果我们进入4号房间，会发生什么事？话音落下，原本老旧褶皱的启示黄叶上面像是有人正用手指书写着一行行的血书。进入4号房间，普通的包厢，见到一道黑影，3颗棺材钉。他是回魂戏院以前的老板，诡计是鬼影。你们与他谈判交涉成功，谁来放他自由，他就甘愿成为谁的契约鬼。解开封印需要3颗棺材钉，每拔出1根钉子就需要付出1条生命的代价，谁拔出最后1根钉子，诡异就愿意与谁契约，但那个人也会因为拔钉而死。1颗钉子1条人命，3颗钉子就需要3条人命来填。这里竟然真的是鬼影所在地，谁来放他自由，他就甘愿成为谁的契约诡异。前世的那个大佬又是怎样与鬼影契约的？死后若是救得回来，是不是就可以破解了？救得回来，那叫伤不叫死，姐你有点天真。不是，我这只猫猫，你们知道为啥叫猫百万吗？因为契约花了100万明钞，而那只狗只花了18明钞。猫百万说，如果我死了，它能复活我，所以它是值钱货，得收我100万明钞。琪琪，你说真的？这只猫的诡计是复活？猫百万确实有一招诡计，它能以献祭100人的生命或者100万明钞为代价，凝聚一只冥尾，冥尾具有复活之力。100万明钞，即使对大人物来说都是天价，不过对我来说就是9牛1毛。看来琪琪和猫都得收了呀。以后你就是我们队伍的御用喵了，每使用1次复活，就额外奖励你10万明钞，这是330万明钞。先来3次复活。随着吸力涌动，明钞消失，猫百万的身上慢慢凝化出3只冥尾。我进去看看，你们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蒙大身形被黑暗覆盖，4号房间的房门也在第一时间合上，而此时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竟然是活人，区区活人也有资格上戏院的2楼。我直说吧，我来这里是想契约你，需要什么条件？口粮就要有口粮的觉悟，竟然还想契约我？契约我也简单，解开我的封印，便与你契约10年。你打发要饭的呢？这3颗棺材钉至少能封你数千年，自己先砍1刀。我砍1刀，那我念神经病！我让你往上砍，那就20年。别一点点加了，我说一个数，100年。100年绝不可能。那我走。行，回来吧，回来吧，这波我真是亏大了。愚蠢的人类竟然真的以为能契约我，拔钉之时就是你的死期。人类，拔下钉子，你就有机会拥有无上的伟力，赶紧动手吧。蒙大没有犹豫，随着手触摸到钉子，他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开始枯萎，在身体消散的一瞬间，一根明尾浮现，蒙大的身躯立刻重塑。什么？这是复活？怎么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诡异可要信守承诺，等着被我契约吧。说话间，又一根棺材钉被拔掉，房间内幽冥气息疯狂涌动。祝我们未来合作愉快。随着蒙大话语落下，最后一根棺材钉被拔掉。1楼回魂戏院大堂，这气息，前老板被放出来了。那贵客真把曾经的老板放出来了。木板上原本的一道黑影，顿时有如充气一般，逐渐膨胀起来，渐渐显化，最后化作一道身影，漂浮于屋中，停留在蒙大的身侧。黑色迷雾盖着他的整个身体，这便是鬼影的真身，一只身披黑影无法直视探查的黑影诡异。我的任务你已经完成，你有资格契约我。施展我诡计的代价，需要献祭自身的影子。当你的影子被我全部蚕食，那你就会变成影子。明钞代价呢？亮银500，制银3000，行银2000明钞起价。鬼影的驱使有3种方式：一是亮影，通过影子生成影子士兵，投入战斗之中，1位影子士兵500明钞；二是制影，融合所有影子士兵生成1位影子大将，实力接近破道级，一次便需要支付3000明钞。3是行影，将对手的影子拷贝复制1份，生成影子作战，实力与对手接近，支付的明钞数额与对手的实力成正比，最低也要2000明钞起步。咋回事？就这？怎么跟前世凶名赫赫的鬼影比，有点名不副实，还不如鬼童呢？不应该呀！你这破道级到底行不行的？能对付得了其他破道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说我不信？行影有着能够拷贝应对破道级诡异的战力，而我也拥有破道级别的战力，2对1足够一战否？原来如此，相当于无论对方多强，你都比对面强一截，那便契约吧。渣男，刚才对我爱答不理，看我有价值了又开始屁颠来契约。鬼雾起，鬼影柔，一阵黑雾涌动，包裹住2人。成功了！前世可望不可及的诡计鬼影，从此诡异末世必有我蒙大威名。报告，和平饭店出现切财诡异。报告，威海大楼有吊死诡异，追命级别中有，诡计为鬼神。数据立刻更新至导航 APP， 防止平民误入。外界服饰城大楼此时已经乱作一团。队长，太奇怪了！据最新电磁观测，服饰城超大规模诡异力量停止蔓延了。诡异力量停止蔓延了？可是刚刚入夜，正是蔓延加快之时，怎么突然停住？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诡异检测部发来报告，就在刚才电磁力剧烈波动，然后突然停止，凭空消失了。快看，有人出来了！竟然是他们！我记得其中2人就是2天前进入服饰城的高人，没想到竟然能活着走出服饰城。3位高人终于出来了，不知道其他人如何了。除了我们都没了。不过这片区域诡异力量不会再蔓延了，诡异已经被我收服了。这位高人，你竟然是诡异契约者？你们还知道诡异契约者？看样子这2天外面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错，这几天外面有不少人度过诡异灾变，成功契约了诡异，并且我们已经标注了已知的诡异出没点。蒙大通过官方人员的手机看到了地图上竟然把诡异点标得密密麻麻。7月发廊有人去过，诡异理发师剪头发物美价廉。豆豆幼儿园有个宝玉诡异，需要年纪5岁以下才有机会契约他。官方的应对真是及时，只是不知道随着诡异降临事件越来越频繁，还能不能这么有序。既然你们成功活着走出诡异之地，成了契约者，那这张特殊通行证你们收下，希望先生您能多解决几个诡异之地，造福人类。这个通行证蒙大确实需要，能够进去很多不方便进入的地方。子弹灭不了诡异，却能灭了活人。在身躯不能完全无视枪火炮弹时，自然不能与官方交恶。离开服饰城大楼后，已经到了傍晚。蒙大一行人走到大街上。爸爸妈妈，为什么那几个人可以在外面走动？那3个人就真不怕死吗？现在已经5点钟了，最迟6点，那些东西可就要出来了。也许他们根本不是人，他们肯定也是诡异，否则怎么敢在街头游荡？肯定是骗我们下去，索我们的命。快把窗帘拉下，以后5点之前必须回家。经过这几天，诡异复苏一事早已人尽皆知。
老头齐齐，我准备建立据点，单打独斗不能长久。现在我们都是契约者，只有创建自己的势力，才能在末世立足。蒙大的想法获得了老头和齐齐的一致好评。以我鬼童的威能，必能纵横天地间。老头，为啥你年纪大了还有点中二呢？你不懂，这叫热血。好心人给点吃的吧，3天没吃东西了。小伙子，来这里撒一下，好耍得很。我们得赶紧离开了。入夜之后诡异越来越多，我们不一定就能抵挡得住。明早就去买据点的房子。先生你好，你确定要买这套瀚海第一豪宅吗？没错，有什么问题吗？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的掌舵人说了，不能以现金支付，需要明钞并且诡异契约者才能购买。没想到仅仅过去2天，竟然开始出现了冥币进行大宗交易，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据点的事情必须抓紧了。这套豪宅需要多少明钞？10万明钞。小子傻了吧？现在的世道契约者都很少，能拿出10万明钞的契约者更是少之又少。瀚海第一豪宅这么便宜吗？便宜？小子你在说什么大话？即使瀚海第一契约者组织飞龙帮，拿出这么多明钞都得伤筋动骨。我狂傲天平生最见不得装的人，今天就看你不爽了，必须教训你。诡异附身，爱哭鬼的嚎叫。什么？你们为什么毫无反应？因为你的诡异太弱了。亮影7。这是什么级别的诡异？为什么我的契约诡异在崩溃？10万，这套宅子我买了。好的好的，先生我这就为你办理。慢着，不能卖。先生你好，我是瀚海集团掌舵人，你可以叫我薛公子，我愿意把这栋房子送给你。送我？还有这种好事？实不相瞒，我有事相求。不好意思，我不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我可以投靠你，我已经收拢了全城的物资。你购买豪宅是想建立势力吧？我可以给你们势力提供最坚实的物资后勤。时代变了，我需要一个靠山，而你是我见过最强大的契约者。眼力倒是不错，说说吧，你遇到什么事了？公司有个高层因为契约了诡异，竟然叛变跟我争夺仓库控制权，我已经要压不住他了。我和琪琪去一趟。老头，你砍价厉害也有事要做。傍晚时分在公交站等待诡异公交车，前往收集黄泉车站的信息。黄泉车站的公交车连接着各个恐怖场景，所以黄泉车站是末世的交通枢纽与信息收集中心，在末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要建立自己的势力，交通要塞是重中之重。哟，我说这是谁呢？这不是薛公子吗？怎么了？上次被教训的还不够惨吗？老老实实交出控制权可以饶你一命。如今时代变了，现在是诡异的天下。王老三，我薛家当年待你不薄，你不感恩就算了，竟然恩将仇报，算我瞎了眼。所以我给你一次机会，你交出仓库控制权就可以饶你一命。今天你要是不交出控制权，就永远留在这里吧。哼，想要控制权，那要问问我老大答不答应。我已经投靠我的老大了。什么？你老大？不会就这旁边的愣头小子吧？小子，我不知道你给姓薛的灌了什么迷魂汤，但是今天你们这几个人都得留在这里。诡异附身，落水鬼，不错，竟然是追命级诡异，但是想留下我，你还是过于自信了。自信？你怕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追命级诡异。诡计，水鬼之伤。蒙大脚下出现了神秘的水，水流之中仿佛有无数的手要把蒙大拉入水阵。鬼影起，诡计，影子冰阵。这些影子竟然每一个都有追命级实力，赶紧逃！我们无法抵抗这么多的追命级诡异。想逃？晚了！鬼影和诡计大将。什么？是什么级别的诡异？我的契约诡异崩散了。麻烦解决了，你处理后续事情，我有事离开。好的，老大。老大果然英明神武。就在这时候，蒙大感受到了血色酒店会员卡的震动，上面传来信息：血色酒店老板有请。血色酒店的强悍恢复功效对诡异有大用，把控了酒店，等于拿捏了这部分有需求契约者的命脉。蒙大心念一动，开启了血色酒店通道，进入血色酒店。大堂经理一脸谄媚：蒙老板，您来了。你们老板同意了？我们老板在包间等待与您详谈。跟随大堂经理进入包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宽大圆形餐桌，对门方向有一道身影，面色苍白如纸，竟然是破道级巅峰。喝点什么？我们酒店的生榨胆汁可是一绝。这个不用了，我们还是来谈谈你转让血色酒店的条件吧。蒙老板果然够豪气，够直接。血色酒店的意义太大了，能够极快恢复诡异上市，这点就价值无量。明钞我不缺，即使你再有钱也对我没用。转让酒店可以，前提是你得先完成我所提的条件，我们才有机会谈收购。你需要什么条件？吐露市中有一所日月光学校，你进入其中，帮我找到一个骨灰盒，我就答应将血色酒店转让于你。你不能自己去拿吗？如果你的实力都不行，那我估计也很难。进不去，里面的掌控者与我有点矛盾，只有活人试炼者才能进入。可以，我接受。怎么样，蒙老大，这座别墅还满意吗？很不错，不愧是瀚海一号。亮影气，
影子士兵守卫这座别墅的四周，擅入者杀无赦。这些亮影都是追命级实力，全天无休，有他们护卫我们的据点，在目前这个阶段没人能擅闯。24小时无休，这么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家要是听了都得感动哭。老头，说说你今天去黄泉车站打探到的情况。经过我一天的探查，我发现前往黄泉车站必须包车，否则只能在中途站点下车，而且在路途中不断会有诡异蛊惑活人破坏公交规则，一旦破坏规则他们就能出手。而这只是第一重危险，到了车站后才是真正的危险。我远远地看着车站黑云滔天，诡异汇聚，仿佛一口黑洞，我不敢深入，只能先回来汇报情况。老头，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稳。黄泉车站、诡异庄园、血色酒店、夜半黑街，这些场景各有妙用，我势在必得。而如今我们最重要的是先去土路市。去土路市干嘛？去寻找一个东西，它是血色酒店收购的关键。去土路市，这地方我熟啊，我给你们带路，我在那边有人。第二天，蒙大一行人驾车刚到达土路市的外围，就在路上被阻拦了下来。这是目前唯一进入土路市的公路，此刻却布置了重重的铁栅栏，很多身穿警示队制服的人员站在其中，还有2支武装到牙齿、真枪实弹的战士小队。老大，前面有设卡检查，这是暂时封闭各个城市间的往来吗？还是仅仅针对土路市？有些城市诡异祸乱较少，更为安全，城市之间封闭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前方禁止进入，迅速离开此地。兄弟，你应该认识我吧？我是经常上电视的瀚海薛公子。不认识，警告你们迅速离开。治安队的程队你知道吧？我跟你们程队很熟。程顿，他前2天死了。我跟你们李队也很熟，昨晚死了。再不离开，我们就开枪了。老大，我的关系用不上了，要不先退去，再找机会。马上要入夜了，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其实我也有关系。什么关系都没用。就是呀，老大，在印能有我认识的那几位长官印。这是我的证件。蒙大拿出小小的一张证件，正是服饰城外面的长官给他发放的，能进入任何官方封闭的诡异场景。那个负责人瞟了一眼卡片的符号，正是警示队的标志。且标识符号的颜色为银色，按照金银铜铁的级别，权限比起它还要更高。这是最高特殊通行证，拥有此证件之人皆不是凡人，代表着持有者拥有解决恐怖场景的能力。快放下枪！不知道是高人在场，多有冒犯。果然老大才是最牛的。放行，赶紧为高人放行。此刻的天已经黑了，蒙大一行人决定先前往薛公子在土路市的别墅休息一晚。而在到达别墅所在地点的时候，却发现了不对劲。不对劲，怎么会有灯光？兄弟，会不会是你走的时候没关灯？外面的布局有人动过，有人占了我的房子。就在这时候，几道身影走了出来。什么人敢随便闯进我们的地盘？这是我家，产权证上就是我的名字。听到了吗？你们可以离开了。既然知道大爷们占了，就该乖乖滚蛋，还把房子要回去吗？这房子真不错，不过以后归我们了。等等，你们男的可以管，女的留下给我们探探路。蒙哥哥，我能让狗18咬死他们吗？本狗申请出战。什么？狗在说话？这狗是诡异，他们是契约者。怕什么？我们勇哥和8哥都是契约者。先下手为强。诡异附身，吊死鬼。诡异附身，少生鬼。诡计，吊死鬼的神父。诡计，少生鬼的绝响。窥死鬼瞳，迟缓凝视。诡计，幽冥鬼手。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身体动不了了？感觉被无形的手束缚住了。饶命啊！我们这就离开，放我们一条生路。机会一开始就给过你们了，现在没有机会了。狗18，把他们叼出去。土路市警示队得知蒙大此行目的后，带来了关于诡异学校的资料。土路市红城高中又名月光光学校以及诡异地狱，全校异常，有7人进入校园失踪，已封锁全校。纸张的背后写着触目惊心的几个红字：极度危险，慎入。蒙大一行人没有耽搁，很快来到月光光学校校门口。学校上方重重乌云，没有半点日光，好似暴风雨即将来临。蒙哥哥，这里好压抑。这里的危险程度不低于回魂戏院。来时的路消失了，这学校的影响范围太大了。先进去吧，静观其变。而就在蒙大刚刚说完，几人身前几十米远的位置，薄薄的雾气中有一道身影渐渐浮现出来。一位地中海秃头男人，他漂浮着身子，堆着满脸和善的笑意，一路飘来，散发一股学校领导的姿态。随着靠近，令人头皮发麻的威压弥漫开来，竟然是半步破岛。随便来个诡异就是半步破岛，这个月光光学校诡异等级何止一级？我老头见过这么多诡异，这位的威压绝不是普通诡异能比的。欢迎欢迎，很高兴各位老师过来帮忙。不，我们不是老师，我们是来找东西的。
来这里的人类就是老师，我们学校很缺老师呢，刚好你们来了，没有老师的话我可管不过来，现在的学生不好带呀。蒙大很怀疑自己敢说个不字，这个诡异就会出手。虽然自己鬼影在身不怕，但是没找到骨灰盒，并且不知道学校实力，蒙大决定先苟住。蒙老大，这学校这么诡异，教的学生能是人吗？怕是不好教。你们都不说话，我就指定了哦。校领导分别指定了蒙大、布衣老头、177负责语文、道德、体育。我们学校也得讲个德智体全面发展。这诡异有点坏啊，一看就是文艺的177显然更适合教导语文。我年轻，身体素质更强，适合教导体育。布衣老头看着是块没有道德，反而去教道德了。没有问题的话就去上课吧，马上要开课了。上课铃响老师没在课堂上的话，会受到惩罚哦。三人进入教学楼后，看见1楼一排空荡荡的教室，透过碎裂的窗户，发现教室内极为阴暗。一块挂在走廊墙上的血色教学规则显得很刺眼。准则1：上课期间必须确保有一位教师负责教学。准则2：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为自己的教学内容负责。准则3：除体育课外，上课期间不允许学生离开教室。一共10条准则，限制人类，也限制诡异。就在这时候，上课铃声响起。第1节课已经开始，需要马上选定一个人，在3分钟内前往教室，对学生诡异们进行教学。我先去上语文课，你们在这里等候。亮影，起！亮影守着教室的每一个出口，不能放任何一个学生出来。进入教室，没等蒙大走到黑板下的讲台站地，一道嘹亮声音响起：起立！学生诡异们齐刷刷的起身，动作整齐划一。老师好！太好了，又有新的老师了，可以向他问问题了。你可别问太难的，他们答不出来，可是要死的。对哦，可不能让老师死了。我们可得好好表现，不要让老师死得太快。学生守则虽有规定上课铃响，他们必须在教室，但却没有要求全程都在教室待着。各位，我姓蒙，叫我蒙老师就好。这老师傻乎乎也不好玩。我们离开教室他就嘎了，换下一个老师。什么情况？我差点就被一拳打得魂飞魄散了。一位乖巧的女学生诡异站起来，厉声斥责：又是你们又想害死难得来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死了很多个了。他们太可恶了，之前来了6个代课老师，他们就足足害死了3个。那另外3个呢？另外3个答不出来我的问题死了。这位同学刚才有急事要离开吗？要不要再试一次？不出去了。哥，你咋回事？你不能怂啊！你哥我被诡异一拳打飞了，外面这样的诡异有10个。你倒是懂事。同学们，我负责的科目为语文，现在开始上课。今天我讲的内容是语文中的高情商交际。老师，这不对吧？交际不属于语文。顿时，教室内肃杀之气弥漫。按照规则，教学内容与科目不符合，会迎来场景与诡异的阵杀。这老师在搞什么鬼？语文就是交流的工具，交际属于语文课，有什么问题吗？这解释太牵强了吧？但是场景既然没抹杀它，说明是合理的。这节课讲交际，谁赞成？谁反对？反对的可以立刻滚出这个教室。教室顿时鸦雀无声。正确的，外面10个诡异大汉，还让我们走。交际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就没法找教学内容的漏洞了。既然老师教我们交际，那请问我喜欢的女鬼都不喜欢我，我读书的几10年中都没谈过一次恋爱，我该怎么办？不怎么办，耐心等待就行。未来的某一天，你的命中女鬼会带着9转大肠嫁给你。老师，我喜欢宅在宿舍，他们老是喜欢说我宅鬼，请问该怎么办？什么宅鬼？这叫居里夫人。诡异学生一个接一个提问，但是对于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的教学内容，根本没法利用教学漏洞规则阵杀。随着下课铃声响起来，下课了，同学们，真是一堂有趣的交际课。走出教室，发现布衣老头已经不在教室门口，而琪琪的手里拿着学校的地图。蒙哥哥，布衣去上道德课了。老头有窥死鬼童预测吉凶，应该不会有大碍。琪琪，你手里的是啥？这是狗10万利用灵敏的嗅觉前往学校档案室找到的学校地图。打开地图，上面标注着教学楼、操场、食堂、图书馆，但是有个地方很奇怪，地图上操场的一角标注了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叉。琪琪，我们先去操场备课，操场范围太大，诡异不好监管，我怕你的体育课会出问题。来到操场，发现操场之中雾气弥漫，10米内视线清晰，再远却显得模糊。难怪说体育课危险，这么大的场地和模糊的视线，根本不好监管学生。亮一起，围住这片区域，等会儿不能放任何一个诡异离开。我目前能操控的鬼影最多30个，再多会精神崩溃，只能将体育课的范围固定在某个区域。琪琪，你看那里，
不远处，一个红色的沙坑显得很诡异。这里是地图上标注的红叉，这里面必有蹊跷。等下体育课的内容就定成洼地，活动范围就是这个沙坑附近。蒙大哥，你好坏哦！你的意思是让诡异帮我们代劳，让我们避免危险？没错，在小小的坑里挖呀挖呀挖，总可以挖出里面的秘密。此时，诡异学生鱼贯而出，很快聚集在了操场。蒙老师也在。蒙老师为体育老师出头吗？怎么好像数量又多了？1、2、3、30尊，10尊就可以碾压了我们，30尊岂不是想怎么玩死我们都成？等会还怎么找机会跑掉啊？同学们，我是你们的齐老师。这节体育课，咱们就上一节生动有趣的挖掘课吧。生动有趣，老师你管这个叫生动有趣？同学们还不开始吗？不用顾忌我身后的30个诡异大汉，四周影子士兵阴气震荡，他们感觉身体都要溃散，谁还敢反抗？纷纷开始刨地，在几十个诡异的辛勤刨作下，很快沙的就被刨出了一个大坑。啥玩意，居然这么硬！一个诡异在沙坑前破骂出口，只见沙坑处有一个盒子形状的东西。与此同时，学校校长办公室，一个诡异愤怒大吼：是谁挖出了那个东西？好大的胆子！蒙大刚拿起盒子，发现上面布满了神秘符文，跟血色酒店老板描述的骨灰盒一样。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到手了。就在这时候，操场四周席卷刮起一阵阴邪大风，一股极为浓郁磅礴的阴气冲袭而来。骨灰盒放下，而你可以死了。竟然是破道级！布衣老头此时上课回来，震惊道：蒙老大，这诡异太强，超过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诡异。校长，这个盒子对我有大用，我可以支付代价，很高的代价。动了它，你们就得死，任何代价都不行。既然如此，那便战吧。猫狗变身，狗18给我咬它。你们是看不起本座吗？一只狗也想碰我，给我滚开！蒙哥哥，这个诡异太硬了，狗18咬不动。仅仅一击，追命巅峰的狗18就鬼体接近溃散，破道级果然恐怖。大狗，我来助你！窥死鬼童，迟缓凝视。区追命级也敢碰本座的东西，找死！名气震荡。老大，我们要顶不住了。如果你们的实力仅限于此，那就结束吧。降临幽冥地狱。亮宇发起冲锋，再多的炮灰也弥补不了等级的差距。破到之下皆蝼蚁。是吗？你太过自信了。亮影剧是引出，融合吧，影子大将。有点意思，一群炮灰竟然能迈过等级的天堑，达到了半步破道境。但半步破道又如何？这是我的地境，即使破道来了也不能奈我何。场景之力加5身，顿时学校震颤，整个月光学校仿佛在这一瞬间被赋予了生命。一道道若有若无的明线从学校的各个角落往诡异校长身上汇聚，必须打断他，不然在这个场景下他接近无敌。影之刃去，影刃鬼斩。没想到蒙老师竟然敢在月光学校挑战这之中的最强者。不止如此，他还伤到了校长，快看校长吐血了。终于有人要嘎了校长吗？校长欺我们太久了，把我们当作血肉滋养他的破道境。你很强，竟然伤到了我，但是在这里我是不败的。幽冥剑雨，感受来自地狱的绝望吧。蒙老师的黑影大汉在消散，强大的蒙老师也不敌校长吗？上不到蒙老师的交际课了。想靠亮影和智影打败校长，果然不太现实。老头助我召唤需要时间，不计明超为我拖延。窥死鬼童，迟缓凝视，迟缓再次凝视，多重凝视。明超是这样用的吗？追命巅峰竟然束缚住了我。镜像召唤，出来吧！幽冥深处的形影，铺散开来的黑影，一时间全部紧缩回来，竖起化作一面黑色镜面。镜面之中，校长诡异的身形渐渐凝实。这气息怎么有点熟悉？这是我自己。该死的人类，你对我做了什么？他是另一个人，你能战胜你自己？我承认小看了你，但是同样，你也小看了我。明能抽取，全校师生成为我的能量吧。真是残忍，自己的学生都不放过。老头齐起，准备跑路了。有整个学校作为养药，这个校长我们对付不了。该死，校长你真该死，连我们都不放过。这些年失踪的师生，怕是都成了你的肥料吧？就在这时候，地上的骨灰盒开始剧烈的震颤。这什么情况？骨灰盒在明能抽取的震荡下封印松动，只见骨灰盒上方一道鬼影汇聚形成。他身材消瘦，面容憔悴，表情略微有些呆滞空洞。老师，是鬼老师。老师，你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老师被关在里面？我们还以为你不在学校，不回来了呢。是校长，他夺了我30万明钞，并将我封在骨灰盒中。该死，他被放出来了。怎么？你在恐惧？唯一真心待我们的老师，竟然被校长封印了。我不甘。我们不甘，我们不甘。蒙老大，
他们似乎有异动，这是极度的执念，此刻快到了实质化的程度。月光光，月光光，以我愿行，画月光。杀！没想到几十个恫吓追命级诡异聚合起来，竟然能爆发这种威能。蒙老师，骨灰盒我不追究了，我们休战吧。校长竟然在求饶，蒙老师不会答应他吧？这样我们难逃校长制裁。可惜了，刚才一击只是重伤了他，并没有将他斩杀。你是看不起我蒙大的人品，狗校长，你无恶不作，残害师生。今日我蒙大宣判你死刑，引刃是，引之鬼斩。我不干啊！终于结束了。场景的掌控者被击杀，月光光学校将会平静很长一段时间来诞生新的掌控者。今天好险，要不是那群学生，我们可能逃不出去。这骨灰盒拿得太艰难了，末世之下不能掉以轻心，先回瀚海是吧？回到别墅与薛公子聚集后，蒙大一行人用酒店卡开辟了传送通道，直接传送到了血色酒店。在酒店经理的带领下，蒙大被带到了熟悉的酒店包间。蒙老板，你进来的瞬间，我便感知到了骨灰盒的气息，看来你完成了我的任务。不错，月光光学校的校长已被我斩杀，而我也顺利拿到了骨灰盒。那我们可以开始谈一谈血色酒店转让。好，不过不是我和你谈，是他。蒙大指了指旁边的老头，就他。鄙人是蒙老板的代理人，你说个数吧。这个酒店的价值想必你们已经清楚，它是独立的场景，并且能恢复诡异伤势，相当于你们人类世界的医院，所以要想收购，必须得这个数。100万。你说笑了，我要1个亿。我年老体衰，你该照顾老人，多给一点优惠。我存在已有300年，你敢在我面前称老？我们一行人九死一生，强闯龙潭虎穴，勇挑月光光学校，全部去了300人，最终只剩下3个活人回来。你知道我们多惨吗？300人即便全死了，一人折合1万明钞，也只能够减免300万明钞。那些人都是我的手足兄弟、亲朋好友、老婆孩子，至亲血肉呢。得再优惠些，相当于给那些人的抚恤金，一口价200万、2000万，这是我的底线。血色酒店作为血权，能够花费2000万明钞将其拿下，压根不贵。掌控了血权，等同于垄断了诡异恢复的渠道。想至这，他向老头使了个眼色，示意这个条件过得去，可以接受。500万明钞。你老板不是给你使眼色同意2000万明钞了吗？老板说他点头受益，我就必须再砍8成，不然老板砍我8刀。我当你是兄弟，才只砍了你5成，都是兄弟讲义气，我便是挨3刀又如何？我不想跟你们扯了，1000万明钞能接受就把骨灰盒给我，成交，交易愉快。一点都不愉快，要不是骨灰盒，你们以为这个酒店能这么轻易转让给你们吗？我刷卡。不愧是顶级民航卡，每次见到都那么震撼，金钱的味道真让人迷醉。这是血色酒店的权柄，拥有它就拥有了血色酒店。接过钥匙，蒙大心念一动，钥匙就融入了掌心，瞬间一股奇异的力量涌现，蒙大五感变得无比清晰，仿佛能感知到大楼里的一切。以后有场景之力加成，我自身的力量估计能堪比半步破岛。诡异掌控者真是神奇。此刻的酒店员工也发现了酒店的变动，全部聚集了起来。诡异经理、诡异服务员、诡异前台、诡异库管、诡异保洁、诡异厨师等等几十个诡异并排站立。酒店真被活人拿下来了，竟然是他！看来这新老板来头不小啊。新老板会不会裁员啊？难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保不准就换一批。人到齐了，我就宣布一件事，从今天起，血色酒店姓蒙了，我是这家酒店的新老板。欢迎蒙老板。话不多说，以下是2点酒店改革。第一，你们的待遇在现在的基础上提升5层。第二，以后血色酒店将封闭，只对我团队诡异开放。安排好酒店的事情后，蒙大一行人离开了血色酒店。蒙老大，我收到消息，我们仓库最近不太平，被不少诡异契约者盯上了，我们的物资类目多分布广，很难监控到位。说到底，还是我们的人手太少了。薛公子，你目前还是一个普通人，需要契约一个诡异。这里是一份诡异的资料，你熟悉规则之后，契约它应该很容易。这鲨鱼诡异？怎么看不上鲨鱼的？鳗鱼诡异的技能是控水，对我们团队有很大帮助。太强的诡异很容易反噬，追命巅峰的诡异对你来说刚刚好。琪琪，你也要契约一个诡异。目前来说，只有狗18有战斗力，你的自保能力和战斗能力还是不行，末世下很危险。蒙哥哥，我要契约什么诡异啊？
你要契约的是一只卖瓜诡异。蒙哥哥，为什么这些诡异都这么奇怪？不是卖瓜就是鲨鱼。名字不重要，卖瓜诡异的诡计是爆炸大西瓜，用好了你将来就是一个远程炮台。而且你别忘了，诡异也是可以靠明超升级的。契约诡异不能光看等级，最重要的是成长性。我明白了，蒙哥哥，那就契约这个爆炸大西瓜，是时候展现爆炸艺术了。瀚海玉林菜市场是本市最大的菜市场之一。琪琪与薛公子按照蒙大给出的指示来到了菜市场，已经临近傍晚，摊贩很少，其中就有杀鱼的鱼贩、卖瓜的瓜贩。票楼哥有何贵干？明年这个摊位变一变，这多麻烦，这些设备都焊死了，能不变就别变了。鱼贩急忙从鱼摊下方掏出20明钞，塞入蓝衣诡异的手中。20明钞，你看不起谁？至少2000明钞。2000明钞，我杀一年鱼也挣不了这么多。今年风浪又大，鱼又贵，我都没啥能赚的。这笔明钞我薛启强出了。按照老大给出的提示，在诡异城管索要好处之时，帮助卖鱼诡异，就会触发诡异的契约规则。什么？2000明钞说给就给了？这是什么人，竟然如此大气？我说我薛启强帮出了这2000明钞，有啥问题吗？伙人，你知道2000明钞是什么概念吗？拿不出来，你今天就会成为案板上的鱼。2000明钞罢了，给你。我的天，2000明钞这么随意就给了？你叫什么名字？你愿意与我契约吗？我叫老唐，感谢你慷慨解囊，以后我为你杀鱼。卖瓜了，卖瓜了，美女，买瓜布嘞，甜得很。不知道蒙哥哥给我的方法到底有没有效？老板，你这瓜包熟吗？你敢怀疑我的瓜不熟？你看我这瓜瓤是红还是绿？老板，我的意思是，你这一车的瓜都包熟吗？你竟然怀疑我这一车的瓜？那好，我把这一车的瓜开瓢给你看。你看我这一车的瓜是生还是熟？确实是熟的。我这一车的瓜都开了，一车的瓜你都要买，共计1480明钞。没有明钞，你的脑袋就是这开瓢的瓜。这里是1万明钞，1万。没错，我不只要你的瓜，还要契约你。我这是遇到了传说中的富婆，我同意与你契约。契约西瓜诡异，诡计觉醒，爆炸大西瓜。临近晚上，琪琪和薛公子安全回到了别墅据点。看样子你们都契约成功了，很不错。这下我们团队的战斗力提升了一个大档次。薛公子，你开始着手据点的周边建设，带领我布置的亮影肃清周边诡异，并且在全市增设多个据点。同时，物色能力不错的契约者加入我们的势力正式建立，初步定下名字为蒙家帮。蒙家帮，很英明的帮名，我们的势力肯定能成为末世一流势力。接下来我们会全力攻克黄泉车站，但是大后方一定不能乱，尤其是物资仓库。薛公子，你带人对全城的契约者组织进行敲打，严防他们有不好的心思，太过难缠的就把隐患扼杀在摇篮里。瀚海几个契约者组织都对我们的物资仓库虎视眈眈，恐怕不好对付。你和琪琪契约了诡异，刚好可以拿来练练手也罢，明天我陪你们去一趟。薛公子的鲨鱼诡异和老头的鬼童都具有控场能力，而琪琪的爆炸大西瓜是定点伤害，你们3人配合，实力不弱于初级破道。蒙家帮，瀚海什么时候有这么个契约者组织这么张扬？厉害的契约者都在警视队以及几个比较大的组织里面，这个蒙家帮估计就是个不入流的小势力。没那么简单，你看他们身后的黑影。哥，每个黑影都是追命巅峰，他们的老大有多强？那不是薛公子吗？以前的瀚海首富，现在竟然是那个人的手下。全城的一大半物资都在末世初期被薛公子收拢了，没想到他加入了这个什么蒙家帮。这是块肥肉啊！一堆追命巅峰又如何？城里几个大的帮派哪个不是一堆追命级？嘎了他们，物资都是我们的。末世种地的不敢种地，生产的不敢生产，眼见物资越来越少了。看他们去飞龙帮据点了，有好戏看了。慢着，来者何人？怎么前2天拿了我们的物资，现在不认识我们了？是你，薛启强。没错，就是我。我今天来告诉你们，我已经投靠了蒙家帮，旁边就是我的老大。以后我们蒙家帮的东西，谁动谁死。哟，这是要拿我们杀鸡儆猴了，笑死我了！时代已经变了，你还以为自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薛启强吗？何况你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吧，连诡异都没契约，拿什么和我们斗？你又怎么知道我没有契约诡异呢？诡异附身鲨鱼的老唐。啥？没听错吧？鲨鱼的薛公子，你这是饥不择食了吗？契约鲨鱼的，他不是一个恫吓级诡异吧？没想到啊，以前的薛公子沦落到这种地步了。老唐，我想吃鱼了。一刀，竟然一刀就解决了我们的精英成员，是追命巅峰，我们大意了。这实力恐怕即使在天龙帮内也是前5的恐怖存在。快去请大当家和2当家，姓薛的你等着。什么蒙家帮，今天全部人别想走出这里。是谁敢在我天龙的地界嘎人？帮主，是帮主来了。
帮主契约了一只恐怖的镜面鬼，据说等级超过了追命级。超过追命级，那是什么等级？不知道，好像叫什么道。不过诡异越强，消耗的名钞越多，就越容易反噬，所以帮主几乎不会出手。难道今天能有幸看到帮主出手？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蒙家帮摊上市了，估计他们帮主也就契约了一个追命巅峰。没想到末世没多久，竟然就有人契约半步破道的诡异了，真是不能小看任何人。琪琪、薛公子、老头，你们三人合力，当是练手了。诡异附身，爆炸大西瓜。诡计窥死鬼童，3个追命巅峰，难怪这么嚣张。但如果这就是你们想立威的资本，那太小看我天龙了。你们也许不知道，追命诡异之上还有更高的级别，那就是破道。如今人类世界契约破道境的不过10指之数，而我契约的诡异已经摸到了破道的门槛。怎么你们没点反应？哦，好厉害！哼，不是抬举，诡异附身镜面鬼，镜中花，水中月，诡计镜花水月。琪琪，对付这种领域类诡计，你的爆炸大西瓜有奇效。好的，萌哥哥，看我的大西瓜，爆炸吧，大西瓜！镜面碎了，这什么西瓜？我好像听他说是什么爆炸大西瓜，好厉害，连我们帮主都不敌。难怪你们这么嚣张，确实是有嚣张的资本，但是你们这10几个人能对付得了我们几百人的天龙帮众吗？谁说我们只有这点人的？亮以气50、60、100追命级，这些黑影全是追命级。不错，掌握血色酒店后，自身实力堪比半步破道，能召唤更多亮影了。这位兄弟有事好商量。什么兄弟？这是我们蒙家帮的帮主，叫大哥。这欺人太甚了吧？谁欺人在先的？前几天偷我们的物资，今天还人多欺人少。行，大哥，今天我天龙认栽了，以后我天龙帮众见到蒙家帮都退避三舍，并且不会再染指蒙家帮物资。你最好说到做到。快回去报告，瀚海市变天了，冒出了一个蒙家帮，让天龙帮帮主都低头了。蒙家帮老大实力更是深不可测，瀚海第一势力出现了，蒙家帮不能惹。蒙哥哥，他们应该不敢动我们的物资了。人心不可测，等他们实力上来，又会蠢蠢欲动的。为了以绝后患，我们得再去一趟黑街。蒙老大又去黑街干嘛？黑街是独立的场景，内部空间相比血色酒店无比巨大，更适合我们存放物资。如果我们在黑街能拿下一些店铺，那我们的物资就根本不用担心被人惦记，才能安心攻克黄泉车站。为了寻找安全的物资存放，蒙大一行人再次来到了黑街。乞丐，这次怎么没人营救我们了？上次来我们是试炼者，这次是闯入者，肯定不一样。没事，蒙老大，我认识路。对于闯入场景的人，诡异对我们出手不会再有任何限制。要不然我们回去吧。老头，勇敢起来！现在的我们也不再是当时的我们了。2位贵客，欢迎来到本店，无论是人头摆件、性感干货，这里皆有。是你们还敢来？掌柜，上次扣你眼珠子的2人，他们又来了。现在的诡异太记仇了吧？一点小事还记挂这么久。什么？他们又来了？既然来了，这次就别想走了。即使有顶级民航卡又如何？没有实力的闯入者就是口粮。掌柜，好久不见，我们特地前来还你鬼童的人情。呵呵，还人情？你们是来找死？这次你们是闯入者，我可以无所顾忌的出手。我不管你们有啥秘密，但半步破道不是你们能挑衅的。触破道威严者，诡计万花筒，鬼眼炼狱。掌柜，你太暴躁了，这样不好。亮影，诡计，影子大将。等等，大哥不打了。大哥，你这个黑影竟然是破道，并且你身上还有隐藏的破道的气息。今时不同往日，掌柜还是要向前看，识时务者为俊杰。嘿，大哥，其实一对鬼童算什么？哪有什么人情不人情的，我丝毫不在意。掌柜，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你说他们再赶来，要把他们嘎了泡茶喝。滚开！对不起啊，小兄弟，家里的伙计不懂事，乱说话。没事，我这次来不是要你眼珠了，是有正事。我想知道如何能够在夜半黑街拥有一间店面，最好直接买断。掌柜听到蒙大来意，长吁了一口气。买断？我闻所未闻，这里的商铺就我所知只能租赁。想要进行店铺租赁，需要前往夜半黑街更深处的黑街管理处。按照掌柜的指引，蒙大一行人很快来到了黑街更深处。蒙老大，那边好像有一道门，上面写着管理处，但是也太破烂了吧。2个活人，你们胆子还真大，竟然敢在黑街深处乱闯。你们是来当口粮的？我想来黑街购买一间商铺。活人，你倒是真敢想，黑街20间商铺创立至今还没有活人持有的记录。你这是啥服务态度？你叫啥名字？我要向你老板投诉。我们的时间宝贵，分分钟几亿收入，难得抽点时间跟你们谈合作，谈崩了损失的是你们。呵呵，几亿收入，你们可真能吹牛。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破道竟然是破道的气息，不好意思大人，我马上带你去见黑阶之主。蒙老大，我感觉不对劲，这些红灯笼莫名的闪烁，像是在眨眼。我们到了，前面是一堵墙，没有路了。主人，奴婢有事汇报。整条街道一阵蠕动，身后一连串的红灯笼不断眨眼，闪闪烁烁。之后那完整光滑的墙面上，挤出占满大半墙面的一张狰狞大脸。这堵墙居然就是你主人，怎么称呼？吾主名为黑山老妖。什么黑山老妖？蒙老大，这不就是小倩绿的那位吗？小声点，整个夜半黑街估计全都为黑山老妖身躯所化，他可能会感知到我们的谈话。人类，你身上竟然有破道的气息，没想到破道竟然会趋于人下。说吧，你们所为何事？我想直接买断夜半黑街一间店铺。你倒是真敢想，夜半黑街存在上千年，根本没有买断之说，因为黑街就是我的身躯所化，每一间店铺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说我要你一条手臂，你愿意吗？既然如此，我就不再勉强。老头，我们走。等等，只要你们完成我一件事情，我可以给你们一间黑街商铺。什么事情？我有一位挚爱，他躲在了城郊荒陵，城郊迷雾荒陵深处有一座旅店酒肆，你把他从那里带回我身边。真是人为情伤，连黑山老妖这种老鬼也不例外。我想问问，拐走你挚爱的诡异是什么实力？不如我。即使实力不如你，那估计也是破道，我只能试试。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带他们离去吧。美女，请问你主人挚爱以及拐走挚爱的都叫啥名字？倩诡异，姥姥诡异。果然跟记忆中的故事重叠了。诡异世界到底藏着什么隐秘？诡异世界的聂小倩与姥姥又跟记忆故事里的人物有啥区别？难道还会出现书生诡异与道士诡异？蒙哥哥，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没错，遇到了一点问题，黑街之主需要我去带回一个诡异才肯给我店铺。仓库这边情况咋样？即使已经敲打过了，但是物资的诱惑太大了，防不胜防。目前来看，物资的吸引力甚至超过明钞。确实，人终究是人，可以不用明钞，但是不能不吃饭。薛公子，你守住仓库，琪琪，你同我们立刻前往城郊荒陵。根据黑山老妖的指示，就是这里了。蒙老大，这里被迷雾覆盖，隐隐有冥气震荡，恐怕不是善地。先进去吧。蒙哥哥好奇怪，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遭遇鬼打墙了，有诡异力量扰乱了我们的路线。老头，开启窥死鬼瞳。窥死鬼瞳，切。蒙老大，我看到了，在迷雾深处似乎有一座旅店酒肆，旅店内红光闪烁，似乎蕴含杀机。那应该就是黑山老妖所说的酒肆了，他的挚爱就在其中。好奇怪，密林之中有这么热闹的酒肆旅店，太不寻常了。现在是诡异降临时代，任何不寻常的事情都是寻常。公子，天气寒冷，进来喝杯酒暖暖身子吧。公子，进来吧，里面你想要的都有。蒙哥哥，我怎么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古代？这里的氛围太奇怪了。不用了，我们只是随便看看。公子，你别看我这小店简陋，但是酒不是普通的酒，酒的味道会让你流连忘返的。这是什么酒这么神奇？这是活人脑髓泡的酒，滋味无比美妙。姑娘们，来客人了，出来迎接客人了。蒙哥哥，你不能有什么歪心思哦。也不知道这里面谁是小倩，深藏不露的姥姥又是何等实力。蒙大，这是红粉幻境，里面充满了诡异之音，能勾起人深处的欲望。蒙大，蒙哥哥，我想靠近你。蒙老大，我也想靠近你。守住本心，这些都是诡异的低级迷魂术。回影起，影子大将，影之鬼斩。幻境破了，这人类好强，竟然契约了破道级，快去叫姥姥。什么人敢擅闯密林酒肆？姥姥，你一个人类身上竟然契约了破道级，破道级被活人契约，就是诡异的耻辱。姥姥，我们不想与你为敌，我们是想来找一个诡异，我可以付出明钞的代价。你要找的诡异是谁？他叫小倩。又是他，为什么你们都对他念念不忘？活人如此，诡异也是，你们想带走他，休想！10万明钞，你倒是有魄力，为了区一个普通诡异，就花费这样的代价。但是这100万明钞，什么100万？区活人竟然能拿出这么多明钞，但是这件诡异你依然带不走。100万都不行，姥姥你的胃口未免太大了。如此迫切的想要带走见诡异的，除了黑山老妖，我想不到第二个。如果我所料不差，你们就是黑山老妖派来的，而我与黑山老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蒙老大，我们是不是被那黑山老妖坑了？他根本没告诉我们这层隐秘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告辞。慢着，你们以为这么轻易就能走了吗？那姥姥的意思呢？不仅伤我的姑娘，还跟黑山有瓜葛，你们就沉湎于迷雾荒陵，成为荒陵的肥料吧。姥姥，你确定能留下我们？在我的地界，还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你契约的破道脱离了场景，实力又能发挥出几成呢？我原指黑阶，但是我恨透了黑阶的一切，所以你们今天只能死。迷雾起，鬼之森林，生长吧。蒙老大，四周的树在快速生长，我们回去的路消失了。黑山的这笔债，迟早找他算。为了找回挚爱不择手段，这姥姥很不好对付。琪琪使用爆炸大西瓜。诡计爆炸大西瓜。蒙哥哥，树木炸开之后，又有新的树木快速生长，源源不断。不计明超使用爆炸西瓜，你的诡计对领域类诡计有奇效，不然我们很容易被困住。诡计窥死鬼瞳，诡计影之鬼斩。这是什么防御？影之鬼斩竟然不能完全斩破，当时重伤的诡异校长都承受不住这一刀。人类，你成功激怒了我，森之触手，死亡荆棘。姥姥，我本不想与你为敌，真是当我好气。你以为我就只是契约了一尊破道而已吗？那我现在告诉你，我还是一个场景掌控者。血色酒店加持我身。第一次使用血色酒店的力量，没想到提升这么大，即使不如在酒店场景内，但是也足以让我的实力提升一大截。什么？一个人类不仅契约了破道，甚至掌控了场景，你到底是何方神圣？还没结束呢，镜像召唤出来吧，幽冥深处的形影。这是我的气息，这个黑影竟是我自己，并且复刻了我的本体实力。人类，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姥姥，现在你还觉得能留下我吗？你很强，但是在我的地界，即使你再强，想在这里打败我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何况倩诡异你根本带不走。这样吧，人类，我们休战，我带你去见倩诡异。不是我不放他，是倩诡异出了问题，只能留在密林，一出密林就会鬼体消散。出问题？什么问题？你们来看看就知道了。看吧，这就是倩诡异，他已经随时处于破灭的状态。他只是一个普通追命级诡异，因为一些往事，他心中执念已散，鬼体已经接近消散，仅仅靠着荒灵秘境才勉强维持。要不是为了制约黑山老妖，我早就任其消散了。蒙老大，这趟白来了，看来得找另外的地方存放物资了。你们要找地方存放物资吗？为何不选择迷雾荒陵？这里的空间巨大，又有迷雾作为屏障，荒陵迷宫更是少有人能闯过。我对你们人类的物资不感兴趣，只需要支付管理费，我就会为你守护。这样倒也省事，一年50万明钞，你需要保证我所有物资的安全。姥姥，你看可行吗？你倒是大气，没问题。这是荒之树枝，通过它你可以开辟通道，直接到达这里。蒙大倒是不担心诡异不守信誉，因为诡异世界自带规则，每个诡异都得守约。离开迷雾荒陵，蒙大一行人很快回到了基地。蒙老大，你们回来了，警视队来人了。包围这里，这座仓库根据情报显示，物资极其丰富。小心点，里面阴暗，怕是有诡异，尽量太阳底下开枪。谁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是负责人，你们来这里是为何事？因为外界物资紧缺，警视队需要征用一些物资。完全没问题，这是我们的义务。等等，快收起枪，这是2位高人，请问2位高人为何出现在蒙家帮？因为我就是蒙家帮的帮主。最近什么情况？官方的物资已经紧缺到这个地步了吗？高人，你有所不知，最近诡异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多。急剧增多？查到什么原因了吗？根据我们的探子前仆后继的打探，确实发现了一点端倪。那些急剧增多的诡异似乎跟一辆辆公交车有关。最近每到凌晨，就有很多诡异公交车满载各种诡异驶向城市，而这些诡异在各个站点下车后就四散开来，大大加重了我们的诡异防护负担。诡异公交车？但是我印象中诡异公交车不是只有寥寥无几的几辆吗？为何现在批量出现了？难道黄泉车站出现了变故？我想问一下，你们发现这些车辆的发源地了吗？这些诡异公交的发源地似乎是一个乌云蔽日的车站。果然，看来是黄泉车站出现了问题。高人，我知道你们神通广大，目前官方的力量有限，我想请你们协助官方一下，可以吗？队长，恕我直言，这个车站极度危险，不是普通人能染指的。不过我对车站有些兴趣，但是我建议先多组织些人手，尤其是契约者。没问题，我立刻就回去组织人手。蒙老大，我们这么快就要对黄泉车站下手了吗？你是担心我们实力不够吗？没错，我上次去探查过，
那里的诡异气息远远胜过我们去过的任何一个诡异场景，乌云蔽日，鬼气汹涌，不是善地。老头不用担心，我答应去那里，是因为我感觉到幽冥鬼手快升级了。蒙老大，诡计还能升级吗？当然，诡计和诡异一样，能够靠明超的幽冥气息修炼，平时很慢，但是到达瓶颈之后，可以强行靠明超突破。而我的幽冥鬼手早已经到了追命级巅峰，距离破道只差一线。我准备用明超强行提升等级。老头，我估计你的鬼瞳也快了，一旦感觉到瓶颈，也可以用明超强行突破。明超，我给你报销，这次我们会打一场硬仗，一定要抓紧一切提升实力的机会。进入鬼之空间。小少爷，升级到破道级需要多少明超？主人，我算了一下，总共需要差不多50万明超。好家伙，50万明超，升级都升不起了。主人，我们诡异升级确实太费钱了，所以很多诡异终身卡在瓶颈。这里是50万，拿去吧，这可是我的家底了。小少爷，你可要争气。谢谢主人，您能抽取。诡异的升级方式可真奇特，这些明超上有一些冥灵气息逐渐在往小少爷身上汇聚。诡计幽冥鬼手，崇高的地狱之主啊，我是你虔诚的信徒，请接收这微不足道的贡品，赐予我更强大的力量吧。觉醒地狱鬼手。好强大的气息，这就是破道级鬼手了。范围变大，杀伤力更强，还增加了鬼手领域，领域内鬼手无处不在，就是明超耗费的太多，很不错。这下黄泉车站一行有了更大的把握。蒙老大，你出来了！警视队发来消息，全城契约者已经集结，准备前往黄泉车站。集结蒙家帮队伍，我们过去吧。蒙老大，这阵仗真大，契约者没有500也有300，都是警视队以及各个帮派的好手。没想到如今末世已经降临10几天，官方还有那么大的号召力。高人，你们终于来了，没有你们，我们不敢轻举妄动。这谁呀？那么大的派头，官方都对他毕恭毕敬。据说是那个新出来的蒙家帮，让飞龙帮都退避三舍的强悍帮派。此一时彼一时，当时他们去挑衅飞龙帮的时候，飞龙才追命巅峰，离半步破道只差一线。如今他可是到了半步破道。如今瀚海4大帮派以及警视队可是都有半步破道战力。瞎嚷嚷什么？都给我安静点！别人不知道，他可是知道当初浮世城大楼的诡异力量波动有多强。即使现在警视队已经有了半步破道战力，仍然不敢说能拿下当初的浮世城。而眼前的高人现在又强到了何种程度？队长，既然蒙家帮要一起去黄泉车站卖命，那此人总得拿出点让我们信服的本事才行。你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我让你安静点，惊扰了高人，我拿你是问。高人不好意思，这些人太无礼了。队长无妨，既然你们想看实力，那就看看好了。幽冥鬼手鬼手领域。我的天，这是什么级别的诡异？我感觉周围有束缚的力量，只要轻举妄动就会死掉。破道一定是传说中的破道。高人呐，不愧是高人，有高人在，此次车站之行把握更大了。每到夜半，幽灵公交就会出现，大家谨记几点：车上不要交谈，因为你身边的人可能是诡异；路边发生奇怪事情不要理会，因为会有诡异引诱你们下车，非站点下车就会死亡。车来了，我们在车站集合。你们去哪里？前往黄泉车站，我们包车。黄泉车站还包车？包车前往黄泉车站需要3万明超，你确定？确定，这里是3万，是真的明超。大佬大气，您坐稳了立刻发车。每人车票200明超，赶紧付吧。怎么办，帮主？公交不是2块吗？这诡异竟然收200，我们身上的明超根本没带够，要不然我们安排一些兄弟下车吧。一旦上车，就必须付车票才能下车。如果付不起明超，结果就是死亡。该死，这么重要的信息都没人告诉我们，不然我们怎么会带这么多兄弟上车？追命以下实力的自己下车吧，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好兄弟了。此战关系瀚海市安危，只许胜不许败，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战，出发。黄泉车站是连接死地与生地的地方，这次聚集这么多人过去，主要是以生气压制死气，最终要拿下黄泉车站，还是靠我们自己。蒙老大，这黄泉车站该怎么拿下？以我们的实力，直接强攻应该可行。老头，诡异规则不可辱，否则会引来规则制定者的镇杀。要知道，诡异世界可不只有破道诡异，还有更强的灭城祸国。而车站运营员似乎就是一个半步灭城级诡异，即使我底牌进出，估计也只能勉强逃生，谈什么强攻？蒙哥哥，快看，车站到了！尊敬的乘客，你们好，终点站到了，请有序下车。快下车！这鬼公交一刻也不想待了。我还没说完呢，无序下车，结果就是死亡。
蒙哥哥，这个车站可真大啊，就是有点黑。老头，这场景跟你上次探查的场景有区别吗？表面看没有区别，但是我上次来的时候，乌云没那么黑，鬼气也没这么重。现在的车站给人的感觉更压抑了。本来黄泉车站就是生与死的连接点，但是目前来看，死气已经超过了生气。幸好这次来的人多，不然更危险。先进去吧。蒙家帮的人进去了，我们跟上。没想到车站外这么冷清，车站内这么多人，你看清楚，他们是人吗？我去，全是诡异。为什么这么多诡异？要不然我们走吧。走，你看看大门，还能走吗？大门关闭了，只能进不能出，这也太坑了吧！这些诡异几乎都是追命级气息，甚至有几道诡异的气息根本看不透。这地方来错了。高人，估计这里就是全城诡异急剧增多的源头了。每天这里这么多诡异被运送出城，根本防不住。蒙哥哥，这里保守估计上百诡异，这还是看得见的候车厅，在看不见的售票厅、站台、值班室、广播厅等地方，还不知道藏着多少诡异。外面有上百辆幽灵公交，一趟公交就能收几千名钞，以后还可以增设幽冥彩票站点，到时候收益源源不断啊！乘客们，先生们，2点30分的公交即将发车了，请持票的乘客有序排队上车。持票？什么票？我们根本没有票啊！美女你好，请问一下，没有票我们该乘哪辆车离开呢？没票，你们是逃票者，可恶的逃票者，在黄泉车站逃票，就是在挑衅车站，要么1000名钞补票，要么就迎接死亡。一群，你们怎么能这么黑？我们傲天帮省吃俭用也就几万的帮费，来就花了一大半了，现在怎么补得了？这下又得少一批兄弟了，对不住了，我们来生再做好兄弟。这里是1万名钞，我们补10个人的票，其他的当逃票处理吧。补完票就去候车厅等待吧，祝你们旅途愉快。队长，我傲天帮就不贪车站这趟浑水了，我们这就乘车离开。离开车站？那不可能，在始发站上车后只有诡异才能下车，而活人只能在终点站和始发站之间无限循环，直到名钞耗尽被分食。黄泉车站本就不是活人该来的地方，那不是逼着我们在循环中死去吗？欺人太甚！早死晚死，早晚都是死。我傲天受不了这个气，跟你们拼了！兄弟们，召唤诡异！区区人类也敢挑衅车站的规则？这里是黄泉，是死亡的起点。将领，死亡名车。这气息是破的，竟然是破的！挑衅者终将在名车的滚滚车轮之下消亡。怎么回事？明明这个名车在撞向我们，但是我感觉周围被锁定了，根本动不了。是规则锁定，名车锁定之下，不撞人不返程，拼了！破道又如何？我傲天从不跪着活，就跟破道过口招，滚鸡，得死鬼之事！傲天帮主是半步破道，竟然承受不住名车的一撞，难道半步破道和破道之间差距就这么大吗？这还怎么打？一个检票员就是破道，这个车站究竟有多恐怖？蒙哥哥怎么办？这个车站比想象中还要恐怖。半步破道的检票员，在车站场景之力加成下，拥有了出入破道的实力。高人，出手吧！再不出手，傲天帮就要全员阵亡了。对啊，蒙帮主，我们同为人类，还请出手相助。这是末世，不是平时耍横的地方。你们在瀚海嚣张惯了，自以为天下无敌，但是哪知道鬼外有鬼。诡异天灾降临，本以为能在这里解决源头，没想到陷入了更大的危机。黄泉名车，死亡冲撞。等等，怎么你也想找死？我想见你们车站站长。想见站长，你还远远不够格。站长岂是你这种卑微的人类能见的？诡计，影子大将竟然挡住了我的死亡冲撞，这个黑影是破道，甚至实力还略微强过我。没想到鬼手升级反馈自身后，其他诡计的实力竟然也跟着提升了。即使你的实力强过我，但是站长也不是你能见的，除非达成特定的条件，才有见到站长的可能。条件？什么条件？黄泉车站一共有公交200辆，但是在10年前，车站的1号公交迷失了，驶向了不可知之地。谁能找到它，就可以离开车站。迷失10年，谁知道它驶向了哪里？让我们去找，不是天方夜谭吗？黄泉车站是幽灵公交的起点，而在行程终点有一片无边黑暗之地，1号公交就迷失在那里。这是你们离开车站的唯一机会，也是你去见站长的唯一通道，因为站长就在无边黑暗深处。既然如此，那就去一趟吧。老头，
追命级鬼童不一定能看破黑暗之地的迷雾，你的鬼童何时到达瓶颈？快了，最近我的眼睛频频跳动，距离瓶颈只差一线，争取到黑暗之地前能升级破道。补完车票就去候车厅等待吧。盟帮主，我们天龙帮没有明钞了，你看能够垫付一下吗？离开车站后我就还你。离开车站我都没有把握离开，何况是你们。想我为你们付明钞也可以，那就签订契约并入盟家帮。盟帮主，你太过分了吧？我们都是为了拯救瀚海来到这里，兔子急了还咬人，你不要逼我们。拯救瀚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存着什么心思，还逼你们？万鬼夜行日，人类消亡时，不抱团就是死路一条。你如果想找死，我不介意提前送你一程。血色酒店加持我身，为首领域7。破到巅峰，既然在自身场景外都能达到破到巅峰战力，要是在自己的场景，岂不是能半步灭城？这人类跟站长一个级别的存在。高人息怒，还请为瀚海人类留一线生机。这里是瀚海镇守正，以后瀚海由你调度。队长，这不合适吧？只有强者才能带领瀚海走出诡异阴霾。盟帮主这实力要是真想消灭你们，何必等到车站？对，我天龙帮归顺盟家帮，我霸天帮归顺盟家帮。契约生效，出发吧，前往车站的终点站无尽黑暗之地。黑暗之地按照检票员所描述是一片迷失之地，在那里视野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盟帮主无妨，我天龙帮带了照明设备，手电筒管够。你是不是傻？你能想到的盟帮主会想不到。我猜这个地方肯定不简单，一般的手电筒估计不行，得聚光探照灯才行。终点站到了，请乘客有序下车。这么快就到了？为啥终点站这么荒芜，只有一个站牌？幽冥寨。黄泉为始，幽冥为终，这是一条王者之路。这个隧道口应该就是无尽黑暗之地的入口。等等，不要贸然进入，1号公交应该就是进入这里迷失的。看着好黑，仿佛一口黑洞，完全看不清楚里面的东西。上探照灯。探照灯的灯光照进去仿佛被吸收了，只能看到几米内的视野。诡异，真的太诡异了。不愧是无尽黑暗之地。老头，使用窥死鬼瞳试试。窥死鬼瞳，切。蒙老大，看不清晰，视线太模糊了，但是隧道深处隐约有红光闪烁，不知道是不是出口。先进去吧，亮影起，护住我们四周。盟帮主，我们就不进去了吧，我们的实力太低微了。现在是深夜，活人就像是黑夜里的火把，很容易吸引诡异的注意，在一个地方待得越久就越危险，尤其是这种幽冥气息重的地方。好吓人，盟帮主等等我。兄弟们，不对劲啊，我怎么感觉四周阴森森的？不要自己吓自己。你听到没有？有小女孩哭声，还有人在我耳旁吹风。这是诡异吸引人注意力的方式，不要理会，直接往前走。停！怎么了，蒙哥哥？我们被包围了。被什么包围了？我怎么完全看不到？黑暗里看不到，但是我已经展开了鬼手领域，领域内的一切都逃不过我的耳目，做好大战的准备吧。我的天，全是诡异，密密麻麻，这到底有多少？还好这些诡异的等级不高。盟帮主，这些小卡拉米交给我们吧。诡计，死亡琴曲。诡计，得鬼咆哮。群体性诡计，对付这些密密麻麻的低级诡异，效果还真不错。但是这些诡异无穷无尽，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必须尽快找到出口。盟帮主，我们坚持不住了，使用诡计明钞消耗太大，不计明钞使用诡计，我为你们报销。这些诡异在后退，他们怕了。不，他们不是在后退，是在融合。好强大的气息，这个红衣诡异又是个破道。我是隧道的守洞人，活人回去吧，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这里是王者之地。我们回不去了，只有找到一辆迷失的公交才有回去的可能。迷失的公交？呵呵，你们是黄泉车站的人，要是为了营救黄泉站长，那你们就走不了了。黄泉车站与黑暗冥地是宿敌。等等，里面有误会。误会？活人的嘴胜过骗人的鬼，留着死后解释吧。隧道领域，迎接无穷无尽的诡异潮汐吧。诡计，窥死鬼头。诡计，爆炸大西瓜。诡计，鬼水涡流。诡计，老兵英魂。杀！这些诡异每消灭一次，重生后就会强一分。短时间内没感觉，但是长时间下来，我们肯定坚持不下去。隧道领域是召唤类领域，加上有场景之力加持，所以里面诡异能无限重生。无妨，当是给你们历练了。万鬼夜行日临近了，
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得经过浴血杀伐的洗礼，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御鬼者。盟帮主，我们要坚持不住了啊！我的眼睛好痛，终于要突破了吗？老头，安心突破，我为你护法，不计明超突破破道。窥死鬼瞳，鬼之空间。老头，用你的鬼瞳去感受明超中的幽冥气息，这里是100万明超先用着。蒙老大大气，伟大的地狱之主啊，请接收这微不足道的贡品，赐予我更强大的力量。蒙老大，怎么回事？我的鬼眼在破碎，这是破而后立，旧眼破碎，新眼才会萌生。以我鬼眼窥见幽冥，觉醒幽冥眼，我的眼睛所见皆是幽冥。蒙老大，我突破了。老头，升级破道后你的鬼眼有啥效果？鬼眼觉醒了冥眼领域，领域内持续造成范围伤害，随机出现雷霆、火焰、地裂等灾害，并且原本的鬼眼破虚能力大大提升。很不错，又是一个群战大杀器。蒙家帮再次多了一个破道，太恐怖了。幸好我的明智的选择加入了蒙家帮。既然临阵突破了，就不该给你们拖延时间的机会。隧道是黑暗的入口，既然你们向往黑暗，那就沉眠于黑暗吧。诡计，黑暗漩涡，这个诡计耗费了我上万明超，都怪你们，为何非要闯这王者之地？这个黑暗漩涡在拉扯我们，我感觉一旦被拉入进去，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不仅在拉扯我们的身体，还在抽取我们的生机。到此为止吧，战斗该结束了。结束，大言不惭，在隧道领域内，死亡才是结束。呵呵，是吗？诡计，影子大将，影之鬼斩。很强，一击就伤到了我。这么强的单体攻击，明超耗费不少吧？但是这样的攻击你还能使用几次呢？你也许不知道，我最不差的就是明超。你一个活人能有多少明超？我倒要看看黑暗侵蚀你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这么嘴硬？黑暗漩涡，吞噬，影之鬼斩，再斩。属下留情。影之鬼斩，10连斩。等等，我知道1号公交在哪，别打了哥。你不早说，我差点没收住刀。你也没给我说的机会呀。说吧，1号公交在何处？你们一直在找1号公交，你们知道1号公交的驾驶员是谁吗？难道是车站站长？哥，你真聪明。没错，1号公交的驾驶员就是黄泉车站的站长，而且他也不是迷失在了黑暗之地，而是闯入的黑暗之地。通过隧道后，在血月落下之地，就是1号公交停靠的地方。隧道开，欢迎来到黑暗冥地。好奇怪，这里的月亮竟然是红色，而且好大，感觉近在咫尺。整个大地都是淡红色，充满了诡异的气息。小心点，老头，使用明眼开路。幽冥魔眼，切。蒙老大，我看到了一条淡红色的道路，通向了血月落下之地。老头，你为我们带路。克里卡，那是什么？我的天，为啥有那么大一座祭坛？看祭坛中心，似乎是一辆车，那应该就是1号公交了。好奇怪，为啥这辆车停在祭坛上？踏入祭坛者，孙。踏入祭坛为我助力，我会给你们丰富的回报。怎么回事？怎么有2个声音？一个让我们进去，一个不让我们进去。怎么办，蒙老大？进不进去？帮我需要幽冥之力。我是黄泉车站的站长，我会给你们天大的好处。一个被我吞吃的家伙，还指望这些活人来救你吗？你争不过我的，吞了你，我就可以跨入灭城。放弃吧，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吃掉我，做梦，即使我自爆回体，也不会让你得逞。呵呵，自爆？你的本体公交已经被祭坛抽干了灵能，你还想自爆？笑话！你千不该万不该趁着我沉眠闯入冥地。人类，我劝你们速速离去，我发怒的后果你们承担不起。蒙老大，这个诡异不好惹。他们在互相吞吃，明显黄泉站长落入了下风。另外一个应该是冥地掌控者，一旦他吃掉黄泉站长，就会跨入传说中的灭城境，成为绝世大鬼。那我们赶紧离去吧，灭城级不是我们目前能对付得了的。无妨，他在虚张声势罢了。但凡他能腾出手，也不会任由他们眼中的小鱼小虾站在这里。你们想互相吞吃对吗？谁与我契约，我就为谁提供冥能，无穷无尽的冥能。契约？蝼蚁一样的人类也配跟我谈契约？灭城不是你能挑衅的。即使我们再虚弱，捏死你就跟捏死蚂蚁一样。我是蚂蚁，那你倒是来捏啊！鬼手领域7诡计子大将，酒店之力加我身。破到巅峰都是小看你了，现在离去，你惹怒我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我如果说不呢？大大，
我的怒火你承受不住，血月汇聚，暗夜降临。本座即使再虚弱，也不是你个蝼蚁能挑衅的。禁术：天谴飓风，影之鬼斩，十连斩。为守护我身。好强，这就是半步灭城吗？亮影，发起冲锋！蝼蚁就是蝼蚁，你以为靠这些炮灰能延缓你死亡的速度吗？炮灰多了也能压死骆驼。亮影，冲锋！镜像召唤，出来吧！幽冥深处的形影，又是一尊破道巅峰，并且复刻了我的气息。人类，你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2对1，能和你一战吗？你还是没有搞清楚我们之间的巨大鸿沟。血色风暴！可恶，该死的黄泉，你偷袭我！就是现在！形影，天谴飓风，有点意思，不止复刻了我的气息，还复刻了我的能力，但仅仅到破到巅峰的程度了吗？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做灭城不可入？灭城就是拥有消灭一个城市的力量。鬼之禁术，血月之灾。变天了，天空聚集了红云，红云之中随时会降下惊雷。出来吧，鬼影本体！这就是回魂戏院封印的钱老板吗？这气息距离半步灭城只差一线了。盟帮主竟然又召唤出来了一个破道巅峰，真大腿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对付得了那个绿毛。人海战术对我无用，给我陨落！站长，你还不出手吗？错过这次机会，你就会被吞吃了。你不是差明能吗？100万明钞够不够？够了，够了，明能抽取。有这些幽冥能量，我的实力能恢复3成。可恶，我只差一步了，差一点我就可以吞掉黄泉，成为灭城机。站长出手！禁术：无尽战车，战车绞杀。天哪，这么多公交车，这是有多少？怕是上百辆吧？快看，黑暗之地掌控者快坚持不住了。我承认我轻敌了，这个仇我记下了。人类，万鬼夜行日，我再找你算账。他要逃了。堂堂半步灭城大鬼，都有逃跑的一天。算了，由他去吧。要是他在场景里鬼体自爆，我们都得死在这里。人类，感谢你的帮助，等我鬼体恢复，我会来报答你的。站长，你这个级别的鬼异，想要恢复鬼体需要耗费的明钞不少吧？加上明帝掌控者虎视眈眈，车站的处境很危险。但确实很艰难，这次明帝掌控者肯定对我怀恨在心。与我契约，我可以给你提供恢复伤势的场所，并且提供明钞助你突破。你来到这里，无非就是因为明钞不够才选择了吞噬同类。你帮了我，但是不要侮辱我。你能有多少明钞？你又知道突破灭城需要多少明钞？整整5000万。你知道5000万什么概念吗？能堆满这个祭坛，后会有期吧。我不可能放弃尊严与你契约。如果给你5000万明钞，是不是你就愿意契约？你真有5000万？来吧，到我的鬼质空间。这是至尊民航卡，最顶级的富豪才能拥有的民航卡。提取5000万。明钞铺满整个空间，还挺壮观的。站长，同意与我契约，你就能立刻得到这5000万，不仅能恢复鬼体，还能突破到传说中的灭城境，这是无数诡异可望不可及的境界，而他现在近在咫尺。得到实力失去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只需要契约100年，100年后我还你自由。只需要100年？是的。契约，立刻契约，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人。伟大的地狱之主，请为我见证，以我之血唤醒无魂，同生共死，签订本命契约，你可愿意？我愿意。契约成功，接下来突破灭城。黄泉，抽取明钞的明能突破枷锁吧。灭城，给我破！突破了，终于拥有了第一个灭城级诡异。灭城级黄泉站长有3个轨迹：轨迹穿梭，战车变成幽灵状态穿梭任何诡异场景；禁术鬼甲守护，战车化为诡异之子，为本体加成极致的攻击力和防御力；禁术无尽战车，生成无数战车虚影冲击，整片天地都是战车的绞杀场，无敌了。鬼甲的防御和本体攻击加成，影子大将的单体伤害，无尽战车的群杀能力，这下真成6边形战士了，度过万鬼夜行日的把握更大了。恭喜盟帮主契约灭城。先回去吧，如今形势越来越严峻，必须早做准备，不然可能渡不过这次万鬼夜行日。蒙老大，你说的这个万鬼夜行日到底是什么呀？
万鬼夜行日是无比恐怖的鬼灾，到时候隐藏的诡异场景会全部显现，数之不尽的诡异将奔赴人类聚集点，这是人类的浩劫。盟帮主，难道强如你也渡不过这个鬼灾吗？鬼灾降临，人类就是黑暗中的灯塔，越强的人类就是越亮的光，到时候会有无数强大的诡异盯着我，个人的力量还是太小了，所以我创立了盟家帮。鬼灾之下，只有抱团才有活路。上车了，去一趟车站。你们竟然回来了！不对，你身上怎么有站长的气息？站长，你怎么？不错，我已经与主人契约了，从此黄泉车站并入主人名下，所以你们现在全是主人的员工了。乘务长，从今天起，所有车站司机、检票员等员工全部工资加30%，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每辆公交车都得做好眼线职责，留意诡异异常情况随时通知我。喂，什么事？什么这么严重？我立刻回来，盟帮主出大事了。什么大事？我们离开的这2天，诡异增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不仅是黄泉车站，官方监测的几个诡异场景都有诡异大规模流出的情况。这是鬼灾的前兆，事情发展的太快了。目前事态已经完全失控，即使夜间不出门，都避免不了诡异入侵。所以目前官方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什么决定？官方以瀚海、大昌、中州、大川、九江、小安、白水7个大城市为据点，建立人类聚集点，及全力培养至强契约者来守护聚集点，希望能夺得一线生机。所以高层准备召开灯塔大会。灯塔大会？没错，就是通过大会筛选出最有潜力的契约者进行培养。盟帮主，你能参加吗？你是要我去竞争名额吗？盟帮主如此强大，当然不再需要官方培养，主要是邀请你作为灯塔大会的裁决官之一。行，到时候我过去，先回瀚海。听说了吗？7个大城开始准备建立诡异避难所，好像要开个什么会，这些人就是来参会的。肯定听说了啊，这么大的事，还好我们瀚海是其中一个避难所辖区，不然还得举家迁移。乖大女，你以后也要成为强大的诡异契约者，这次来是带你见见世面。爸爸好耶！这次灯塔大会差不多聚集了7大城强大的契约者，听说还准备选出什么灯塔之子，举全城之力培养。天哪，集全城之力培养，那恐怕能培养出破道巅峰的契约者吧？这些大城里面的最强者基本上都已经到了破道，就看着瀚海要弱一些。不过听说出了一个盟家帮，他们的帮主似乎也达到了破道。天龙，听说你被盟家帮揍了，他们的帮主有多强？什么他们帮主？那是我帮主，好好说话。你们加入盟家帮了，能被盟帮主收入麾下，那是我的荣幸。劲爆消息，瀚海盟家帮整合了整个瀚海契约者帮派，没有实力能做到这点吗？破道一定是破道，甚至可能到达了破道中期，他可能会成为瀚海的灯塔之子。快看，大会要开始了。大家好，灯塔大会的目的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诡异末世来临，如今各地诡异降临情况加剧，已经快控制不住。现在我们先移人口，以7座大城市为据点，建立7座避难所，就是为了抱团取暖，抵御这场灾难。这次大会我们是要选出一批最有潜力的契约者，作为灯塔之子。安静，本着公平公正原则，我们设立了2位裁决官，有请裁决官上台。这位是警示总队负责人龙天明，这位是盟家帮帮主瀚海掌舵人蒙大。一个帮主竟然能跟警示总队负责人一起作为裁决官，这是什么来头？他有什么资格？我在大昌市好歹应有赫赫威名，岂容这个帮主点评？安静，灯塔大会现在开始，请大昌市追命巅峰以上契约者挨个上台展示契约诡异。第一个上台的是个和尚，这是要来渡鬼吗？各位施主，我契约的诡异是香火鬼，追命巅峰。它的作用就是能够吸收香火，通过这种方式能吸取人的部分精力和鬼的力量。好奇特的诡异能力，成长性极高。这个和尚可以作为灯塔之子的备选。香火鬼一旦成长到破道，开启香火领域，将持续抽取领域内诡异力量，对诡异造成持续削弱。我是大昌市狂花帮帮主，半步破道，诡异鬼花，诡计猩红吞食。不行，太弱了，成长性也不好。大昌市黑手工会黑猛追命巅峰，诡异为鬼邪，能极大的提高移动速度，而且鬼邪缠上的人和诡异至死方休。不行，不行，不行！大昌市雄霸会会长帮霸，诡异为鬼教，诡计八仙抬轿，任何人坐上我的鬼教，短时间逃不出，就会直接死亡。特殊性不错，但是对于鬼灾用处不大。你说我没用，我是大昌唯一的破道，你说我没用，不行就是不行。再说了，破道很厉害吗？兄弟们，黑幕，这灯塔大会不参加也罢。等等，扰乱大会秩序，我让你走了吗？我王霸想走，没人能留。
这是什么速度？这是什么伤害？仅仅靠本体就能打的王霸毫无还手之力，他契约的诡异强到了什么地步？出了一点小插曲，大会继续。按着，你还想继续找死？看样子是我下脚轻了。鬼教江连，大昌王霸，请盟帮主上轿。有点意思，鬼教有无形之力在拉扯，换做普通破岛，恐怕进入就是必死之局。再请盟帮主上轿。这个王霸太黑了吧？不就是被踹了一脚吗？这是要置盟帮主于死地啊！鬼教而已，我倒是敢做，倒是看你的鬼胆不敢抬了。盟帮主万万不可！这个王霸虽然是破道初期，但是即使破道中期进入鬼教，不死也得脱层皮。无妨，一抬轿子罢了。八仙抬棺送盟帮主去往生。什么情况？怎么鬼叫不动？八仙抬棺送盟帮主去往生。我说了，我不让动，你的鬼就不敢抬。装神弄鬼，1000明钞代价已付，给我起轿。主元，这个人类身上有无比强大的诡异，我们抬不动。落轿。瀚海盟大，请王霸上轿。怎么回事？我是你们的契约者，你们竟然要抬我！天呐，反噬是反噬！这个盟家帮帮主竟然一句话让王霸的诡异事主，太可怕了！盟帮主，饶过我，我再也不敢了。滚吧！再有下次，你和你的鬼教都会灰飞烟灭。盟家帮绝不可惹，这是7大城第一强者，恐怕破到中期都低估了他，搞不好已经到破到后期，甚至更恐怖的破到巅峰。下次再有扰乱大会纪律者，死！大会继续进行。下面宣布，本次灯塔大会7位灯塔之子，大昌是9阶大师，追命巅峰，诡异香火鬼。是诡异是佛，我鬼慈悲，众鬼跪拜。中州是长间，半步破道，诡异鬼火。炼魂浴火升起的那一刻，诡异就是我无穷的燃料。大川是宋雨后，追命巅峰，诡异鬼坟。为人立碑，为鬼建坟，这里是鬼之故乡，从此沉眠吧。九江是陈大锤，破道初期，诡异食尸鬼。死去的诡异啊，为你们的王重新聚集，再次征战吧。小安是曹帮李小花，破道初期，诡异鬼船。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掌传人，不知道驶向何方。白水是唐大姐，半步破道，诡异跪拜鬼。我知跪拜，无鬼能受，1拜鬼气散，2拜鬼体消，3拜白鬼灭。瀚海盟家帮二龙，追命巅峰，诡异鬼 DJ， 诡计死亡琴曲。这是死亡的绝唱，伴随 DJ 与死亡共舞吧。棋子已定，接下来官方会倾尽全力为你们提供明钞与诡异场景攻略，还望你们突破之后为人类照亮鬼灾下的黑暗，为人类而战，为人类而战。老头、琪琪、薛公子，我不让你们参加灯塔选拔，是因为灯塔之子就是黑暗里的光，鬼灾之下他们将吸引最多的诡异，而我要你们做黑暗里的刀。接下来你们要不断去各个符合自己的诡异场景战斗，以求突破。这是血色车票，当你们遇到危险，就以血色车票召唤一辆鬼公交接引你们离开，希望你们回来之时候能到达破岛。高人，我正好有急事找你。队长，什么事？就在大会期间，我们官方的诡异检测队在一个黑色湖泊上面检测到一个奇怪的门状漩涡，里面有红光。红色的门？没错，更恐怖的是，我们的诡异力量数值检测仪直接爆了，门里面的诡异力量甚至超过当初的浮士城。没想到这么快门就出现了。蒙老大，什么是门？鬼灾的源头其实是一扇扇血色的门，我不知道门后有什么东西。这些门平时隐匿在黑暗之中，难以察觉。但是现在鬼灾临近，所以有一些门开始显现，下一步就是血门大开，场景巨现。蒙老大，你的意思是鬼灾中的诡异就是从这些一个个的红色门后面出来的？没错，这些门是入口，也是黑暗通道。那我们找到门，再把它们一一封住，那岂不是能阻挡这次鬼灾？没那么简单，每一道血色之门都有守门人，他们最少是破到巅峰的强大，而这样的门上百道，隐匿于黑暗中很难找到，甚至有更高级的门。上一世自己只是远远窥见过门的一角，就被砍刀魔妖斩重生，这一世不探查清楚门的真相，我难以安心。老头，上车，跟我去一趟这个鬼湖。按照警示队给的位置，就是这里了。这里看着好荒芜。荔枝镇，末世前一个很普通的小镇。末世降临后，镇上的人类要么迁移到城市，要么被诡异所灭，导致这个小镇已经10室9空。队长说的鬼湖就在这个小镇，只是不知道具体在哪里。小伙子，你们来镇上做什么？老人家，听说你们镇上有一座黑色的湖泊，我们想去那里。黑色湖泊，千万别过去，那里很可怕。那里发生了什么？每隔一段时间，那个湖泊就会散发红色雾气，侵蚀整个小镇。
而红色雾气弥漫之时，没待在家里的人就会变成可怕的怪物。现在夜深了，你们得赶紧住下来，不然会很危险。如果你们真要了解鬼湖的事情，住下之后我讲给你们听。那行，麻烦你领我们进去。在夜晚，镇上的路分两边，一条给活人，一条给死人，各走各的道。那如果走错了呢？走错了就是越界，就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等下在路上一定要假装看不见他们。他们已经不是人了。蒙老大，这个小镇太古怪了，大晚上没有一家亮着灯。等等，那里有人。记住我说的话，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在看他们。他是在向我招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应该不会去主动给别人打招呼。如果他是人，应该会开口说话，一声不吭，光招手想想都觉得有问题。老头，事情严重了。怎么了，蒙老大？这里的诡异都很弱，能有多严重？严重的不是这些诡异，而是他们原本是人类，现在竟然变成了诡异。要知道，诡异只能在规则内伤害人类，而无法同化。我怀疑鬼湖血色之门弥漫的红雾能侵蚀正常的人类，让他们变成诡异。所以现在的荔枝镇已经沦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鬼镇。能把活人直接变成诡异，那我们如何能抵抗？老头，先静观其变，没搞清楚原因之前，尽量不要违反这里的规则。到了，进来吧。真险，刚才那外面全是诡异。小声点，在这里度过夜晚，你们就赶紧离开吧。这里已经没有几个活人了，那片鬼湖更不要去。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那片湖前几天出现了一扇诡异的红色门，官方派来了一队人探查。我们本以为事情会得到解决，但是不久后的一个夜晚，门中突然喷涌出了很多红色雾气，很快侵蚀了小镇。所有与红雾接触的人都变成了外面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甚至我曾远远望见湖面出现了一张巨大的鬼脸，那片湖就是一个绝世大鬼。整个湖面都是一张鬼脸。蒙老大，是不是越大的诡异就越强？不是绝对的，但是整个湖都是鬼脸的话，这个鬼的实力肯定不逊色于半步灭城。老人家，我们就是官方派来解决这件事情的，告诉我们鬼湖的位置。没有意义了，荔枝镇再也回不去以前的荔枝镇了。如果你们真要去寻找那片诡异的湖，就在子时之后跟着他们走。跟着他们走？是的，子时之后，他们会仿佛受到召唤一样，不约而同地朝那片湖泊走去，仿佛朝拜。还会朝拜？这也太诡异了吧。没错，最后他们会纷纷走入湖中，而到了第二天太阳落山之后，又会从湖中纷纷走出。老头，我们去一趟。召唤诡异，让身体弥漫诡异气息，不然他们会发现我们。被诡异怀疑了，他一直盯我干嘛？不用跟着他们。蒙老大，快看，那里应该就是那片湖泊了，上面有个红色的门状漩涡，四周诡异密密麻麻，全在向湖泊里面走去。这些应该就是周围小镇被他红雾同化的诡异。随着诡异一个个进入湖中，湖面上隐隐约约有鬼脸浮现。我有一个猜测。蒙老大，什么猜测？这些朝拜的诡异应该就是这个鬼湖的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血色之门的原因，鬼湖开始以红雾的形式开始向外扩散，随着红雾感染的人越多，这个鬼湖就会越来越强大。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鬼湖必须得灭杀，不然以后会成长到无法想象的程度。快看，鬼脸形成了，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鬼。人类，你为何窥探本座？速速离去！你是这座门的守门人对吧？知道的不少，既然知道了门的存在，还不赶紧离去？你身上有我忌惮的气息，但是我不惧与你一战。蒙老大，要不然我们离去。不行，这扇门已经失控了，才会提前显现，并且造就了这片鬼湖。如果任由它弥漫下去，将会是鬼灾下的大麻烦。这座门我要了。哼，找死！你一个人类竟然妄图染指鬼门，以化迷雾。魔岩领域，幽冥地狱，小小破道，要找死未免来错地方了吧？我是鬼门镇守，是谁给你出手的勇气？给我破！跪下，向我请罪。这是灭城的气息，他在压迫我跪下，好强大的压迫力！原本无形的迷雾仿佛变成了有形的实体在挤压我，整个人快要裂开。影子大将，鬼甲附身，迷雾给我破开！
引之鬼者之。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让他跪？一个依靠门的力量刚晋升的灭城，谁给你嚣张的资本？好大的口气！我知道你契约了灭城，本想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你偏偏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低估了我，更低估了门。要战便战，哪来那么多的废话？杀！融合血肉之章，这些诡异聚拢成了一个圆球，还长满了触手。你太慢了，在鬼甲的加成下，你的速度在我眼里就像是慢动作。拿出点真本事行吗？如果鬼门守门人就是这样的实力，那鬼灾也就不足为惧了。有趣，有趣，真是个有趣的人类。你让我想起了人类世界的一句古语：飞蛾扑火，不自量力。既然你想看鬼门的力量，那我就大发慈悲满足你。即使它是一扇失控的门，即使我只能借用它1/10的力量，但对付你也足够了。鬼门开！你可曾见过真正的炼狱？可曾窥见过无边的黑暗？既然你对地狱好奇，那我就让你感受这无边的绝望吧。来吧，进入门内的世界。这就是门内的世界吗？无边的血色与灼热，没有任何声音与生机。相比人类世界，我们的居所真的太荒芜了。凭什么我们就该暗无天日，而你们这些血尸却能如此逍遥？烈焰加身，闯入者不可饶恕。鬼门地狱镇压，战车护我身。虚张声势，鬼门不过如此。这只是鬼门残影罢了。如果你还能活到万鬼夜行日，那你会见到真正的门。到时候整个人类世界都将会成为鬼门的祭品。但是你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盛宴，报时献祭。一颗心脏血液，其中一条血管连着这道门，感觉自己身上的明能在缓慢被抽取。那是谁的心脏？难道说鬼灾的数百道门都被这样的血管连接，以数百道门作为吸取养分的门户？这颗心脏的主人究竟是什么滔天大鬼？麻烦了，前世自己只活到鬼灾降临便被砍刀魔妖斩重生，接下来只能靠自己了。我本不想使用门的力量，这会加剧这道门的失控，但是你不该蔑视我。蝼蚁的蔑视会让我失去理智，所以你今天必须死。你的话太多了，作为反派，你应该尽量沉默，这样才可以活得长久。尽数无尽战车，无尽冲击。这炼狱困不住我，这门更困不住我。进入门内世界还想逃离，你简直痴心妄想。血色酒店加我身，黄泉车站加我身，给我破！我的天，门竟然在开始破碎了，这个人竟然拥有灭城中期的力量。你毁了门，你竟然毁了门，你惹下了天大的麻烦，我记住你了，我们鬼再见。师傅打破了我的门。一道声音就伤了我，老头，我们可能惹到了大麻烦。我们的麻烦已经不少了，冥地之主给侯不多一个这个声音的主人。灭城之上的诡异，想灭杀真的太难了，但是这次也获取到了几个关键信息。回去之后，我会尽快通知高层，加强门的管控。这些门，包括这个鬼灾，可能都是某个滔天大鬼的阴谋。先回去吧。蒙哥哥，你们回来了。琪琪，你们突破了。没错，我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场景历练，在不计明超的努力下突破了破道。我的爆炸大西瓜突破之后，觉醒了西瓜领域。西瓜领域怎么名字这么奇怪？蒙哥哥，名字虽然奇怪，但是我可是很强呢。在西瓜领域内爆炸大西瓜会形成连锁西瓜阵，一碰就炸，逃无可逃，并且威力大大提高。不错，即使破到巅峰，大意之下也可能被你重伤。高人，你终于回来了。队长，你这么慌张做啥？距离大昌市几十公里的一个小城梅清城沦陷了，一扇类似我们这里诡异湖泊的血色之门出现在梅清城上空，下一步可能就是大昌。大昌向我们求助，而在那里我们也发现了你一直让我们调查的砍刀魔的踪迹。大昌市，这里是大昌市，请求周边城市增援。这里是瀚海市，你们那边情况如何？目前有鬼巢在聚集，攻陷梅清市的规模鬼巢正在向大昌市移动，坚守阵地，瀚海立刻前往支援。高人，大昌独自处理这次诡异异动，恐怕会极度吃力。虽说九界大师已经突破破道，并且以庙宇为庇护点进行防守，但是根据逃出梅清城的人讲，血色之门内有极度强大的诡异气息，疑似超过破道。老头、琪琪、二龙，你们三人增援大昌，其余蒙家帮众以薛公子为首镇守瀚海。蒙老大，你呢？我得去一趟梅清城。
可是那里已经沦陷了，里面的门已经失控了。这次鬼狐门内的一道声音就已经将你重伤，梅倾城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恐怕更加危险。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随着失控的门越来越多，万鬼夜行日越来越近，一道门的守门人就这么恐怖，门内心脏的主人又该强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决定冒险，主动寻找门，并吞鬼帮助鬼影晋级。只有守门人这种级别的诡异才能增长我的实力。吞鬼。诡异互相吞噬，一向是诡异晋级最快的办法，弊端就是容易反噬。但是没有时间了，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也要抓紧一切机会提升实力。九界大师，我们已经向周边城市发出了增援信号，鬼潮之前援军应该能赶到。来不及了，他们已经来了。叔叔，可以把我领回家吗？靓仔，快来理发了。包子，1块钱一个的大包子。请大昌市民立刻紧锁家门，严禁外出。请大昌市民立刻紧锁家门，严禁外出。警示队全体成员，大昌全体契约者立刻集结。是鬼亦是佛，我鬼慈悲，众鬼跪拜，以我鬼佛化灯塔，给我退。好厉害！九界大师阻碍了这些诡异前进的步伐。没那么简单，这些只是普通诡异罢了，厉害的还在后面。这些诡异太多了，源源不断，再这样下去，我们可能守不住了。九江陈大锤来源大昌，小安市李小花来源大昌，瀚海蒙家帮来源大昌。死去的诡异，为你们的王重新聚集，再次征战吧。迷路的诡异啊，我将为你们摆渡，回到你们的故乡。香火起，为众鬼送行。糟了，这些诡异在开始融合，气息在持续增长。人类啊，快成为我美味的血食吧！这气息是半步灭城，怎么办？我们这里最多的才破到中期，根本对付不了。半步灭城又如何？我们大昌10多位破道，未必不能一战。如果连半步灭城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生存？谈什么度过鬼灾？蒙老大已经前往了梅倾城，那里是这次诡异异动的源头，他面临的压力更大。拼了！鬼灾之下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诡计死亡地界，诡计西瓜领域，诡计幽冥地狱。搬出黄金弹药库存，只有镀金弹药才能对诡异造成伤害，死战不退。根据警示队的消息，这里应该就是那道失控的门了。源源不断有诡异从门内走出，只是为何这么奇怪？里面诡异力量波动很小，仿佛门的力量流失了。是谁？鬼鬼祟祟，给我出来！好灵敏的感知力，如果我所料不差，你应该也是破道级别的契约者。砍刀魔，竟然是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影子士兵，给我拿下！这应该就是你契约的诡异了，虽然很强，但想拿下我没有那么简单。诡计大刀斩，竟然抗住了我的大刀斩，兄弟，到此为止吧，不然最后就是2败俱伤的下场。谁跟你到此为止？影子士兵起！1、2、3，是，竟然10个破道初期黑影。等等，我不认识你吧？你为啥对我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可是认识你。你死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吧？你没有机会了，影子士兵发起冲锋！主人救我！到此为止吧，大人也要看鬼。主人，堂堂人类竟然变成了鬼奴，可笑！这种末世下，我为了存活下去而已，又有什么可笑的？你知道我主人的实力吗？半步灭城，那是你永远也到不了的高度。人类，你的实力不错，成为我的鬼奴，我免你一死。你应该就是这个门的守门人了。本以为让梅倾城沦陷的会是一个灭城级诡异，没想到仅仅是个半步灭城。不过正好吞掉你，我的鬼影就可以晋级了。放肆吞掉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类敢这样跟我说话。诡计混乱鬼灯，这些鬼灯竟然在催眠我，是幻境类诡计，难怪以半步灭城之力就能掀起这次鬼潮异动。什么？竟然不受影响？你不是破道级，你肯定契约了灭城级才能免疫我的鬼灯。逃？这就逃了？灭城级能逃，但是区半步灭城也想从我手里逃走。
人类大哥，饶我一命，我什么要求都答应你。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你成为我诡异的养料，乖乖被吞噬吧。这么说你还是不肯放过我？放弃吧，在我的幽灵公交面前你跑不掉了。小兔崽子，你不要逼我！怎么，你突然停下是准备殊死一搏了？影子大将，切！影之鬼斩！鬼奴，到你现身的时候了。我说了，你不要逼我。半步灭城罢了，逼你又如何？影之鬼斩，十连斩！金术，鬼之霓虹，万家灯火。这是以我鬼体为代价祭出的禁术，即使你是灭城初期，不死也得给我脱层皮。万家灯火，我的四周出现了一座布满灯光的城市，里面似乎有人影闪动，不过这灯光是鬼灯，而城市是鬼城，很强。如果你是灭城，可能真会伤到我，但是境界的鸿沟是你跨越不了的。鬼甲护我身，万家灯火皆是虚妄，消散吧。这竟然是灭城中期的力量，一击就破了我消耗鬼体施展的禁术。出来吧，鬼影本体，趁着现在去吞了它。不，你会后悔的。与其被你吞噬，不如我自己献祭。伟大的主啊，我将献祭我的眼睛、我的五脏、我的四肢、我的全部鬼体，请求你的降临。心脏又出现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这道门内的心脏，相比鬼狐那道显得有点暗淡。是你破坏鬼门的人，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当然记得，我恨不得吃掉你的魂魄，把你拍成渣子。破坏门的后果是你承受不起的。待我降临，你和你的同族都将成为血食。少装模作样，你要是能降临早出来了，何须借着这些门来恢复？如果我所料不差，我破坏了所有的门，那你就永远不能降临。我能毁掉门一次，就能毁掉无数次，何况你现在比鬼狐门内的存在还要暗淡。战车护我身，长颈之力加持我身，禁术无尽冲击，给我破！鬼影，趁现在吞掉心脏。主人想吞掉我，看看是谁吞谁。鬼影和门内心脏开始互相吞噬，不过明显心脏的吞噬速度更快，这个过程不能外力打断，否则我的鬼影将会重伤或者消亡。嗜血悸动，每跳动一次，你诡异的冥能就会被抽取1分，我看你能坚持多久。我最不缺的就是冥能，提取100万冥钞，转化冥能。鬼影，加快吞噬！可恶，你一个人类哪来那么多冥钞？为了帮一个区破到巅峰吞噬，值得吗？没办法，我啥都不多，就是冥钞多。半步灭城还是太难对付了，我们这里10多位破道也只是轻伤了他。诡计，暴走锤击。队长，我们扛不住了，请至煞符。本想万鬼夜行日作为杀器拿出来，但是现在不得已得提前暴露。队长，你们藏得深啊！什么是至煞符？在人类世界，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诡异，这是以前是极其罕见的事件，不像现在这样全面降临。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压制诡异的方法，这个至煞符就是其中之一。包括9界大师的庙宇之中，同样也有压制诡异的物件，但都是消耗品，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队长，至煞符到了。我们人类再弱，也有自己的獠牙。至煞符，诸位，至煞符只能压制诡异，不能击杀。5分钟后，诡异又会恢复行动，还请这几分钟内击杀这只大鬼。爆炸吧，连环西瓜阵。DJ 领域，死亡战鼓。不行，我们的伤害杀不掉这个诡异。可恶，早死晚死，早晚也是死。相比被这个诡异吞掉，还不如我们吞掉它。你是说吞鬼？没错，蒙老大能吞，我们也能吞。拼了！诡异，给我吞噬！诸位破道，祭出诡异一起吞噬！可恶，可恶！该死的人类，毁我的门，还吞噬我的心脏虚影！你必将承受我的反噬，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现在还在放狠话，给我消亡吧！终于吞噬成功了吗？主人，我感觉自己鬼体快要爆炸了，诡异心脏的冥能太庞大了，如今我已经到了破道的瓶颈。那就突破吧，进入鬼之空间。你突破需要多少冥钞？主人，我需要6000万。希望你不要辜负这6000万冥钞提取。诡异，抽取冥钞的冥能突破枷锁。您能抽取冥钞化为我的能量吧？我源自黑暗，是黑暗里行走的阴影，觉醒至暗领域，灭城，给我破！主人，我突破了。
终于突破了，好强的诡计！诡计，至暗领域，黑暗中鬼影实力大大提升，并降低敌人的五感。禁术，鬼影重重，生成成百上千鬼影群鬼乱舞，搭配至暗领域威能倍增。禁术，死神收割，阴影化身死神收割生命。鬼影终于晋级了，估计我现在诡异进出，能跟灭城后期5-5开。怎么回事？砍刀魔明明被我引之鬼斩斩成重伤濒死，为何现在不见踪影？刚才觉得他是个小卡拉米没有注意，没想到竟然让他跑了。难道他的受伤是装的？心机倒是深沉。可恶，竟然重伤了我！但是你永远想不到，我能靠吸收鲜血恢复身体技能，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待我吸食到足够的活人鲜血，我一定回来将你千刀万剐！好奇怪，这只诡异似乎变弱了。队长，最新观测消息，大昌市的诡异在往梅青城撤退，似乎梅青城上空的血色之门破碎了，没有血色之门，这些诡异的力量在快速流逝。估计是蒙老大，他就在梅青城。先不要管那么多，趁着现在加快吞噬。你们会后悔的，待无主降临，你们会迎来无穷的反噬。这样吸取明能可比明超抽取明能快太多了，我感觉自己快到破道中期了。我突破了，已经到了破道中期。消亡吧，该死的诡异，回到你们该去的地方。终于结束了，一道门就这么难。根据蒙老大的说法，万鬼夜行日数100道门，该怎么度过？我的头好难受。阿郎，你怎么了？我的头感觉快要裂开了，眼睛里一片血色。这难道就是诡异反噬？我受不了了。糟了，二龙身上有诡异气息已散，难道要变鬼了吗？速速让开！诡异气息似乎被压制住了，还好有大师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以后吞鬼一定要谨慎。蒙老大，你从梅青城回来了？没错，大昌这边诡异异动解决了吗？幸好有警示队的治煞符封印了半部灭城大鬼，我们侥幸冒险吞鬼才险胜。治煞符？高人，是这样，我们警示队有流传一本符咒大全，里面记录有驱除诡异的多种符咒，治煞符就是其中之一，甚至有一些神符能对大鬼造成巨大伤害。还有这样的奇物，这些符咒能量产吗？恐怕有难度，符文的制作需要大量的明钞，我们官方目前的明钞储备不多，诡异末世初期收集的明钞已经快要见底，而诡异场景获取的明钞又太少。我可以为官方提供1亿明钞，但是我需要这本符咒大全。神们，1亿！高人，你确定要给我们1亿？同为人类，我愿为人类共同体尽一份自己的力。蒙先生大意，稍后我会将符咒大全送到你的手中，有这笔明钞，我们官方就可以开启符咒计划了。到时候警示队成员人手1张符咒，战斗力能大大提升。这次诡异异动结束了，我们也该回瀚海了。老头，接下来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办。蒙老大，什么事情？我们的势力越来越大，明钞消耗越来越快，后面的万鬼夜行还需要大量的明钞，不能这样只进不出，所以我决定进行幽冥彩票计划。幽冥彩票计划就是把人类世界的彩票站发展到诡异世界，并以黄泉车站为总部，利用车站诡异聚集的特性，在每个幽冥公交站设立诡异彩票站点。蒙老大，你这太有商业头脑了吧？赚诡异的明钞对付诡异。没错，不止如此，还可以在黄泉车站售卖红血果和白菇。哪个诡异能想到，黄泉车站的掌控人竟然会是一个人类？理发老鬼，听说了吗？有个诡异中大奖了，以10块明钞中了20万明钞的大奖。你这算什么？听说噩梦餐厅有个服务员诡异中了100万大奖。你们在说什么？发财一定要带上我！就是那个黄泉车站推出了一个幽冥彩票，10明钞买一个号，能中各种梯度的奖励，最高500万明钞。500万，我的天，疯了吧？10块钱就有机会中吗？这个黄泉车站不得亏死？所以啊，老弟，别怪你鬼老哥没提醒你，赶紧趁着现在这个机会赚一笔，不要错过了。走，我当诡异这么多年，也存了几千明钞了，全部梭哈了。蒙老大，黄泉车站聚集了好多诡异，全是买彩票的。车站的财务诡异粗略计算了一下，我们一天就可以赚取上100万明钞。安排下去，偶尔让几个普通诡异中大奖，把我们黄泉站的名声打出去。蒙老大，警示队让人将符咒大全带过来了。当初还以为这样的书是江湖骗子编著，没想到末世降临后竟然有这样的妙理，里面记载了数十种符咒，治煞符、五行符、去离符、天雷符、
金光符5符合一，竟然能合成神符，足以压制灭城大鬼。只是这符文制作条件未免也太苛刻了，不只是需要海量明钞，还有各种奇怪的材料。估计鬼灾来临前，每个大城能拥有一张神符已经是万幸。制服，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地方，老头，跟我去一趟赤坑村。蒙老大，这里就是你说的赤坑村了。来人止步，赤坑村封村的。村怎么回事？我们是来谈生意的，麻烦通报一下。快入夜了，赶紧走吧，此村不接待生人。蒙老大，看样子进不了村了。等等，竟然是你！我的天，是蒙老板，竟然是蒙老板！村长，好消息啊，那个蒙老板又来了。蒙老板？哪个蒙老板？难道是？没错，就是那个诡异末世前用20亿现金做冥币的蒙老板。我的天，大人物啊，大人物！全村集合了，蒙老板来了！全村集合了，蒙老板来了！通知下去，家家户户把蒙老板的画像挂起来，全体村民去村口迎接蒙老板。听到广播了吗？是蒙老板来了。听到了，听到了。蒙老板目前的身家估计得以万亿为单位吧？没错没错，有这个身家，稍微让我们挣点冥币，那我们契约个诡异还不是简简单单。村长，好久不见，我这次来是想和赤坑村再合作一次。蒙老板，不瞒你说，我们村现在已经做不了冥币了。末世降临后，我们新做的冥币已经失去了效用。还好在末世前您给我们留了几百万冥币，所以我们村才能在现在安然无恙。村长，我这次不是来做冥币的，我来找你做符的。做符？没错，跟你们古法制冥的方法类似。你看看这本符咒大全，你们能做吗？红纸、铅墨、明砂、黑竹烟。大部分材料没啥问题，都是现成的，只是其中有一门材料恐怕目前很难拿到。什么材料？就是这个阴土。据我所知，只有在白水市的永安坟场有，可是那里在末世降临后发生了异变，变成了恐怖的诡异场景。我们村一个小伙子前不久经过白水市，竟然看见坟地里有几个诡异在打麻将，他们身上的气息竟然都是破道。如今世界诡异气息越发浓烈，还不知道那个坟场如今变到何等恐怖的程度。如果我能拿到一批阴土，这些符咒你们能做吧？能做能做，只是我们这次不收现金，要明钞我。那你们先做好准备工作，我前去取阴土。这里是1000万明钞定金，给我做10亿明钞的符咒。什么10亿？我操！蒙老板果然出手还是那么豪气，大手笔大手笔！立刻通知下去，把村里能动的老家伙再抬出来，在诡异场景做任务的全喊回来，我们赤坑村又要起飞了。什么？瀚海蒙家帮主要来白水市解决永安坟场诡异场景？好的好的，安排下去，立刻派人迎接蒙帮主。首长，恕我直言，一个帮派老大而已，要如此兴师动众吗？你不懂，这个蒙帮主可能是如今第一契约者。有小道消息透露，蒙帮主可能到了破道巅峰，甚至更高的境界。你说该不该以最高规格接待？应该的，应该的。有蒙帮主助力，肯定能解决永安坟场这个大患。如今的永安坟场越来越恐怖，里面有红光闪烁，我们根本不敢再靠近了，感觉随时会走出惊天大鬼。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根据上面指示，今天有大人物过来。是，有车过来了，是一辆公交车。公交车应该又是想要跨市之人，直接驱离吧。队长，如今末世下跨城的人极少，会不会来的就是那个大人物？你是不是傻？让白水全城警视队隆重迎接的人会开个公交车来吗？来人止步，立刻返程。让你们止步，听不懂吗？蒙老大，路好像封死了，不给进，而且都有枪。什么蒙？这人姓蒙，先等等。队长，我们等什么？车内的人姓蒙，长官们要迎接的大人物也姓蒙。不会这么巧吧？那种等级的大师能开公交车过来，就算只有1/1000的概率，也不能耽误了长官们的事。你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汇报。是。好，收到。我的天，真的是蒙大师，全体都有。白水市欢迎蒙大师到访。白水市欢迎蒙大师到访。不是说不要兴师动众吗？蒙大师误会了，我们不是为了迎接你才来此处的，平时值守任务就这么多人。现在带路前往永安坟场吧。永安坟场以前是白水市的公墓区，在末世前一直有人说那路不干净，没想到末世降临后，那路直接化为一片诡异场景，远远望见里面鬼气熏天，进去过的人至今没人生还。这路就是永安坟地了，大师你们切记小心。
蒙老大，这里的诡异气息好浓厚，气息超过了当时的浮世城。老头，你能看透里面的景象吗？看不见，一片血色遮蔽了天空，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啥。竟然连你破道级的鬼眼都看不透，这里面恐怕是个大凶之地。蒙老大，那我们还进去吗？必须得进去，如果不进去，先不说符文无法制作，到了万鬼夜行场景全开，里面的诡异不再受规则束缚，会是以后的大患。先进去吧。这里好阴森，咦，好奇怪，是什么声音？似乎是麻将声。快看，村长竟然没骗我们，真的有鬼在打麻将。既然来了，那就来打一把麻将吧。小心点，看他们的身后有3道血色之门。3缺1，你们谁来？2个半步灭城，一个灭城初期，不好对付，还是大意了。没想到这里出现3道门。老头，你会打麻将吗？别的不敢说，当年我可是打遍菜市场无敌手的雀神。快来玩2把，3缺1已经很久了。老头去吧，冥币我给你报销。太久没玩了，应该不会手生。妖姬3万。哎呀，自冒清一色，快，给明钞，1人1万明钞，别赖账。运气倒是不错，后面你可没这么好运了。愣着干什么？快出牌呀！不好意思了各位，又是自摸对胡，快，给明钞。今日我部某人真是手气爆棚，注定是发财之夜啊。3桶。东城。胖。等等，不好意思又胡了，抢猴大四喜。啥意思？桌腿断了。桌子年老失修，还乱了，这把不算。咋能不算呢？大四喜啊！哪里来的大四喜？桌面都已经乱了。那行吧，再来。你怎么又愣在那里了？赶紧出牌！这把桌腿应该不会坏了吧？不好意思了各位，天胡13妖，1家10万明钞。什么天胡13妖？你看清楚你的牌，炸胡啊！炸胡赔3家。对，乞丐，我的筒子呢？你们拿了我的筒子。你怀疑我们出千？难道不是？可恶！你可以质疑我们的牌技，但是不能质疑我们的牌品。炸胡赔3家，赶紧的！你看我这糟老头子，哪有明钞赔给你们这些老千？那就是没得玩了。西风。糟了，麻将密语，3人打西风，这是要送我归西啊！蒙老大，大事不妙。行了，既然他们不想玩，就掀桌子，大家都别玩了，浪费时间。你竟然打碎了我们最爱的麻将桌，你在找死！陪你们玩，还以为给你们脸了。输不起的老千们，输的明钞赶紧补上，否则就拿命来还吧。要我们的命？好久没听到这么好笑的笑话了。这是我们的场景，当然规则由我们定。你是在质疑我们的规则吗？这是场景压迫力。出千在规则内，难怪警示队说这里有去无回，普通人怎么玩得过他们？虚空中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麻将虚影，他们竟然把麻将融入了场景。你们掀了桌子，那输的就不再是明钞了，而是生命。麻将领域，叠加人类准备好了吗？我要出牌了。你要出什么牌就出吧，我全部接着，话可真多。看你能嘴硬多久。妖姬。我的天，这是什么妖姬？这明明是幽冥姬，是黑凤凰啊！妖姬吗？我不要，影之鬼斩，给我撕！这人类有点实力，全力出手。该我出牌了，你接好了。9条，无尽冲击。3条，坟墓守护。5条，死亡墓碑。1桶，战车护我身。可恶，老鬼们，给他点颜色看看。麻将束缚。怎么玩不过，又要准备出千了？那我就再把你们的桌子掀了。诡计，死神收割。老大怎么办？这人类好强，早知道就把输的明钞给他了。现在使用诡计花的明钞都超过那个数额了。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个人类一看就很富有，我们全力拿下他，一直陪我们玩麻将，那他的明钞也是我们的。既然如此，那就召唤门的力量。出来吧，血色之门！出来吧，血色之门！出来吧，血色之门！
3个守门人竟然在同一个场景，我很好奇你们究竟有什么特殊。你竟然还知道门，知道门你还敢闯入鬼坟场景，我是该说你胆大包天，还是不知死活？我们3人同葬同墓同干，在无尽岁月里早已不分彼此，所以我们可以是3个，也可以是1个。鬼门融合吧，伟大的主啊，让我们借用你的力量撕碎这个可恶的外来者吧。我的天，好可怕！3道门竟然可以融合了3道门的力量，这些诡异不是1+1+1那么简单，恐怕实力能达到灭城中期。禁术血王之王，重铸麻将荣光。记住我的名字，我是鬼坟之主，是死亡代言人。放心，我会留你半条命，再折磨你100年1000年。鬼坟之主，名字还挺唬人。我们有这么大仇怨吗？还折磨我100年1000年？既然如此，那你也记住我的名字，我是蒙大，是幽冥鬼手之主，是无尽战车之主，是千重鬼影之主。诡计，鬼手领域，禁术，战车冲击，禁术，鬼影重重，给我破！怎么可能？我们融合的力量都敌不过这个人类吗？大哥，我们错了，放我们一条生路。晚了，给我消亡吧！实话告诉你们，从破碎第1道门开始，我就已经跟鬼门不死不休。作为守门人的你们，只能成为我进阶的养料。是你逼我们的。诡计以无鬼体，召唤无主。这是一条腿，好强大的腿！这条腿的气息比蒙老大还强，不应该是心脏吗？我们失策了，这些门究竟在酝养什么东西？老头，快去收取阴土，我们恐怕得跑路了。我不知道这是你第几次在挑衅我了。我为了这个计划准备了上千年，绝不允许出任何差池。可是你这个蝼蚁，竟然3番5次破我鬼门，所以这次你必须死。一条大腿虚影而已，你也配威胁我？我迟早揪出你的真身，送你去往生。找死！禁术鬼王9踏，我要把你踩成肉泥，看你能躲到哪里去。影之鬼斩，这是什么防御？影之鬼斩竟然只是斩破了这条腿1层皮。小崽子，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接下来你没有机会了，给我去死吧！鬼甲护我身，战车护我身。哼，真是个难啃的骨头，又臭又硬。你越是难啃，我越是享受折磨你的快感。给我碎！人类，我现在大发慈悲的给你一个选择，跪下来求我，我会留你一条狗命。少废话，从破碎第1道门开始，我们就已不死不休。禁术，死神收割。啊！我的脚，你竟敢伤到了我！可恶！现在即使你磕头求饶，我也要毫不犹豫地踩碎你。禁术阎罗鬼脚，这一脚将耗尽这3座门的力量，你还能接住吗？好恐怖的气息，这一脚估计能直接把灭城初期踩死。血色酒店加我身，黄泉车站加我身。小子，我看你能坚持多久？你太弱小了，连本座的大腿虚影都承受不住，还妄图寻找本座本体，可笑！呵呵，你就这么自信吗？既然如此，那就让你看看我的真正实力。我能嘎你1次，就能嘎你无数次。以我鬼手撑幽冥，以我战车开迷雾，以我鬼斩破苍穹，至暗领域起死神大刀去！这雷霆，这鬼物，竟然让我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难道这人类竟然真的还能拼死一搏？老头，快别挖了，准备上车跑路。上车！这我被耍了，可恶！人类，你竟然敢耍我！蒙老大，连你都打不过这个大腿呀！这个大腿估计得有灭城后期的实力，赶紧跑！恐怖！那鬼门深处的诡异完整体究竟会强到何等程度？人类，在我的场景内，今天你插翅难逃，我要击毙你！击毙我？那你要失望了，我的战车能穿梭场景，轨迹穿梭。再见了，小腿腿！可恶！可恶！人类，我不会放过你的！连续扰乱我的计划，我会让你生不如死！鬼面，你提前降临，带着鬼棺与9颗棺材钉去把这个人类给我抓回来！记住，要活的
我要亲自踩死这只蝼蚁。是。蒙老大，好险，这个诡异太强了。我原本以为鬼影晋级后应该不会再怕门内的虚影，没想到门内的诡异强到了如此地步。这鬼坟门内的诡异这么强，他要是出来，白水市恐怕要遭殃了。放心吧，门内诡异每一次降临都会消耗巨大的能量，短时间不会再出来。还好此行拿到了阴土，下次来就用符文炸平这里。村长，这批阴土应该够用了吧？够了，没想到你们竟然真的带回来了阴土，费了一些周折，不过总算带回了阴土，那符咒制作就交给你们了，保证完成任务。老头，回去之后你们抓紧消化上次大昌之变吞噬的诡异，争取鬼灾前能达到破到巅峰，甚至半步灭城。到时候有符咒助力，你们会是对抗鬼灾的中坚力量。我预感到我的鬼手也快突破了。蒙老大，这么快你又要晋级了？上次鬼影吞噬进阶之后，我的鬼手也获得了一些提升，目前鬼手已经到了破到后期境界，估计很快就可以灭城。一旦鬼手晋级，我的战力就会大大提升。这就是人类世界吧，到处都是血石气息。我有7面，每一面都是我，每一面又不是我。姓蒙的出来，姓蒙的给我们一个说法。怎么回事？外面怎么那么吵？走出去看看。在吵吵嚷嚷什么？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里是蒙家帮。知道这里是蒙家帮，让姓蒙的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说法？要什么说法？这里有你大呼小叫的份吗？哼，是强凌弱也就算了，可是为什么要对无辜人类下手？我中州市10几位契约者遭到了姓蒙的毒手。对啊，我们大川市同样也有不少契约者被杀害，现场很惨烈。身为瀚海镇守，不仅不帮我们对抗诡异，反而如同诡异一样残害同胞。他这样跟诡异有什么区别？如果今天不给个说法，姓蒙的将迎来7大城的联合声讨。残害同胞，你有什么证据吗？想要证据？那我给你们看看证据。这是我们中州监控拍到的画面，你仔细看看你们蒙帮主做的好事。这确实是蒙老大的相貌，但是什么？嫌证据不够？那你再看看我们九江市的监控，看到了吗？姓蒙的猖狂至极，这是要公然成为人类公敌啊！等等，此事有蹊跷。有什么蹊跷？让姓蒙的出来解释。蒙老大正在闭关。主人，外面好像出问题了。先不管那些，你安心吸收冥能，这次得突破灭城，不然你也会随我被鬼门之主湮灭。主人，其实我们除了正常境界，还有一种境界方法，会让自己和宿主一同境界，只是这样会很危险，并且耗费极多冥钞。什么境界方法？当诡异完全忠心于宿主，并且愿意付出一半归体的代价，以我境界一散的冥能改造你的身躯，会使你以半诡异的状态同步晋级，到时候你的身躯会极度强大，再有我们的加成，战斗力会获得质的提升。但是坏处也很明显，就是半诡异化之后，你会变得和诡异一样嗜血，并且容易失控。半诡异状态，这是一种特殊状态，一角生，一角死，每次进入半诡异状态只多5分钟，否则就会变成真正的诡异。重活一世，每一步都如同走钢丝，如今鬼灾更是悬在头上的大剑，我没有选择，进阶吧，半鬼又如何？伟大的地狱之主啊，请接受这微不足道的贡品，赐予我力量，助我破开这壁垒吧。主人，接受我鬼体已散的冥能，与我一同接受冥能的洗礼。好痛！全身的骨头仿佛断裂，身体中迸发出强烈的阴邪气息，身体的机能在以极快的速度提升。突破了！没想到我小少爷竟然也有突破灭城的一天。妈妈，我出息了！诡计回首遮天，一只从天而降的巨手镇压敌人。剑术阴阳合击，一手化幽冥，一手化地狱，双手合一排碎一切。剑术大悲千鬼手，宿主身后展开千中鬼手，化为千手鬼身。主人，你怎么样了？还好，身体感到从未有过的强大。退出半鬼状态之后，除了烦躁一些，并没有其他副作用。先出去吧，外面似乎吵起来了。姓蒙的什么时候出来？把他给我叫出来，否则别怪我们轰平蒙家帮基地。是谁敢轰平蒙家帮？蒙帮主，是蒙帮主出来了。刚才是谁说要轰平蒙家帮啊？
怎么现在又不说话了？你们不说我说，盟帮主，我想问问你，为何无缘无故杀害无辜的契约者？鬼灾即将来袭，我们的中坚力量本就不够，你这样置我们于何地？杀害无辜契约者，你们都是为这事来的？这件事有蹊跷，我一直在闭关，而且你们分布在不同的城市，我又不是神，如何在1-2天的时间里出现在这么多的地方？给我看看监控视频。这些萌大全都是在夜间出现，我怀疑这是诡异所化，看样子目标是我会亲自出手，给你们一个交代。这里有取之不尽的血石，难怪主人千方百计想要降临。待我享用足够的血石后，就去捕捉那个萌大。不要，放过我！放过你？好呀，那你赶紧逃吧，10秒钟内逃不掉那可不要怪我了。是谁？鬼鬼祟祟，给我出来！你好好看看我是谁？竟然是你！我还没来得及找你呢，你竟然还敢主动凑上来！你认识我？可是我好像与你并没有什么过节。这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你惹上了一个不该惹的鬼，诡计鬼又无掌。这是什么情况？我的身体被一条条丝线掌控住了，身体不再受我使唤。人类乖乖进我棺材吧！没想到这么弱的人类也能让主人动那么大的怒火。弱不过是探探你的虚实罢了。影之鬼斩，给我破！冒充我就要做好死亡的准备，死神收割。就这点力量吗？我甚至觉得用棺材装你有点大材小用了。鬼棺现，这是回魂戏院的青铜棺？不对，这个棺材比青铜棺的颜色更深，但是它们的气息是一样的，绝对是同源产物。可恶，是你们，竟然是你们！可恶啊，关了我整整300年，你跟盗鬼是什么关系？我一定会将他千刀万剐。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见盗鬼的老仇人，有趣，正好将你主人带回去，顺便把你交给盗鬼送个顺手人情。呵呵，大言不惭！死神鬼斩，再斩！忘了告诉你，我名鬼面，我无处不在，你连我的影子都碰不到。愤怒吗？可是愤怒有什么用呢？300年前，你的鬼影在棺材里苟延残喘，300年后，你们主仆将再次入棺，不得不说是缘分。你的话可真多，你无处不在，那我就让你现形。禁术，鬼影重重，在我千重鬼影之下，你还能隐藏吗？我何须隐藏？一个稍微强大点的血石罢了，不逗你了，结束吧，我还要继续享用我的血石呢。禁术，灭夷，暴怒，我的怒火无人能受，深渊之火燃烧吧，我的怒火所过，万物皆成焦土。禁术，回甲护体，战车护我身。皮还挺硬，能承受住我的怒火，但我看你能承受多久。禁术，灭二，鬼气，我之悲哭，可让万鬼明灭，大地泣血，血河湮灭。这实力比鬼坟内的大脚还强几分，估计已经接近灭城巅峰。要不是鬼手晋级了，可能现在我已经重伤逃跑。这火烧不了我，这血赢不掉我。禁术，无尽战车，给我破！我承认你确实有2把刷子，但是你想依靠着区区小车逃过我的掌心，那就是做梦。禁术，灭四，贪食，以下犯上者皆会成为我的口粮。以下犯上，究竟是谁以下犯上？禁术，鬼手遮天。第一掌，我打你不该冒充我；第二掌，我打你不该残害无辜；第3掌，不好意思，我就是单纯想打你。人类，你完了，已经几百年没人敢打我的脸了，打我脸者不可饶恕。禁术，灭六，噬灵，我将化身千面，把你一寸寸吞噬，而我只要带回去你的骨架，让你吊着一口气，也算能给主人交差了。你有千面噬灵，我有千重鬼手，你能奈我何呢？禁术，大悲千鬼手，千手鬼身，气。不可能，一个人类竟然能同时契约3灭城，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每一个灭城诡异都有自己的尊严，怎么可能轻易被你契约？你的死期已经到了，还问那么多为什么有什么用？给我消亡吧，阴阳合击！你竟然把我逼到了如此狼狈的一步，回去之后，我不只要忍受主人的责罚，还要忍受其他诡异的耻笑，这一切都怪你，都怪你！禁术，幻魔。七面合一，你将会见到从深渊之中走出的魔鬼，他暴怒、贪食、悲泣、衰败、
惨毒灾祸，地狱18黑给予一身。这是什么气息？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诡异？战车护我身，鬼手护我身，血色酒店加持我身，黄泉车站加持我身。到此为止吧。恐惧之环，衰败之环，惨毒之环，积血之环，瓮虎之环，尽数魂伤之尽。这怎么可能？即使鬼手晋级了，竟然在这禁术面前也无法反抗吗？人类，你很强，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惹怒我，更不该惹怒鬼门之主，破坏主人的计划，安心进入鬼关吧。是你们已是鬼门之主的手下，可恨！难道我蒙大今日要葬身此处了吗？咦，是什么声音？神府，降魔雷府。蒙老大，我们来救你了。蒙帮主，我们已经通过刚才的监控看到了事情的真相，误会你了。这是我们锦氏队仅有的3张神符之一。蒙帮主赶紧脱困，这张符文估计只能拖他几十秒，他太强大了。可恶，一群血石为什么老是想着反抗？禁术，鬼甲护体，禁术，战车护我身，给我破！你们往后退，接下来估计我会失控，越远越好。是生是死，听天由命，进入半鬼状态。好强大的感觉，但是有嗜血狂暴、憎恨怨毒等等不良情绪充斥在内心，必须速战速决。小子，你这是玩火自焚！玩火自焚，那也要拉你同归于尽。血色酒店之力加我身，黄泉车站加我身，影之鬼斩，千连斩。不，这不可能，绝不可能！逃！立刻回去禀报无主，这个人类成长太快了。想走没门！可恶，我的手，这个仇我记下了，来日我必将你千刀万剐。蒙老大，蒙老大，蒙老大，你没事吧？我没事，不过可惜让他逃了。这次多亏你们来了，否则我凶多吉少。不过好在并不是没有收获，这个灭城巅峰诡异的手臂，吸收了它，我们的实力都可以提升一大截。先回去吧，抓紧一切时间提升实力。鬼面逃回去了，鬼门之主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暴风雨即将来临，开奖了，开奖了！今日幽冥彩票开奖了！快快快！我这次可是把我几千明钞一次梭哈了。开始开奖，第一个幸运的号码是15号。对对对，是15号。紧接着5号之后，第二个幸运的号码开出来了，是21号。没错没错，这保稳了。下面来看最后一个奖号，最后一个号是88，恭喜彩票号码为152188的彩民获得500万明钞的大奖。鬼老哥，打我，再打我，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我中了，真中了，中了多少？500万！我操，单车变飞机，买，我也要买。蒙老大已经按照你的安排把中奖号设置给一个普通诡异了，不错。接下来黄泉车站还可以展开更多的业务，你可以向瀚海网罗一批人才，把人类世界的商业模式搬过来，比如幽冥竞速、幽冥足球、发行冥股等等，势必把这些诡异的羊毛割干净。好的，蒙老大，我立刻去办，我们的明钞业务一定会做大做强。蒙老大，赤坑村的人来了，终于来了。蒙老板，第一批符文已经制作完成，禁锢符、震慑符、阳火符、辟邪符等低级符咒各10万张，对破道以下效果极佳。制煞符、五行符、驱离符、天雷符、金光符等高级符咒各500张，对灭城以下诡异效果极佳。很不错，薛公子，安排下去。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领1张低级符咒，每个大区域领1张高级符咒，剩下的符咒合成神符。7大城避难所每个城市发5张神符，其他还有人聚集的小城每个城市1张神符。目前已经发现的血色之门有多少道啊？根据官方和帮派的共通数据，目前已发现血色之门31道，其中失控的门6道，目前已经被各地以底蕴镇压，但是目前来说已经快到极限了。蒙家帮成员听令，每人3张低级符咒，实力到达瓶颈的，可到黄泉部借取突破明钞，可以突破后再偿还。可尝试100人成团、1000人成团攻打鬼门，必要时可进行吞鬼，人数越多，诡异意志分散就越难反噬。接下来全力备战鬼灾！快，领符咒了，听说是蒙家帮发放的，真好呀！蒙帮主真是个大善人啊，有这张辟邪符贴到门口，
估计破到以下都不敢来害我们，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警视队成员听令，现在每人下发一张低级符咒，将下来大力开阔诡异场景，全力提升实力。是。诸位师弟，这是最近降服的诡异，大家一起吞噬。师兄，我们也要吞鬼杀生吗？这是否违背了我们的本心？这不是杀生，这是降魔。请出镇庙舍利，有这些舍利护佑，我们吞鬼可以降低入魔的风险。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就让我们一同降魔。无主，对不起，这次任务失败了。废物，一个灭成中期实力的人类你都对付不了，你不配再位列18鬼首，退下吧。无主不要啊，这个人类不是灭成中期，是灭成巅峰实力。大胆，几天前本座虚影降临，那人类不过中期实力，这才几天，怎么可能跨越到巅峰？千真万确，否则我也不会断一臂回来。而且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就是人类世界中存在一种神奇的符咒，竟然对我都能造成不小伤害，并且禁锢了我几十秒，否则我也不会如此狼狈。符咒？没错，就是因为它，我才在关键时刻被禁锢，不然已经带着那个人类回来了。真麻烦，盗鬼、污鬼、鬼化、鬼新娘，你们4个一起降临，解决掉一切祸患，否则就不要回来了。这次你们一起降临，已经到了我的极限，如果还完不成任务，那只有等万鬼夜行才能全面降临，迟则生变。是。今日我们带着上百张低级符文，3张高级符文，是不是要拿下这座鬼门？等等，不对劲！怎么了，老大？无比汹涌的明能在震荡，赶紧走，快回去禀告警视队与蒙家帮，出大事了。向讨，晚了，上百人的队伍，不错，都是优质血石，没想到刚降临就给我们送一份这样的大礼。蒙老大，出大事了！怎么了？警视队刚才向我们发来求助信息，说有个前往攻打血色之门的百人团全部失联。全部失联？这百人团很弱吗？并不弱，相反，他们是白水市的精锐，在白水市灯塔唐大杰的带领下，人手1张低级符咒，甚至还带了3张高级符咒。以他们这个实力，面对半部灭城丝毫无惧，甚至面对灭城初期也能一战，即使遭遇灭城中期也能逃回来几个。全员失联，连一个消息都发不回来，估计只有灭城后期甚至巅峰才能做到。麻烦了，老头，带上星河城的神符，我们前去支援。蒙老大，带多少张？3张够了，不，带10张，我们要稳。队长，情况怎么样了？唐大杰带领的百人团有消息了吗？不太乐观，还是没有他们的音信，我估计他们已经全部遇难了。更可怕的是，自从白水市百人团失踪后，最近陆续有人消失，再找不到一点踪迹，一点线索也没有吗？线索倒是有一点，我们通过卫星定位到了其中一个人遗留的手机，信号停留在白水市的西北方向，但是那边情况不太好。那边怎么了？那边原本有一道稳定的血色之门，但是最近失控了，原本一望无际的原野竟然被诡异的雾气覆盖，看照灯也照不进去，只要被雾气覆盖的人没见到再出来，而且这些雾气似乎有意识，在缓慢向白水市移动，恐怕有点麻烦。雾气有意识的移动我还是第一次碰到。队长，以防万一，先派人迁移白水市民众，我们先过去看看情况。蒙帮主，看前面，这诡异的雾气离白水市越来越近了。队长，先探探虚实。传令下去，使用黄金弹药向里面开炮。这没有任何反应，难道这雾气还真是自然景观，并不是诡异力量？否则不可能对黄金弹药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雾气里面藏着无比恐怖的诡异，使它能免疫黄金弹药的伤害。再试试阳火符，去！这阳火符被一团黑气雾气包裹之后，很快被磨灭了。这是什么情况？情况很明显了，这雾气确实是一尊滔天大鬼，装神弄鬼，引之鬼斩，给我破！这雾气在开始退散了，蒙帮主好强，竟然一招击退大鬼。别高兴太早，我能感觉到我对雾气并没有造成多大伤害，是他自行退走的。这只诡异很谨慎，他并不是怕我，而是没有摸清我的实力，暂时性撤退。队长，今晚在白水市周围布置一些警示符咒，提高警惕。好的，没问题，我这就安排下去。还有个问题，我们目前7大城战线拉得太长，
鬼门失控越来越频繁，导致我们很容易不辞事柄，所以我建议向高层反映，能否再次迁移。你是说将7大城合一，建立一座超级大城，聚集整个人类世界最顶尖的契约者共同守城？没错，从最开始的鬼湖，到后面的一场景3门失控，到最近出现的鬼面，可以看出现在降临的诡异越来越强，而且从前有场景规则束缚，现在规则束缚力越来越弱。说实话，我有点力不从心了。如今的情况，7大城合一是最好的选择。针对7大城合一的提议，大家谁赞成？谁反对？谁有异议？首长，如果7大城同时迁移，上亿人口，影响太大了，物资怎么保障？住所怎么安排？这些都是大问题，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至少诡异暴动目前还没有到完全失控的状态，我反对。如今的7大城，半部灭城实力的契约者不到20个，即使有蒙家帮提供的符咒助力，他们也只能发挥出灭城初期的实力。这实力聚集起来确实不错，但是分散开来，还不是任人逐步击破吗？至于物资短缺，总比失去生命要好，所以我赞成迁移。的确，最近出现的情况大家不是不清楚，半部灭城唐大杰带领的100人团，还带着不少高级符文都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谁还能说自己能独守住大城？我也赞成迁移。我赞成迁移。我赞成迁移。7票赞成，1票反对。迁移计划立即启动，相信短期的苦难必将迎来新生。诡异大哥，放过我，我做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吃我。这血石太弱了，吃着不可口，倒是这老头血石不错，应该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强者。等等鬼物，这个可以给主人带回去尝尝，主人在门内几百年，肯定尝不到如此美味，到时候主人一高兴可是会大大奖赏我们。有道理，那就先留着他吧。你今天雾起扩散见到了伤害鬼面的那个人类，实力如何？他远远地斩出一刀，感觉跟我不相上下。如果他只是这个实力的话，我们4对1完全可以轻松拿捏。要不是谨慎起见，我还真想跟他碰一碰。谨慎是对的，你忘了鬼面在主人面前提到的符咒了吗？符咒确实是有点神奇，那个人类远远扔出一张黄纸，竟然化为一片阳火。要是破到极诡异日道，估计直接混淆。但是对我来说，伤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鬼面言过其实了，小心一点，他们还有能禁过鬼面几10秒的符咒，还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库存，或者有没有更强大的符咒。今晚鬼物和道鬼一起去白水城探探虚实，我和鬼话去其他地方探索。这是主人最后一次以伟力送我们降临，一定不容有失。记住，谋而后动。蒙老大，你怎么了？我今天有点心神不宁，总感觉会有大事发生。出事了！预警符文响起，诡异来袭！快逃啊！快逃啊！这鬼物要吃人呀！一个能打的都没有，鬼面竟然栽在了这种地方。这里真是我们的天堂，期待五主将血色之门布满这片土地的时候，到时候这无穷无尽的血石都是我们的。道哥，你在干什么？我闻到了熟悉的气息，是谁来着？哦，我想起来了，是几百年前封印的一个小鬼。鬼鼻子倒是很灵，神符、天雷符，唯一今日我蒙大为你报仇。这难道就是鬼面所说的符咒？其中蕴含了至阳的天雷，对我们诡异的克制太大了。如果符文数量不多的话，对我们造不成致命伤害。就是不知道这样的符咒人类世界到底有多少。人类，你太猖狂了，想靠这小小的黄纸对付我们？小小的黄纸，口气倒是不小。回忆，现身吧。是你，真让人惊讶。没想到以前的一只小鬼，竟然也走到了灭城级。道鬼，我们又见面了。300年封印，我每一天都恨不得把你挫骨扬灰。300年仇恨，今天该了结了。就你也配跟我谈了结？一个被人类契约的诡异，你连让我正视的资格都没有，指望这个人类吗？那你也太小看我道鬼了。鬼之道，阴阳磨盘，在鬼门之中，我代替五主刑罚，在我的磨盘之下，所有生灵都会湮灭。刑罚？你有什么资格刑罚？龟缩在鬼门之中的老鼠，你们就该永不见天日。禁术，大悲千鬼手，战车护我身，鬼手护我身。神符，圣光符，我说要有光，圣光照耀，让你们这些老鼠看看真正的光明吧。这是我讨厌的光芒，
这个世界不该有光明这种可恨的东西，黑暗有什么不好？堕落又让人陶醉，可惜你们总是不知好歹，冥顽不灵。剑收，光明永坠，至暗侵袭。在我们合击之下，整个鬼门能抵挡住的鬼异都不到10指之数。你一个卑微的血石，拿什么抵挡？血石？谁是血石还未可知。这次我带了数百张神符，就是为了把你们瓮中捉鳖，斩尽杀绝。神符，玄武守护。今天我就站在这里，看你们能奈我何。道哥，怎么办？这人类说他有数百张这种神符，恐怕不好对付。这些符咒太神奇了，数百张耗都能耗死我们。虚张声势，如果真有那么多，你觉得鬼面还能逃回去吗？鬼新娘一再强调我们要谨慎，这次无主最后一次送我们降临，一定不容有失。再看看，这次即使不能打掉他，那也要摸清楚他的实力。乌鬼，不要再留手了。既然如此，那就让这个卑微的人类看看我们真正的力量。剑收，威义之源，有业国度。鬼之道，鬼龙现世，烈士。雕虫小技罢，青玉这里就是你们的埋魂之地。战车护我身，鬼手护我身。天雷符、五行符、封印符、真言符，给我去！鬼技，影之鬼斩，千连斩。少哥，这些符咒太麻烦了，源源不断钝刀子割肉，再这样下去我们恐怕不敌。新彻，我已经摸清楚了这些符咒规律，这些符咒能显化冥冥之中的能量，化为攻击手段。我们回去找到鬼新娘，他的鬼盖头可以隔绝天地能量，这些符咒的威力会大大降低。这个人类实力并不强，我们4大鬼手合力，必定万无一失。走。想走？做梦！神符、苏邪符，人类等着我们，下一次见面，我们将以拳呈现祭无主。好像真走了。这次幸好假装自己有数百张神符唬住了他，否则我已经凶多吉少。这2个诡异都是不逊色于鬼面的存在。喂，村长，新的一批符文制作如何了？蒙老板，我们全村上下正在加班加点的做，只是下一批符文的部分材料还在路途中，所以暂时耽误了进度，估计要3天后才能制作完成。行，你们抓紧。3天，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兄弟们，赶紧挖，加把劲，不然大家都得沦为血尸了。这4个诡异每个都太强大了，我们得赶紧回去禀告蒙家帮与警视队，不然人类危矣。幸好这次我们本就为了攻破血门带足了工具，用破地符加持的铲子挖地，这地即将挖通了。加快速度，这些诡异集体外出，这是我们仅有的逃生机会。通了，挖通了，终于挖通了。赶紧走，赶紧走！出去之后分散逃跑，立刻回去报信，有4只头天大鬼同时降临。蒙老大，刚才有个唐大劫失踪的百人团的成员出现了，被诡异带走还能回来，会不会有诈？据他说是抓走他们的诡异外出，他们用了符咒加持的铲子硬生生挖出来的，并且带回来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什么消息？抓走他们的诡异有4个，每一个都有堪比鬼面的实力。什么？4个？麻烦了，2个我都对付不了，还4个？跟我一起去见首长。首长，我有急事找你。蒙帮主，刚好我也想来找你。唐大劫的百人团消息，你收到了吗？收到了，所以专程过来。我原本以为降临的只有袭城的那2个堪比鬼面的大鬼，没想到有4个，这一战没法打，白水城守不住了，能救多少是多少吧。赶紧把人迁移。蒙帮主勿急，我们还有底蕴。还有底蕴就不能早点拿出来？这不是拿我当枪使吗？那你们有什么底蕴能对灭城巅峰的诡异造成伤害？蒙帮主，你随我来。这个大家伙身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这就是你们的底蕴？蒙帮主，不要小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们本来为了最终决战压箱底的杀手锏之一，现在只能提前拿出来，走一步看一步了。这个大家伙被上千张符咒加持，加上它的制作材料本就是老祖宗遗留的一些辟邪之物。俗话说大力出奇迹，这个大家伙一定能给那些诡异一个大大的惊喜。话说，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底蕴？不要急，一点拿出一点。没有了，这次真没有了。
我信你个鬼！把其他大城的高端战力再调几点过来，以他们的合力加上神符助力，能稍微拖住一个诡异，我的压力就会少一分。另外，不要再藏着所谓的底蕴了，没有今日哪来明天？目前的情况已经千钧一发。可恶，可恶！这些狡猾的人类竟然挖地跑了，这么优质的血石太难得了。先别管那些血石了，我们接触到了那个人类，情况不太妙。那个人类本体的实力跟我们不相上下，但是他有很多鬼面提到的那种符咒，极难对付，避免夜长梦多。我建议我们4大鬼手齐聚白水，共同出手拿下那个人类。鬼新娘的盖头能稍微压制他的符咒。既然要出手，那就必须全力以赴。目前显现的门有多少了？目前有87座。召集目前已经显现的所有的守门人，2日后共聚白水城。奇怪，太奇怪了，快过来看。怎么了？不要大惊小怪，这些都是一直在观测中的门，出什么问题了吗？你们仔细看，这些门在移动。没错，是在移动，快分析他们的移动轨迹。分析结果显示，他们的移动目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白水寺，我的天，这么多门竟然不约而同在往白水寺聚集。快看，那是灯塔妻子，竟然同时现身白水城了，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他们据说全都是半步灭城的大人物。不止如此，瀚海之主蒙大爷已经携蒙家帮众镇守白水，帮众也不乏半步灭城。我看事情不简单，你没发现吗？最近城中的警视队都活跃了很多。确实是，以前他们都神龙见首不见尾，没想到现在竟然成队出现。今日召集诸位来到白水，想必大家知道原因了。如今诡异形势风云变幻，人类世界危机重重，在座的都是半步灭城，获得了曾经难以想象的诡异力量。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们的实力还远远不够。今日我蒙大撒10亿明钞，祝大家突破半步灭城境。10亿明钞，现！我的天，10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明钞，金钱的味道真让人迷醉。难怪蒙帮主进阶的如此快速，原来竟然是大富豪。早就听闻蒙帮主在末世前收集了无数的明钞，原来是真的。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们的时间不多，通通去给我破境吧。是。突破了，我二龙突破了，诡计，血色敌场。突破了，诡计，净化之眼。我也突破了，诡计，月地瓜。诸位施主，我也突破了，诡计，佛怒鬼莲。我王八突破了，我宋宇浩突破了。各兵种各就各位，寻找合适的掩体。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合适的时候狙击干扰敌人。队长，这些都是普通士兵，能行吗？蒙帮主放心，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并且携带黄金弹药和符文加持。或许论单体战斗力不如你们，但是在团队战斗上有奇效。但愿如此。诸位，你们提前显现，如今到了为吾主现身的时候了。主之危险就在白水，今日我们87门4大鬼手杀向白水，势必要拿下那个人类。妈妈快看，远处的天空黑了一片。最近的天气好反常，前2天才黑过一次，现在又开始黑了，赶紧回家关窗，要变天了。尽情享用你们的美食吧，黑暗所过，一个不留。终于来了，上黄金弹药，狙击队就位，远程炮就位，给我打。这是什么招数？在鬼门之中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攻击方式，一波接一波，连绵不绝。砰！可恶！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名能坚持多久。诡异们，要你们看看爷爷我的战斗力吧！诡计，净化鬼眼，你们的黑暗由爷爷我来净化。施主，请留步。怎么，你们这8、9个小虾米也妄图拦住我？拦不住也得拦。神符、降魔雷符。该死，又是这些讨厌的符咒！诸位，全力出手，我们一同诛鬼。放肆，就凭你们！没错，就凭我们。诡计，佛怒鬼莲，香火领域。哈哈哈，没想到吧，我砍刀魔也有晋级破道的一天。乱吧，乱吧，你们越乱，我越容易捡漏。我嗜血而生，鬼力、人类都是我的养料。可笑，这个破道级的诡异鬼体都还没消散，竟然没人处理。不知道这些诡异都是超过明钞的明能来源吗？吸收了它，我就可以达到破道中期，入魔又怎样？哈哈，强大的实力才是硬道理。
人类，事到如今，放弃吧。无主的力量是你无法抵抗的，他已经不能叫做鬼，我们更愿意称呼他为神。他是鬼神，是凶神。你个卑微的人类，永远理解不了神的强大。神？抱歉，我不相信神。如果真有鬼神，那我选择做个屠神者，那感觉一定很美妙。冥顽不灵，你的依仗是什么？是那些可笑的符咒，还是里面那些连灵能都没有的普通人？都不是，我们立场不同，所以别无选择，必须一往无前。这一场大战无法避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如此，那就战吧！以天为盖，以地为堂。夫君，今日是我们冥婚之日。夫君？谁是你的夫君？我可不会选择一个诡异当妻子。夫君，这可由不得你了。为夫君点红烛，为夫君缝衣裳，邀夫君拜明堂。可怕！我什么时候穿上了红衣新郎装？这个鬼新娘比之前遇到的所有诡异都可怕。夫君，还愣着干什么呢？该拜堂了。今日我们的大婚没有司礼，那就我自己当司礼了。相公，跪下，一拜天地。我的身体不受控制，继续下去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给我滚开！拜不拜由我定。战车护我身，鬼手护我身。禁术，战车冲击，冥婚场景，束缚不住我，给我破！诡计，鬼盖头，在我盖头之下，冥能隔绝，你的诡计威能会大大降低。小子，放弃吧，这个场景除了鬼主和3大冥官，没有谁能破开。怎么可能？我的本命盖头竟然破碎了！人类世界藏着绝世高手，一击之下竟然把我的盖头都炸开一个窟窿。就是现在！诡计，影之鬼斩，千连斩！这是鬼新娘的召唤。鬼新娘的实力在18鬼手中都在前列，连她都不敌吗？本来准备收拾了这些小鱼小虾再过去，既然如此，那先放你们一马。出事了，鬼新娘在召唤。今日以你鬼体祭全城，给我破！慢着，画地为牢，幽冥子。怎么一个打不过，就4个一起来？你确实太出人意料，再这样拖下去，恐怕无主大计都会出问题。所以今日你必须死。要战便战，我蒙大即使是死，也会剥你们一层皮。死到临头，嘴还挺硬。鬼至道，阴阳磨盘。诡计，基业降临。诡计，画中炼狱。诡计，降一之月。战车护我身，鬼手护我身，血色酒店加持我身，黄泉车站加持我身，神符玄武守护，进入半鬼状态。今日我蒙大以死为人类开天，蒙家帮众带人类撤，这次估计真的挡不住了。你们谨记，抓紧一切办法提升实力，他日踏平鬼门，为我复仇。蒙老大，蒙哥哥，琪琪，毛百万的冥尾能救蒙老大吗？救不了。蒙哥哥身上带着冥尾，但是冥尾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必须在刚死的一瞬间没有任何外物干扰才可以复活。快走啊，我撑不住了。今日我将化半鬼，与他们同归于尽。咋？4大鬼手齐聚，我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不能让蒙帮主白死。首长，蒙帮主快不行了，那件禁忌我们还不用吗？那是我们最大的底牌，是留给鬼门之主的。用了之后，我们人类再无反抗之力。可是蒙帮主这是在为我们而战呢。我又何尝忍心？只是在灾难末世下，我必须为人类保留最后一张底牌，否则人类再无容身之所。可是没有可是，我们别无选择。蒙帮主是我们的英雄，我们幸存之人必将永记蒙帮主的恩情，抓紧撤离吧。小子，你不是嘴巴很硬吗？可你的实力貌似撑不起你的硬气。你倒是站起来啊！怎么没有力量了吗？问你话呢，你为啥不说话？一群老鼠，你们以为自己很伟大吗？终究不过是鬼门之主的狗罢了。万鬼夜行之日，亦是万鬼献祭之日，你们真的看不出来吗？献祭又如何？能为无主的成神之路铺路，那就是我们的荣耀。那可是神啊！一旦成神，就可以成为和地狱之主、民航行长等并列的伟大存在。无神之路，已有我等荣光印记。真可笑，冥顽不灵，当养料也这么开心。只是可惜，我今日会死在一群养料手中。不甘嘛，不甘就对了，让你带着怨恨离去，
才能平息无主之恨。你们在得意什么？还没结束呢。还没结束，死到临头，你还要做临死反扑吗？我要拉你们一同灭亡！化鬼！今日我以诡异之身为人类博一线生机。这个人类的气息在快速增长。化鬼之后，这个人类就成了诡异的完美容器，能完全发挥出契约诡异的力量。只是可惜，此战之后，他不会再拥有人类的记忆。血色酒店之力，棒！您能容我身。黄泉车站之力，棒！您能容我身。这一击耗尽了我的底蕴与潜力，你们还能接住吗？影之鬼斩，万连斩。还是不行吗？耗尽所有力量的一击，竟然只是重伤了他们。人类，你该自傲了！一击重伤4大鬼手，即使在诡异世界，也是一代枭雄。但是也到此为止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叫什么名字？怎么办？主人生机在快速消散，这样下去，他一定会死。主人一死，我们也难以存活。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他自爆了血色酒店与黄泉车站，并且化鬼，对身体的损伤太大了，我们根本无力回天。真的无法挽回了吗？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主人。什么办法？我们都是主人的契约诡异，本就心意相通，加上如今主人化身诡异状态，是诡异的绝佳容器。我们3个 S 级潜力的诡异互相吞噬，如果能融合并且完成境界，不仅能使主人恢复，还能奠定他的无上潜力。我小少爷本是一个躲在财房受欺辱的对象，是主人把我从黑暗之中解救出来，一路征战，让我拥有了尊严这个东西。如今他危在旦夕，我甘愿融合。我黄泉站长本已经快被冥帝黑暗吞噬，是主人在千钧一发出手，并且让我达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境界，我甘愿融合。我鬼影本被盗鬼封印300年，暗无天日，是主人拔钉救我出来，并且让我有了与盗鬼一战的资本，我也甘愿融合，只求未来主人能替我报仇。既然如此，那便开始融合吧。这也许是另一条延续之路，我们将以新的形式存在下去。主人，回来吧！主人，回来吧！主人，回来吧！是谁在召唤我？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是蒙大，我是瀚海之主，给我醒来！怎么回事？这个人类竟然有死而生的迹象，诡异之体在恢复人类生机，这怎么可能？闻所未闻。他是怎么做到的？这简直是神迹！我的天，他醒了！没错，我醒了！你们的末日来临了！你突破了！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可怕的气息。可怕？有多可怕呢？这是什么？我在他身上竟然感觉到了一丝鬼神的气息。不可能，绝不可能！一个人类怎么可能拥有鬼神的气息？他还不是神，但是却已经拥有了一丝鬼神的力量。神的力量，我们18鬼手努力了无数年，也没有窥见鬼神的契机，竟然让一个人类窥见了，凭什么？鬼新娘，快回去禀告无主，人类世界变天了，这个人类已经窥见神性，再不阻拦，恐怕接下来就会进阶到与主人同阶的半神境界，这个大敌不可不除。没用的，在神的力量面前，逃跑、反抗都没有意义了，神不可辱。神不可辱，辱之必死。但我们今日已经难逃一死，何不以死来见识神的力量？人类，你不跪着死，我们同样也不会苟且求生。18鬼手已有自己的尊严。既然你们要见识我的力量，那就拿出最强的状态吧，否则我的一击你们承受不住。今日我们将付出全部代价与你一战。以我回体，化血色之伟力；以我鬼体，化黑暗之伟力；以我鬼体，化侵蚀之伟力；以我鬼体，化阴孽之伟力。融合借鬼神之力。这是我们4大鬼手以鬼体破碎为代价使出的合击，用几百年修为强行借来一丝鬼神之力。这一击已经逼近了无主坐下3大冥官的实力，人类毁灭吧！我不知道目前自己的实力，但是我感觉你们的攻击貌似很弱。念魂斩。
我们败了，败得好彻底，以死神的力量就让我们无法战胜吗？可惜见不到无主成神的那天了。终于结束了吗？小少爷、诡异、站长，你们还在吗？当我生机散尽，冥冥之中被拉入无尽涡流，是你们不断呼唤我归来。如今我归来了，你们在哪里？给我回来啊！你们一步步伴我成长至今，他们说我窥见了神性，我知道这是你们带给我的，可是我却就不回你们了。如果你们还能回来，我愿意分你们万亿明钞。小少爷，小少爷你还在，化为了我的手。鬼影你也在，化为了我的刀。站长你也还在，化为了我的黑甲。太好了，你们都没死，竟然以融合体的形式存在了。等着我，我一定让你们复活。可恶，可恶啊！四大鬼手群灭，87门破碎过半，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四大鬼手合力，在目前鬼神不出的时代，除了我和我坐下冥官，谁还能是他们对手？主人，根据几个守门人传回来的消息，他们远远看见四大鬼手与那个人类一战，但是没想到最后会是四大鬼手落败。他之前的实力远远没有这么强大。不管哪里出了意外，立刻隐藏所有的门。1个月后，诡异世界与人类世界完全交融，到时候千门齐现，鬼手与冥官进出，本座会亲自降临，任何阻碍本座成神之路的人都将湮灭。我看到魔法了，这里有无数的鬼体与强大的人类契约者尸骸。灭城，我一定能突破灭城。我的头好痛，我的身体为什么那么冰冷？不管了，我要变强，我要嗜血，我要血食。快看，远处有客人，看样子似乎是蒙老大。什么似乎？你眼瞎了，那就是蒙老大。天哪，蒙老大没死，活着回来了。蒙家帮恭迎蒙老大回归。警视队恭迎蒙帮主回归。蒙帮主，我们当时以为你不敌，所以这不怪你们，我当时都以为自己必死了。抓紧进行民众迁移吧，接下来就是7城合并，这是个大工程。对了，好消息啊，天大的好消息，我们刚才观测到所有的血色之门全部隐没了。别高兴太早，我在瀚海海边长大，当海面越是风平浪静，就越危险。这些诡异蛰伏了，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蒙帮主，你来了。民众迁移的怎么样了？目前迁移工作已经迅速展开了，7大城和周边城市的人已经陆续在往瀚海迁移。同时，我们已经在大力修建临时居所，预计10天后能迁移完成。新城建设完成后，防御工事也要跟上，符咒地雷、黄金弹药、符文城墙等等全部安排上，包括那些寺庙道观里的一些辟邪宝贝也不要再藏了。这座超级大城是我们最后的退路了。你抢什么？这是我的物资。你大爷，明明是我先来的，找试试吧，我今天不揍你我不行算。人员聚集后，物资紧缺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鬼灾之后，很多地方已经被诡异接管，普通人的生产能力大大受限。队长，今时不同往日，大战之后，我们已经拥有了接近40位灭城契约者，上千名破道契约者，该利用起来了。从前我们弱小，是场景的试炼者，如今血门消隐，该跟那些诡异场景算算账了。黑街、荒林、残叶庄园、噩梦酒店、白骨农场，瀚海周边上百个诡异场景，拥有数不尽的物资，以灭城带队去征讨周边诡异场景，让他们提供物资，不能提供者直接平推吧。是。黑街之城，你爷爷我来收租了。大胆小小人类胆敢在黑街猖狂，本座已经突破至半步灭城，灭城的尊严岂是你能挑衅的？是你一只蝼蚁胆子倒是挺大，叫你当初身旁的年轻人来这里我还能多看一眼，如今就你，呵呵，不对，怎么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你竟然突破了灭城，这才短短1个月，你竟然突破到了传说中的灭城境。对待灭城就是这样的态度吗？灭城的尊严岂是你能挑衅的？你这区半步灭城黑街之王，是想接受爷爷我的净化吗？大人抱歉，我为我的无礼忏悔，不知道大人在犯黑街所为何事。我已经说了，收租，还要我讲第2遍吗？什么收租？但是这黑街是属于我自己的啊，大人，这是不是有点……什么你的？黑街目前属于瀚海新城管辖，瀚海新城庇护你们，你不该交租吗？
是，大人说的是。那大人需要多少明钞呢？明钞？不，我们不要明钞。你看我们像是缺明钞的人吗？那大人的意思是以物资抵租。我看黑街不少摊贩卖的那些果子就不错，不仅能充饥，还蕴含明能。这恐怕黑街之宠，别怪我没提醒你。我的蒙老大因为上次被你坑进荒林，目前很不满。识物者为好鬼，不要自误。大人息怒，我没有不交的意思。大人放心，我会按时将物资送往瀚海星城。看海，你的选择很明智，我们走。大人，就这么放他们走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如今他们已成一方大佬，再不是当时任人拿捏的试炼者了。首座，我诡异体能给人类交作，奇耻大辱，我白骨农场拒绝。抱歉，你没有拒绝的权利。你们的意思是打算抢了？你们活腻了？我们白骨农场可是血色荒原的联姻场景，你确定就吃得下我们？你们待在场景里太久了，鼠目寸光。如今的世界已经变天，我们连鬼门之主都得罪了，不差你一个。蒙老大说了，不交租者直接平推。平推？你们口气太大了。即使你是灭城级，但是我依靠场景之力，一定可以撑到血色荒原来源。小半步灭城，口气倒是不小。神符、圣光符、群。好刺眼的光芒，我们的身体在消融，这是什么攻击？诡异已经进化，白骨农场的粮食很丰富，进去搜刮吧。报告盟帮主，目前瀚海周边138个诡异场景已经全部肃清，有7个拒不交租的场景已经被平推，其他的场景都很老实。目前物资正在陆续往瀚海运送。很不错，这样一来，瀚海新城的物资紧缺问题暂时缓解了。蒙老大，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什么事情？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不少契约的尸骸，死状极其惨烈。大战之后有尸骸在所难免，不必大惊小怪，就地掩埋吧。蒙老大，经过我们检查，发现他们死去不久，身体被吸干了血液，看伤口像是人为。人为？还有这种事情？城内的契约者查过了吗？我们已经向警视队报备查询了登记在册的契约者，没有查到可疑人员。没想到如今不止诡异残害人类，连人类自己都开始残害同胞，加大夜间巡逻，势必揪出这个凶手。是。喂，那里有个人好奇怪，走路摇摇晃晃，这是喝了多少？如今盟帮主下令夜间戒严，禁止外出，这个人还敢出来？站住！叫你站住，你听不见吗？你是人是鬼？叫什么名字？是在叫你，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我想吃什么？城中白天不是发放了物资吗？我想血食。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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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喊救命，出事了，快过去！就是他就是那个凶手。大胆，竟然明目张胆残害同胞，抓住他！诡计，净化之眼。这竟然连不义大师的净化之眼都奈何不了他吗？难道他也是灭城级的契约者？瀚海何时又多出一个灭城级？不，他的气息还不是灭城，应该是出入半步灭城，但是他的诡异很奇特，似乎能强化自身，与自身融为一体，加上他目前的状态很奇怪，似人似鬼，失去了理智，没有痛觉，导致他能在不义大师的诡计下坚持下来。一起上，不要给他机会。好强，这怎么可能？以半步灭城之身对战灭城不落下风，任由他成长起来一定会是个大患。施主，你迷失了，接受我的超度吧。诡计，香火领域。是九阶大师来了，这下这个刽子手难逃一死。我是谁？我是砍刀墨。我不是砍刀墨，我不是以前那个卑微的自己。我宁愿成为灭城级诡异，也不想成为过去弱小的自己。超度我？你凭什么超度我？给我去死吧！九戒，不要留手，他已经失去本心，堕落成为了诡异。诡计，佛怒鬼怜。两大灭城级联手，才将这个半人半鬼的家伙制服，太恐怖了！快看天空，不对劲，消失的门又出现了，里面的气息之恐怖，远超以前出现过的任何一道门。有趣，竟然发现了一个极品容器！来吧，跨入门内，
这里有数之不尽的血石，你可以迈向更高的台阶。我许你一个无限光明的未来。无限未来，我愿意。慢着，这个人你带不走。蒙老大，是蒙老大来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砍刀魔竟然成长到了如今的地步，更没想到你竟然甘愿放弃人类身份成为鬼域。带不带得走，你说了不算。鬼主，你连现身都做不到，只能通过一道门与我对话，还想从我手里抢人吗？给我破碎吧！怎么会这么弱？难道花费大代价显现一道门就是为了与我打个招呼？糟了，砍刀魔不见了，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这个诡异容器我拿走了。人类，万鬼夜行日，我会送你一个大大的惊喜，不会让你等太久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迟早把他揪出来。蒙老大，这个鬼门之主的气息太恐怖了，估计对付起来无比艰难。的确，鬼主的气息最少到达了祸国巅峰，甚至更高的半步绝巅，而我在3个诡异融合后，也只堪堪到达祸国级初期。但是我也不是毫无反抗能力，在诡异融合后，我的每一个诡技威能都获得了极大提升，并且觉醒了3个融合技。他想拿捏我，即使不死也得脱层皮。这是哪里？这是你的家，在这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吞噬血石，以后你就是鬼门第4名官。主人不是说第4名官会在18回手中产生吗？为何现在直接空降？而且每一个名官都是窥见神性的祸国级，这个半步灭城半人半鬼的家伙凭什么？你们在窃窃私语什么？本座的决定你们只需要执行，再有下次直接献祭吧。以后他就是继天牛、天马、天狗之后的第4名官，本座会亲自为他洗礼，提升他的实力。是。蒙哥哥，夕阳好美啊！对啊，真想一直这样平静下去。只是好遗憾，估计再过不久就看不到夕阳了。现在夜晚的时间越来越长，白天时间已经不足3个小时了。琪琪，一切灾难都会过去的，黑暗也终将会消散。蒙哥哥，我好害怕，害怕有一天会失去所有人。我也害怕，但是该来的总会来，我们能做的就是以最大的勇气去面对。蒙老大，没有打扰到你们吧？有一点打扰到，老头什么事？蒙老大，首长请你过去一趟。首长，你找我？蒙帮主，你来了。风暴即将来临了，接下来我说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这件事是人类的最高机密，我们观察了你很久，如今决定告诉你真相。真相？没错，万鬼夜行的真相。你难道没有怀疑过这个世界吗？比如黑山老妖、姥姥、小倩、幽灵公交，这些诡异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一直有过记录。没错，我怀疑过。当时黑阶之王让我去带回倩鬼一时，我就一度感觉自己误入书里记载的世界。难道我们如今在书里的世界？不是书里的世界，而是书里记载的东西曾经发生过。蒙帮主很惊讶对吧？我曾经看到绝密档案的时候更惊讶，惊讶过后便是深深的绝望。因为万鬼夜行历史上发生了不止一次，一共是9次，每一次万鬼夜行的结局都是全部契约者被诡异抽干冥能，成为他们的养料，而他们会留下普通人继续繁衍。我们是被圈养的韭菜，被割了整整9轮，每一次万鬼夜行都生灵涂炭。如今第10轮也快了，白天越来越短，极夜将至，而我们估计都会死在这场劫难里。这太出人意料了，不过又在情理之中。但是经过了9轮收割，我们依然没找到破解之道吗？没有，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包括如今的神符、黄金弹药、辟邪宝物，都是在以前的数个万鬼夜行中尝试的破解之法，但是都失败了。蒙帮主，这件事不要告诉其他人，让大家勇敢的抗争死去总比绝望的消失要好，至少他们灿烂过。没问题，但是首长，你专程找我过来，应该不只是告诉我真相那么简单吧？没错，我找你来就是因为绝望之中也会藏着一线生机，而蒙帮主你就是那一线生机。首长抬举我了，我曾隔着门感受过鬼门之主的气息，那气息连我都感到惊骇，甚至忍不住跪拜，仿佛面对真正的神。首长凭什么会认为我会为人类带来希望之光？因为蒙帮主你一直在创造奇迹，从冥帝到4大鬼手西城，每一次都是你在力挽狂澜。最重要的是，你心中有一股抗争的信念。这次的万鬼夜行是诡异们积累了9次夜行之后最强大的一次，
但是同样，我们也不再那么弱小。我们的智囊团分析出打败鬼主的关键，就是那些门。万鬼夜行日来临，千门齐现，那些门会分布到人类世界，其中会涌现出强大的吸力，期许整个人类世界的契约者明能以攻鬼主尽解。所以你们打算怎么做？我们会用最顶尖的定位仪，以最快的速度定位到这些门，到时候的战场会是上千处，我们会用尽一切力量打掉这些门，打破的门越多，鬼主的补给源就越少，而身为主战场的盟邦主你就会越来越轻松。但是你一定要撑住，否则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首长，明白了，我将尽我所能，为人类而战。老头，安排下去，将神符制作的重心放在制作玄武符为主，我需要上万张玄武神符。上万张玄武符？蒙老大，你这是准备化身玄武吗？我这就去安排。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吃吧，吃吧，你吃的越多，我的成功率就越大。主人，您叫我鬼面，你来了，你跟我多久了？主人，我已经跟您500余年了，从一个追命小鬼走到如今的18鬼手之一，全靠主人恩赐。鬼面甘愿刀山火海为主人赴死，以报主人恩情。你有这份心意就好，这恩情今天就需要你报了。什么？献祭吧，成为第4名官的养料，为我成神之路铺路。这，主人不要啊，主人饶命！魂灭凌霄，名能俱身。第10次了，第10次了，这一次我不仅要成神，还要成为神中的至强者。18鬼手速来见我，以18鬼手为养料，不知道能否为这副躯体奠定无上神迹。鬼主，我们18鬼手为您征战那么久，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不应该，从你们跟随我开始，你就应该知道鬼门里的规则。生为诡异，死为诡异的养料，这就是你们的命运。第4名官，过来吧，吸收他们的灵能，你会变得更强。好强大的力量，主人，我会以此力量为你打下一个完全属于诡异的世界。你有这个心意是好的，但我不需要你的自我意识，你的意识给我泯灭吧。我看上的只有你这个躯壳。天马，18鬼手在被主人召唤后，气息全部消散了。这可能是主人把他们全部派去做任务去了吧？天马，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你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已经彻底消失了，不然那个第4名官如何能从半步灭城，短短3天窥见神性？因为18鬼手全部沦为了第4名官的养料。本以为等到主人成神之日，会赐予我们成神的契机，但他已经开始不再隐藏他的野心了。他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半神躯体，在万鬼夜行日和本体一起突破神，双神合一，踏足神中的至强。而我们不过是工具罢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和18鬼手一样身死名消的下场。天狗，小声点，不要有什么歪心思。无主的强大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从。天马，在这里待太久了，你的初心已经变了。我们的最初的梦想可是要成神啊，而不是成为养料。我们走到了如今的程度，我不甘。天马，你我联手，可提前开启一道门降临，我们可以寻找帮手。根据本台讯最新消息，北部城市漠北市从今日起开始进入极夜，从此太阳不再升起。截至目前，本台讯记者暂未检测到市内传出生命信号。本台讯最新消息，目前7大城居民已经基本转移到瀚海新城，城内状况大体稳定，物资尚可保障，望大家自觉遵守秩序，共同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安宁。越来越难了。漠北我知道，以前是个好漂亮的旅游城市，我还带着家人去玩过，可惜现在永远陷入黑暗了。也不知道那些还没来得及搬走的人类，如今怎么样了？都是那些该死的诡异，为何要侵占我们的世界？爸爸，不要生气，我可以召唤奥特曼打败他们哦。奥特曼，也许吧，我们需要一个那样的英雄。生死轮转，以我明超化明能。窥见神性后，即使每天靠大量明能修炼，进境也缓慢太多，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是谁？给我出来！好强的诡异气息，强度甚至超过了18鬼手。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直接降临到我面前！影之鬼斩，万连斩！慢着，人类，我找你合作。合作？可笑！与诡异合作，那跟与虎谋皮有什么区别？我不管你是谁，我们不可能合作，给我去死吧！等等，我们有共同的诉求，就有合作的基础，不是吗？共同的诉求？你倒是说说，我们有什么共同的诉求？我们的共同诉求就是让鬼主死。呵呵，你身上的气息很强大，我所料不差的话，你应该就是鬼门3大名官之一。现在你来告诉我你希望鬼主死，你觉得我会信吗？准确来说，不是3大名官之一，是4大名官之一。因为鬼主从人类世界带回去一个绝佳容器，并以18鬼手为养料，将它造就成了第4名官。而我来这里也是自救罢了。因为鬼主的目标不只是成神，而是成为神中的至强者。万鬼夜行，所有的守门人和名官，包括你们无数的契约者，都会成为鬼主的养料。我不甘，现在来找你，无非是为了自救罢了。那你想怎么做？如今门全部消隐，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的其中120道门的隐藏坐标，你去找到他们并打碎。门内藏着几百年来吸取的明能结晶，又叫门核，吸收了它，可以极大提高你的实力。此消彼长之下，在万鬼夜行日我们里应外合，有一线可能重创鬼主，但是你必须与我签订合作契约，将来有一天你打败鬼主，不能清除我。没问题，以无之魂签订合作契约，若你所说属实，他日我放你生路。这120道门的坐标分别是。蒙老大，你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你们都是蒙家帮的嫡系，我来这里是验证一些事情，如果属实，我们实力可以借此获得极大提升。就是这里了，影之鬼斩！错！蒙帮主好强，这一斩之下，连空间都出现了裂痕。快看，那是消失的门，他们隐藏在空间之下，蒙帮主是如何找到的？果然如此，按照天狗的说法，在鬼门破碎时，以伟力聚合一散的明能，就会获得门核。人类，我们已经隐藏，你为何还能找到我们？叛徒，一定是鬼门内出现了叛徒，我会立刻回去禀报无主。你没有机会了，鬼镜，鬼手遮天，给我破！明能，去！好美的晶核，但是其中溢散的气息却格外冰冷，让人很不舒服。这叫门核，是一座门的精华，本是鬼主养料，如今倒是被我们捷足先登了。你们守住心神，我将吸收这枚晶核，其中溢散的明能也能帮你们提升实力。是。可恶，世顺又打破了我一道隐藏的门，究竟是意外还是故意破坏？这道门的晶核蕴含的明能太大，而且极度纯净，吞噬晶核基本没有副作用，不像吞鬼还要被诡异原本的意志所侵蚀。抓紧时间前往下一个门。血色之门，给我破！血色之门，给我破！血色之门，给我破！这怎么出现一只眼睛？我看到你了，是你，你逃不掉的。都这时候了，再说这些大话有什么用呢？我等你，你不是要看吗？那你就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是如何毁掉你的门，断你成神根基。人类，你为何非要执迷不悟？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我要改变它，而这是唯一的方式。我改变尼玛，影之鬼斩，万连斩！这个人类还在持续毁掉我的门，世顺背叛了我，否则他怎么每一次都能精准发现隐藏的门？只有你们知道部分信息，你们之中有人背叛了我，是你吗天牛？又或者是你天狗？还是你他妈背叛我的下场，你们能承受吗？我宁愿要3只没有牙齿的狗，也不愿意要1只可能咬我的狼。敞开冥海，我自己查。主人，敞开冥海被搜查后，我们会遭受重创，万鬼夜行在即啊！主人息怒，这事有蹊跷。人类世界有太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比如那些神奇的符咒，还有弹药，有检测类宝物也说不定。我们对主人绝无二心。不管原因是什么，门逐渐消失已经是事实，我绝不允许几百年的计划出现任何差池，所以提前发动基业吧。主人，这是不是太仓促了？2个世界离完全融合还有几天？虽然现在降临我们受到的压制没以前那么大，但是现在发动我们都没在巅峰状态。等不了了，发动基业，我要万鬼降临人间。报告
北部城市洛城市被黑暗侵蚀，陷入极夜。报告，北部白云市被黑暗侵蚀，陷入极夜。报告，北部城市香林市被黑暗侵蚀，陷入极夜。首长，监测显示，一股极为庞大的黑暗能量正自北向南涌来，沿途所过皆为黑暗，信号无法穿透黑暗禁区，里面的人生死未知。他们的侵蚀速度为多少？黑暗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往南面侵蚀，按照这个速度，不出3天，黑暗就会到达瀚海。派出符文加持的侦察机前去查探情况。3天，时间太短了，我们能抵挡得住吗？什么？3天？鬼主终于等不及了吗？老头，目前我们的神符储备有多少？我们目前有各类神符8000余张，其中你特别要求的玄武符就占5000多张，时间太紧，赶制不出更多的神符了。给我留5000张玄武符，其余神符分发下去，准备迎战吧。万鬼夜行日终究还是来了。蒙老大，我们还有希望吗？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敌人，还有恐惧和未知。但记得，黑暗只是时光的一部分，而我们一定会迎来曙光。主人，目前黑暗所过，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多城市已经人去楼空，汲取不到多少血色力量。他们太弱了，不堪一击。如此看来，无主的计划万无一失了。根据残留的人类透露，最近1个月，大多数人类已经前往了南方的瀚海新城，那里应该是人类最后的灯塔。灯塔，呵呵，黑暗最喜欢侵蚀的就是灯塔，聚集了也好，直接一网打尽。快看，那里飞来了2只什么东西！机长，飞机的诡异能量检测波动数值快爆了，前方黑暗之中蕴含着无比恐怖的诡异力量，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我们的弹药被符文加持过，管他什么，给我打，狠狠的打！有趣，每一次的收割，人类总能鼓捣出很多奇怪的东西。不得不说，他们的创造力还是很好。但是有什么用呢？在绝对的伟力面前，一切的努力都是虚妄。发射圣光符！这是什么？一团巨大的白色光芒向我们飘来，白光所过，沿途的黑暗都在避散，其中蕴含着纯净的光明力量，对我们克制太大了。这应该就是鬼面所说的神符了，确实有点意思。但是想靠着星星之光照亮黑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天狗开道，禁术贪狼。什么？我们派出去的侦察机竟然直接坠毁了？他们可是带着神符啊，并且机身被符文加持，即使在黑暗中也可以穿行。我们只是想看看黑暗迷雾下到底情况如何了，为何会是这样的结果？快看看死亡录像回放。禁术贪狼。这还是诡异吗？如同山岳一样的狗，身上的诡异气息如此浓厚，更可怕是他身后的诡异，光是站在那里就让人生不起反抗的心思。战机投射的圣光符照耀在他身上，反而被他周边的黑暗吞噬了。那是鬼主，是这次黑暗侵蚀的发起者，也是最接近神的诡异。首长，黑暗正在无序扩张，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需要多头行动，以官方制式力量控制黑暗的扩散，而我们人类的顶尖战力需要去直面鬼主，否则他们会越来越强。盟帮主，你们顶得住吗？顶不住也得顶，我这次准备了5000多张玄武神符，看能抗揍多久了。我需要你们尽快肃清黑暗，否则人类必败。盟家帮助在，灯塔妻子在，瀚海勇士在。今日随我盟大征伐鬼主，暗夜降临，5等将立于万万人前，横刀相约。多少年了，我一直等待这一刻的到来，终于快要实现了。大人，人类无法想象他们即将面临的恐怖。他们在阳光下繁衍生息，得到了太多，现在是时候收回我应得的了。开始吧，打开千道血色之门，让这个世界见证真正的恐怖。这千道血色之门一旦打开，人间的生命能量将为大人所用，大人成神在即了，恭贺大人！那些愚蠢的人类，他们的恐惧、痛苦、悲伤，每一丝情感，每一丝名能都将为我所用，为我提供力量。大人，还有那个叫蒙大的人类还没找到，一旦门打开，
很快会迎来人类的狙击，恐怕会生变故。让他们来，我要他们知道，他们的反抗只是徒劳。今夜，整个人间都将屈服于我的脚下。队长，快看远处天空，黑暗之中透着血红，隐隐有裂缝产生，是要天崩了吗？天空裂开，极夜降临，太阳永镇，血色之门黑暗中巨现，诡异倾巢而动。这一天还是来了吗？姐，我终于降临了，属于我们诡异的大时代终于来临了。诡异的大时代？你在做梦！天雷斧，给我炸！人类，我没空处理你，等着我，后面我会亲自把你们解。队长，他走了，他在向天空裂缝的方向移动，不惜一切阻止这些门裂缝的方向，似乎是盟帮主所在的方向。千门为我朝拜，万鬼为我洗礼，我是鬼门之主，今日我将踏足神境，千门看，名门西去。盟帮主，前面应该就是鬼主所在区域了，似乎在进行某种仪式。他开启了所有的门，你们没感觉到吗？空气中的冥能在缓慢减少，就连我们身体中的冥能都在缓慢被抽离。如果任由它继续下去，我们都会被抽干。鬼主，速来受死！人类，你们终于来了。本想成神之后顺手解决掉你们这些小虾米，没想到现在主动送上门来。鬼主，你为了私欲而吞噬无数生命，今天这一切都将终结。你以为你率领的这些蝼蚁真的有机会打败我吗？不是怎知道，而且我所率领的并非蝼蚁，而是决心保护家园的勇士。这种愚蠢的情感正是你们人类的弱点。你个黑暗里的臭老鼠，又怎么理解得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向死而生？责任，人类，你为了这个所谓的责任付出了多少代价，又得到了什么？即使付出一切，我也必须阻止你。那就让我看看你们的责任能否阻止我的千道血色之门。老头，你带领蒙家帮众去解决他身后的小鱼小虾。怎么，你打算一个人面对我和三大名官啊？天狗，天狗，你疯了？我没疯，我只是不想人为养料罢了。好，竟然是你，天狗！还有我与狗哥共存亡。对不起，主人，我们不想成为养料。鬼主，现在3对1，能与你一战吗？天真，你莫不是以为3个初窥神性的家伙就能与我一战吧？我可是半神，我们之间的鸿沟不是数量能跨越的。受死吧，禁术，神之黑手。神符、玄武符、百符叠加、鬼甲护身。禁术，贪婪。技术，冥魂。一击就把我们3个重创，鬼主太强了。就这样的实力，你们还敢反抗？结束吧！你们死亡之后，冥能同样会成为我的养料。神迹，大言明掌。天马天狗，这是神迹，全力以赴，否则我们必死。玄武符、千符叠加。神之掌，岂是区凡人能受？人类，你的勇敢呢？你的大爱呢？我就站在这里，你能奈我何？别得意太早了，我们的人正在各地破坏你的门，没有这些门，你的几百年计划都要功亏一篑。可笑，你以为我的门会固定不动任你们攻打？你睁大眼睛看看远处，那里是什么？门，密密麻麻的门，再往这里汇聚。没有人能阻挡本座成神，千门汇聚，吸收这无穷无尽的冥能吧。感谢你为本座带来这么多饮料，你们这群人类还有2个叛徒，都将成为我的神之印记。冥能抽取，千门融合，引鬼门，鬼门巨现，鬼神将出。你们就在这里见证本座的成神之路吧。必须要阻止他，一旦鬼主成神，我们再无翻身机会。就是现在，发射！那是什么？好大一个飞行物！那难道是？大家快使用玄武符！可恶！你们竟然伤了我，伤了神！你们将承受我最无情的屠戮。好可惜，只是重伤了鬼主，没有直接击杀他。但是这一击毁了他数百道门，不愧是最终必杀禁器。我本想双神合一成为神中之强，却被你们断我神路，只能沦为普通的神。既然如此，
砍刀魔，融合吧，成为我的容器，你我一道踏足神境。可恶，还是无法阻止他成神吗？人类的浩劫要来临了。等等，快看盟帮主在做什么？成神？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有我在，人间无鬼神。今日我要吞鬼！我的天，盟帮主竟然闯入了鬼主的冥海。可是鬼主是半神，盟帮主只是窥见神性的祸国中期或者后期的实力，能成功吗？虽然希望很小，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鬼主受伤，门破碎大半，或许有那么一丝机会成功。人类，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在吞神，你怎么敢想的？即使我重伤，那也不是你一个蝼蚁能吞的。蝼蚁吗？那我也会一口一口把你啃干净。不要做梦了，我在外面还有未破碎的200多道门，能给我提供源源不断的冥能，你能耗得过我吗？呵呵，你有200多道门，我有10万亿冥钞提供冥能，胜负未可知。首长，这些门打不掉。鬼主在和盟帮主互吞前用神力护住了这些门，我们的力量攻不破。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没想到啦，没想到一个人类竟然拥有10万亿冥币，难怪每一次见到你，你的实力提升速度都快得让人惊讶。废话真多，现在不是你感慨的时候。万亿冥钞容我身！可恶，可恶啊！万亿冥钞化为飞灰，冥能竟然形成了能量漩涡，在这样的能量补充下，我根本不敌。还是太慢了，2万亿冥钞容我身！小子，你不怕被撑爆吗？你这样即使吞噬掉我，也会丧失神智的。丧失神智又如何？我已经是化过鬼的人了，不差这一回。万亿冥钞容我身！快看，有一些门在裂开，盟帮主要赢！天哪，我们终于要赢了！首长去哪里了？万亿冥钞容我身！我不甘，我不甘啊！你不是勇敢吗？就堂堂正正用实力打败我，而不是用超能力这种龌龊手段。你不甘有什么用呢？带着不甘给我消亡吧！万亿冥钞再容我身！给我吧！终于结束了吗？耗费所有冥钞，终于击败了鬼主，好累，好想睡一觉。结束？不，还没有结束。这片区域充斥着冥能与神性力量，可惜了，这一切都要成为我的了。首长，你怎么来了？我为什么不能来？因为我也想成神啊！这一切都是我的了。天赋造神，盟帮主，你也许不知道，我给你的符咒大全少了最后一页，最后一页记录了一种无比强大的天赋，需要在无比浓郁的冥能与神性场景使用，能生生造神。不然你以为这种机密的东西会轻松交给一个帮派首领吗？这是人类在经历9次鬼灾之后最伟大的结晶，而我也是第一个试验品。感谢盟帮主为我扫除障碍，你的冥钞已经消耗殆尽，放弃抵抗吧。成神，我要成神；血誓，我要血誓。可恶，首长叛变了，难怪当初盟帮主面对4大鬼手他不愿使用禁忌，原来他一直藏着这一手。阻止他，救盟帮主。没有用的，天符一旦启动，外力不能再破坏，你们将会见证一个神的诞生。什么神？你比鬼主更像个恶魔。冥能，我需要冥能，不阻止他，他就是下一个鬼主。盟帮主，是盟帮主的声音，盟帮主需要冥能。冥能，我有冥能，10亿冥钞，去。盟老大，我平时贪了几千万冥钞，这次也一并出去了。冥能，切。我们一起为盟帮主输送冥能。不行，盟老大的气息越来越弱了，这样下去，盟帮主肯定不敌。盟帮主落败，整个人类世界都会在他的摧残下生灵涂炭。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或许还有一个办法。琪琪，快说呀！这些诡异一直想吞噬我们，说明我们才是最精纯的冥能量。今日我琪琪将化为冥能，助盟哥哥一臂之力。琪琪，不要啊，琪琪！哎，我不依老头，一切都是盟老大给的，轰轰烈烈死去，也不枉白来这世界一遭。化为冥能吧，我愿助盟帮主一臂之力。即使首长成神，也不会放过我们。那我还不如做黑暗里的一点星光，照亮黑暗。我二龙化为冥能，助盟帮主一臂之力。我王八助盟帮主一臂之力。
灯塔其子，助蒙帮主一臂之力。不要啊！你们为何要如此？我蒙大承受不起。这些人为何如此？因为他们是人了，而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恶鬼。放心吧，我会带着你们的希望，终结这个最后的黑暗。明哥，去！一念斩神，给我死！不要啊！我是神，我要成神，我要成神啊！太阳出来了！天哪，好大的太阳！好久没看到过这种天气了。那些诡异都消散了，灾难过去了吗？远方的黑暗也消散了，消失了，真的消失了！快出来晒太阳，鬼灾过去了。